腊月寒冬，北风凛冽，天边乌云密布，死气沉沉，仿佛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。哎，这边！哎呀，快！皇后娘娘，使点劲儿啊！孩子就快出来了，娘娘再使点劲呐！娘娘息气。伴随着稳婆们一声声焦急的指令，压抑的痛呼声从殿内不断传出来。皇上别担心，皇后娘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此言一出，一身龙袍的男人不但没有高兴，眉眼间反而骤然多了几分冷厉阴鸷之色。今晚是关键的时刻，一尸两命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不好了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后娘娘血崩了！说！男人听着稳婆的惊呼声后，像是慌了一样，撞开门，直奔内室而去。快找太医呀！舒儿，男人扑到床前，死死地盯着床上脸色惨白的女子。晏殊死了，当今天子最爱的皇后娘娘，护国公嫡长女晏殊，助叶荣轩谋得皇位，却在成为皇后的第4年死于难产，一尸两命，享年22岁。皇上伤心欲绝，嚎啕大哭。他的魂魄离开尸体，飘在床边，心痛地看着她爱了6年的丈夫趴在她的身边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哭声震天，哀戚笼罩。来人，把这些给皇后接生的稳婆和医女拉出去，统统处死！叶荣轩，不要杀人，与他们无关。早已经在外面的御林军把吓得6神无主的稳婆和侍女一个个推出去，一刀一个，干脆利落。死亡气息笼罩着整个凤仪宫，血腥味弥漫。晏殊看着这血腥的一幕，无数次想过去阻止，自己现在只是一缕魂魄。李亚，皇上下旨昭告天下，皇后崩逝，一尸两命，真心哀痛，举国哀悼3月，任何人不得婚嫁享乐。是。叶荣轩并退左右，独自走进内殿。晏殊，你终于死了！你终于死了！晏殊一怔，蓦地停止了漂移的动作，注视着叶荣轩的眼神。贱人，朕早就想让你死了，容你活到现在，你该感谢朕的仁慈。贱女人！人前尊贵端方的天子，此时像是突然间发了狂，一个又一个耳光疯狂地扇在已经过世的女子脸上。你真以为朕一心爱你啊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要不是看在你手里的兵权，要不是需要你大哥的帮助，朕连多看你一眼都嫌晦气。明明是个不受宠的嫡女，凭什么这么强势，处处高人一等？你知不知道，朕早就厌恶了你的高高在上，贱女人！朕恨你，朕恨你！6年2000多个日子，朕每天都恨不得你去死。晏殊浑身发冷，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这个忽然发疯的男子。贱女人，朕恨你，朕恨你！叶荣轩一遍遍怒吼着：朕恨你，你这个贱女人！真是老天有眼，你终于死了。话音落下，一个红衣女子忽然出现在寝宫外。晏殊目光移过去，才发现她手里还牵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，缓缓跨进殿门。护国公府晏家次女晏雪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晏殊目光落在那孩子脸上，跟叶荣轩相似的轮廓，几乎如出一辙的眉眼。皇上，我把燕儿带来了，她想见皇上。你怎么现在过来了？万一被人发现？皇上不用担心，燕凌风被父亲困在家里，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姐姐走了，我何该来送她一程？晏殊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一幕，此时此刻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父皇，燕儿想你了。父皇也想你了。皇上，这些年委屈你们母子了，如今晏殊死了，朕以后再也不必看他的脸色，没人能够干涉朕的后宫。待过些日子时机成熟，朕就把你们接进宫来，给你和燕儿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皇上高兴吗？自然是高兴的。皇上顺利拿到令符，稳固了地位，铲除了燕凌风和晏殊兄妹，心愿达成，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晏殊已死，有兵权在手，有父亲帮忙笼络朝臣，皇上再也不用担心地位不稳了。但还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至少要让以前听命晏殊的那些人相信他是真的死于难产，而不是我们动了手脚，否则还是会有很多的麻烦。晏殊眼底浮现恨意，这对贪婪自私、虚伪狠毒的狗男女。
皇上，我想当贵妃，皇上能答应我吗？当然，贵妃之位非你莫属。雪儿，只是朕没办法给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皇上，此次多亏了吏部、户部两位尚书和长公主府，皇上才能这么快除掉晏殊兄妹。且3位姐姐都已经等了皇上4年，妾身不会贪心的。晏殊闭了闭眼，心头无比悲凉。3位姐姐等了4年，那个口口声声说只爱他一个人的皇帝，实则早在4年前就跟晏雪搞在了一起。晏殊讽刺地笑了笑。晏殊望着相携而出的2人，心里担忧，想去家里看看。正要跨出殿门之际，却忽然被一阵劲风卷起，整个人无法克制的被卷入一个漩涡之中。晏殊睁开眼，额头冷汗涔涔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做噩梦了。凤仪宫里灯火通明，晏殊斜卧在凤榻上，恍惚望着眼前富丽堂皇的宫殿。噩梦是噩梦吗？娘娘别担心，噩梦都是反的。打今儿起，娘娘就是后宫唯一的主子。半个时辰前，皇上毫不留情地驳回了大臣们选秀的请求，义正言辞地表示后宫只有娘娘一人，绝不会纳其他女子入后宫。皇上果然重承诺，对娘娘一片情深意重。青芷，娘娘是不是累了？要早些洗漱休息吗？不要。晏殊从凤榻上坐起身。你方才说有大臣请求选秀。是啊，那些大人真是迫不及待想要把女儿送进宫呢。不过娘娘不必担心，林公公说皇上已经回绝了他们，让娘娘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晏殊没说话，闭眼靠在榻上，回想着方才那真实而可怕的梦境。真的是梦，还是他重新活过来了？他这是回到了4年前，皇上刚登基的第1个月，封后大典刚结束的当日。这一事他偏偏要放在心上。去告诉李英，就说本宫贤惠大度，要为皇上广纳后宫，开枝散叶。娘娘，你说什么？不必问太多，照做。奴婢这就去。晏殊独自站在窗前，负我者千刀万剐，万箭穿心。聂荣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容仪，一道黑衣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，单膝跪地，头垂得极低。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护国公府以及平阳长公主府，我要他们所有的罪证。是。黑衣身影鬼魅般消失在眼前，风吹树梢，阳光明媚。晏殊眯了眯眼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呢。舒儿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舒儿，你生气了？选秀的建议是大臣们提的，朕没答应。真的，你相信朕？朕真的没答应他们。晏殊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打得他脸一偏，空气僵滞片刻。皇上紧张什么？我又没说不信你。舒儿，此事真的不怪朕，都是那群老顽固啊，非得说什么子嗣传承不容疏忽，朕应该为皇族开枝散叶，尽早重迎后宫才是大事，朕都要被他们烦死了。晏殊闭了闭眼，手里握着这么多筹码，前世他到底是有多蠢，才会被叶荣轩这个阴险狡诈的东西算计得一尸两命。舒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太高兴似的。皇上爱我吗？朕最爱舒儿了，这还需要问吗？那皇上是否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？当然，舒儿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晏殊抬手，又是一个巴掌扇在了他脸上。青雉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退后2步。我的祖宗啊，您在干什么？他居然在新婚之日，封后大典当天，接连打了皇上2个耳光。舒儿，皇上爱我，所以应该不介意我有一点小脾气吧？本宫今天心情不好。为何心情不好啊？可能是因为封后大典太累，皇上给我捏捏腿可以吗？叶荣轩一怔，当然。跪着捏。什么？舒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皇上不是说爱我吗？就算皇上爱你，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折损他的尊严呢。万一皇上记恨怎么办？娘娘，皇上今天也很累，大典结束之后，皇上还要应付朝臣。所以在皇上心里我并不重要。怎么会？你们都退下。晏殊没说话，宫人们低眉垂眼地退了出去，只剩下林英和青枝2人。今天辛苦了。双手恰到好处地给晏殊捏着腿。大臣们的话不用放在心上，朕的心里只有舒儿一人，永远都是。皇上，如果我要你的皇位，你会给我吗？舒儿，我说，如果我要你的皇位，皇上给还是不给？叶荣轩不自在地笑了笑，心里明明已怒到了极致，却只当他在说笑。只要舒儿想要的，朕都给。皇位算什么呀？既然如此，还请皇上记着自己所说的话，等失去皇位那日，千万别歇斯底里的发疯才好。舒儿今日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确实是有点累了。7年识人不清，最终落得惨死，怎么能不累呢？今天是我成为皇后的第1天，我想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喜悦之情。你要出宫？不，让妹妹进宫一趟吧。
叶荣轩听到这句话，心里忽然生出了一股不祥。眼下天色已黑，不如等到明日。就今晚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我要见到他。叶荣轩眼底色泽晦暗，缓缓点头。好，朕这就下旨。不用麻烦皇上，本宫一刀一指，还怕招不来他？扇他耳光，命他下跪，根本不是他一贯的作风。难道他真以为自己做了皇后就能天下无敌，可以把一国之君也踩在脚底下？皇上怎么了？晏殊抬脚踢了踢他，生气了？怎么会呢？皇上早一些回宫休息去吧。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今晚我要与妹妹彻夜长谈，皇上留在这里不合适。叶荣轩嘴角抿了抿，几乎可以确定晏殊心里定是有事。3天之后，我负责给皇上选秀，皇上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，不妨与我说一说。我喜欢舒儿这样的。舒儿能够找到和你一模一样的女子吗？皇上最擅长说甜言蜜语，可我总怀疑过度的甜蜜之下，会不会包裹着见血封喉的毒药？叶荣轩心头一冷，眼底猝然划过了一抹慌乱。舒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啊？没有。他以一身两面为代价，才发现他的真面目罢了。舒儿最是聪明，自然知道我的温柔是真是假，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试图理解我们的关系。朕若查出了是谁，让妹妹进宫吧。户部尚书家的嫡女也不错，性子温婉，才情过人。那她入宫可以更快地收服户部尚书，让她为皇上所用。叶荣轩面沉如水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看什么？皇上如今地位不稳，不抓紧时间拉拢户部、吏部和各大朝臣的势力，指望着哪天被旁人夺去了皇位？舒儿还是这般脾气啊，每每让朕对你又爱又无奈啊。晏殊眼底划过了一抹寒色。只是吏部和户部，朕可以理解。护国公府不是已经有了你吗？为什么还要让晏雪进宫啊？因为我们姐妹情深。晏殊淡漠一笑，意味深长。我有的，她必须也得有。天色将黑之际，皇后懿旨抵达护国公府。皇后召见，这么晚了，她召雪儿进宫干什么？封后大典持续了几乎1整天，好不容易结束，她不累吗？晏雪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小腹，心头浮现了不安之色。可能是皇上的意思。国公大人，二姑娘还请快些准备，可别让皇后娘娘久等了。请公公稍等，我回房换件衣服。皇后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回国公爷，皇后娘娘眼下尚未休息。她召雪儿进宫做什么？国公大人恕罪，奴才也不知皇后娘娘的用意。袁氏神色阴冷，晏殊那个小贱人，这个时辰召晏雪进宫是什么意思？皇上不在凤仪宫，在呢。走吧，我早点回来，爹娘不用担心。此时坐在马车上，晏雪却不由攥紧了手里的帕子，想到他跟晏殊恶劣的关系，忍不住开始提心吊胆。晏殊，还真以为皇上爱你爱得死去活来，等到你失去利用价值的那一天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我是凤仪宫的严嬷嬷，奉皇后之命，在此等候燕二姑娘。严嬷嬷人如其名，看起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厉。那就麻烦嬷嬷了。嬷嬷没说什么，转身领路。今日是姐姐封后大典，也是皇上和姐姐的新婚之日。作为妹妹，我很高兴，姐姐今天应该也很高兴吧？进了皇宫，不能再称姐姐，要叫皇后娘娘。好，多谢严嬷嬷提醒。皇后娘娘心情如何，不是我等奴才可以随意揣测的。稍后进了凤仪宫，燕二姑娘定要记得自己是臣女的身份，该怎么行礼就怎么行礼，万不可仗着姐妹关系乱了规矩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燕二姑娘，到了皇后娘娘的宫里，你应该低着头以示恭敬。哦，是我失态，请嬷嬷海涵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燕二姑娘来了。皇上还没走，晏雪精神一振，连忙抬头看去。下一瞬，晏雪表情蓦地僵在了脸上。堂堂一国之君，晏殊竟如此折辱她。姐姐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您怎么能让皇上？燕二姑娘，见着皇上和皇后娘娘，应该行礼。方才在路上，老奴不是已经教了你？皇上，晏殊目光清冷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妹妹晏雪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姐姐。燕二姑娘，臣女晏雪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免。晏雪，本宫有意让你进宫伺候皇上，你应该没有意见。进宫？晏雪脸色一变，下意识地看向皇帝。这是皇上的意思吗？非得皇上让你进宫，你才愿意？妹妹不敢。
妹妹只是不敢跟皇后姐姐争宠。你想多了，本宫不怕你争，你能争得走的，一定是本宫不稀罕的。舒儿，朕觉得选秀之事不着急，容朕考虑一下，如何？不用考虑，我还能害他不成？姐姐的意思是让我入宫为妃？想得太美，刚入宫时封你个昭仪做做就不错了，但有了身孕才能晋升。有了身孕，叶荣轩心里一紧，有姐姐在，除非你能得到皇上的宠爱，才有可能破格晋升。皇上觉得燕雪有机会晋升为妃吗？舒儿，朕实在是看不懂你啊。是吗？明明我们之前互相承诺过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怎么突然间如此坚决的想让朕冲迎后宫呢？此一时彼一时，一国之君不能只顾儿女私情，冲迎后宫也是为了替皇上稳固朝堂势力，能更快地掌握大权在手。况且皇上需要开枝散叶。叶荣轩盯着他平静的脸，总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真心。天色不早了，皇上先回去吧，我和妹妹说一说知心话。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舒儿，难道你要让姐妹情深破坏我们的夫妻之情吗？这个问题方才我们已经讨论过，皇上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。叶荣轩心里无法克制地生出怒气。那你们好好聊聊，朕先去御书房处理奏折。叶荣轩很快摆驾去御书房，经过燕雪身边时，极快地给了她一个眼神，随即举步离去。燕雪眉头拧紧，搞不懂燕叔在玩什么把戏。严嬷嬷，燕雪即将入宫做秀女，你今晚负责教她规矩。是。大姐。严嬷嬷走过去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光。燕雪吃疼，不敢置信地捂着脸。燕二姑娘，在这凤仪宫中，只有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，没有你的大姐，请你现在正式跟皇后娘娘行礼。大姐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不能……燕雪大怒，猛地站起身。你这个贱奴！严嬷嬷一脚踹下了她的膝窝，剧痛之下。燕雪，既然要入宫，规矩肯定是得学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把自己当作新入宫的秀女，而不是本宫的妹妹。大姐就不担心父亲生气吗？姐姐刚坐上后位，根基未稳，还需要靠着父亲的支持才能坐稳这个位置。若父亲知道我们姐妹不和，一定不会高兴。妹妹真是不懂规矩。晏殊缓缓站起身，到了这宫里，生死已由不得，搬出谁都是无济于事。说罢，他起身往内殿走去。青雉，本宫要沐浴。是。青雉连忙吩咐下去。浴池里花瓣都放好了吗？皇后娘娘要沐浴，把衣裳、浴香、毛巾都准备好。是。宫女们齐齐应下，跟随皇后娘娘而去，独留燕雪一个人孤零零跪在冰冷的宫砖地面上。请燕姑娘脊背挺直，跪正。宫里的规矩，坐有坐姿，跪有跪姿，站有站姿，丝毫不容疏忽。燕二姑娘今晚先学跪姿，什么时候学得合格了，什么时候才可以站起来。你只是宫里的一个嬷嬷，说到底不就是个奴才吗？你知道这么对我，以后会有什么下场吗？威胁我。巨大的力道之下，燕雪猝不及防摔倒在地，脑袋重重磕在地上，一缕鲜血从额角缓缓渗出淌下。燕二姑娘今晚若想多受皮肉之痛，就继续负隅顽抗。我也很想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。燕雪轻轻吸着气，眼眶已经发红，雾气朦胧，清香暗抚，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肌肤。晏殊合眼靠在池壁，恨意如针扎。晏殊缓缓睁开眼，眼底一片平静凉薄。这一世别怪他心狠手辣。青雉，娘娘，奴婢在呢。稍后传令下去，3日之后给皇上选秀。朝中6品以上官员，家中有适龄的女儿，全部都进宫参加选秀。娘娘要秀女们的画像吗？不用，选秀流程一切从简，本宫亲自挑选。是。时间仓促，先选京中贵女，半年之后再从天下各地挑选秀女入宫，务必让皇上体会3宫6院72妃的快乐。青雉恭敬的应下。娘娘是觉得皇上已经靠不住了吗？可若是皇上靠不住，选那么多女子进宫，娘娘以后又该如何自处？晏殊脸眸撩着池水，既然感情不能相信，那他从此就摒弃7情6欲，只把那万人追逐的权力握在手里。沐浴结束之后，擦身披衣，梳顺一头乌发，传御林军统领。是。晏殊抬脚走出御殿，正殿内，燕雪端正跪直着身体，脸色惨白。卑职燕凌风求见皇后娘娘。燕雪一惊，正要回头去看，不许动。燕雪顿时僵住，该死的贱奴，她一定会记着今晚所受的屈辱。进来，本宫今晚安排嬷嬷教燕雪规矩，为她进宫选秀做准备。
凤仪宫外守得严一些，不许闲杂人等靠近。本宫今晚任何人都不见。燕凌风闻言，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燕雪，谨遵皇后娘娘懿旨。说完这句话，燕凌风告退离去。夜深人静，天地万物仿佛都已陷入了沉睡，御书房里却是一片灯火通明。林英，奴才在。燕雪离开凤仪宫了？听说还没有。你去看看情况。是皇上，燕儿姑娘还在凤仪宫。她今晚真的要留下来？皇后娘娘命人教规矩呢。教规矩？叶荣轩一惊，教什么规矩？凤仪宫的严嬷嬷说，燕儿姑娘是内定的秀女人选，必须先学几天规矩，才有资格侍寝。皇后娘娘今儿个不知是怎么了，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叶荣轩脸色难看，内定的秀女人选，朕去看看。然而当叶荣轩乘着玉辇抵达凤仪宫，开门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睡下了。开门！朕是皇帝，你们敢抗旨吗？宫人低头跪着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皇上，要不先回去吧，娘娘可能是累了。叶荣轩闭了闭眼，传燕凌风。皇上，卑职燕凌风参见皇上。凌风，卑职在。舒儿今晚不知为何心情不太好，朕猜测他可能是因为太累了，毕竟封后大典确实繁杂累人，可今晚也是朕和舒儿的新婚之夜，他把朕关在凤仪宫之外，是不是不太妥当啊？皇上和皇后娘娘的事情，卑职无权干涉。不是让你干涉，你替朕叩个门，说几句好话就行。你们兄妹感情一向不错，卑职无能为力。方才皇后娘娘命人传旨，今晚不许任何人打扰她休息，否则一律按抗旨罪论处。抗旨之罪？朕并未下旨，哪来的抗旨之罪啊？皇上，懿旨也是旨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朕是他的夫君啊，哪有新婚之夜把夫君关在门外的道理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夫妻之间的事，臣更无权干涉，还望皇上恕罪。叶荣轩攥紧手，不发一语地注视着他。既然皇后已经休息了，那就回去吧。宫人抬着玉辇原路返回，回到御前宫，叶荣轩阴沉着脸，哗啦啦挥手扫落了月案上所有的奏折和砚台笔墨，眼底似有一簇阴冷的火光跳动。燕雪在凤仪宫跪了一夜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回去好好准备，2日之后选秀的旨意会送到护国公府。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身，恕我抗旨不遵又如何？要不要听命进宫做秀女，她还需要回家问问父亲和母亲的意见。臣女告退。多谢皇后娘娘一夜教导，多谢严嬷嬷费心提点。燕雪脚步迟缓，带着自己的2个贴身婢女往宫门方向一步步走去。燕叔，你自以为成了皇后，想要整治谁就整治谁，等你知道皇上根本不是真心爱你，看你还能如何嚣张。燕雪心里诅咒般想着。左右护军营去教场例行训练，前后营换职，中营巡逻替补。得令。燕雪听到身后冷峻摄人的声音，朱唇紧紧抿起。燕凌风，燕叔，你敢这样对我，我就让父亲加倍还在你大哥身上，看谁熬得过谁。护国公府主院里，从燕雪随着太监进宫开始，云氏就未曾合眼。你一夜没睡啊？我担心雪儿。宫里有皇上在，怕什么呀？况且燕叔昨日才封了皇后，总要表现得贤惠宽容一些，免得落人口舌，不会对燕雪怎么样的。稍后入了宫，你好好打听。二小姐回来了，国公大人，夫人，二小姐回来了。雪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母亲，是不是那个贱人欺负你了？有话就说，哭什么？燕叔欺负你了？姐姐说要教我规矩。那个贱人，我就知道。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。燕叔已是宫中皇后，身份尊贵，护国公府则是臣子，在他面前须得谨守尊卑身份，私底下编排皇后会被治以大不敬之罪。那个小贱人仗着身份欺负燕雪，辱骂皇后更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夫人是想被处以极刑。你放肆！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？我只有一位母亲，已经故去多年。滚去祠堂！燕凌风跨进了大门，头也不回的举步离开。燕凌风，真以为你有骨气就能在这个家里做主？想护着你那个浑身腻骨的妹妹，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累了就先回去洗个澡，早些休息。我去上朝，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燕雪乖巧点头。老爷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雪儿。护国公点头，回屋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。母亲，燕叔想要让我进宫做秀女，我该怎么办？秀女？他不是一直想让皇上空置后宫吗？怎么突然间改变了主意？女儿不知道，他一定会报复我的。昨晚他让嬷嬷教我规矩，还说是为了以后进宫做准备。那个嬷嬷严厉得很，昨晚硬生生让我在凤仪宫跪了一夜，
母亲，我的腿都快跪断了。那个小贱人，真是狠毒的心肠。母亲，我们怎么办？如果我真的进了宫，他会不会每天都折磨我？别怕，你先去休息，稍后我进宫问问，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他欺负你。云氏给女儿安排好了一切，嬷嬷伺候着她换上了一身隆重正式的命妇朝服。云氏看着镜子里雍容华贵的妇人，进宫。云氏求见时，晏殊已经梳妆完毕，阅览着秀女的名册，对着名册看了好一会儿。护国公夫人求见，是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一身华服的云氏很快跨进了殿门。臣妇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。国公夫人见着皇后娘娘是要下跪的。我是国公夫人，还是皇后的母亲？本宫的母亲已经过世多年，别乱攀关系。冷嬷嬷，她若不跪，就让她出去。请夫人给皇后娘娘跪下，否则就出去。我是一品诰命，见皇后无需行权礼。夫人大概是理解错了一些事情。诰命夫人面见皇后，按照规矩同样要行跪礼，只是皇后娘娘为显示对命妇的尊重，通常会免除命妇的礼节。然而国公夫人今日态度如此傲慢，浑然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，显然是不值得皇后尊重的。晏殊前日还是我的女儿，今日就要逼母亲下跪，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前日尚未举行登基大典，皇后娘娘确实是护国公府嫡长女，算是夫人的晚辈。但昨日封后大典之后，皇后娘娘便是一国之母，在这里没有长辈晚辈，只有皇后和命妇。国公夫人既知自己是一品诰命，竟连规矩都不懂。晏殊似乎并不在意她跪不跪，注意力全程落在了秀女名册上。民妇云氏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不是不愿意跪吗？本宫现在是皇后，执掌天下人生杀大权。一个国公夫人还想在本宫面前逞威风？执掌生杀大权的是皇上，你只是皇后。夫妻本为一体，皇上曾承诺爱我一生一世，本宫相信生杀大权掌握在本宫手里和皇上手里是一样的。云氏攥紧了手，掌生杀大权的是皇上，可以拥三宫后院的也是皇上。倘若一样，岂不是说皇后也可以三宫六院？若本宫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利，天下美男子尽归我挑选，三宫六院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云氏震惊地盯着他，不敢相信他居然会说出如此悖逆惊人的话来。燕凌风一早下旨回去，因为顶撞长辈，被你父亲罚去了祠堂。你如今是中宫皇后，老爷动你不得，但你该知道。来人！外面一名小太监疾步而入。皇后娘娘，传本宫懿旨，召御林军统领燕凌风进宫议事，命他立刻前来，不得延误。你国公夫人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晏殊，你别忘了你是谁的女儿，燕凌风又是谁的儿子？你今日召他进宫，明日召他进宫，难不成还能日日召他进宫？只要待在燕家一天，护国公作为父亲就可以以任何理由惩罚这个逆子。本宫不必日日召他进宫，2日后燕雪就会选秀入宫。父亲罚大哥跪1日，本宫就罚燕雪跪2日。父亲若是对大哥动用家法，本宫就让燕雪好好感受一下宫里的刑罚，看谁最先受不住了。你为什么要燕雪进宫？本宫疼她，想让她进宫陪着。夫人可有什么不满？燕雪是她的女儿，这小贱人凭什么做主她的命运？燕雪不想进宫，此事由不得她。她这个年纪如果不想进宫，就该考虑嫁人。不知你想把她嫁给谁呢？还在议亲中。不想进宫也可以，本宫这就为她指婚，就赐给武王如何？武王生性残暴，夫人还请慎言。你是想说皇后娘娘故意虐待自己的妹妹吗？难道不是？是又如何？本宫现在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燕雪的命运掌握在本宫手里。晏殊猛地从地上站起，你有什么事儿冲着我来，别为难燕雪。冲着你来？老嬷嬷，那就先赏她10耳光。是。一脚把云氏踹倒在地，抬手就朝他的脸上扇去。冷嬷嬷停手，站到一旁。云氏一张脸已经高高肿起，青紫可怖，整个人表情僵滞，呆如木鸡。还要吗？若觉得不够，冷嬷嬷可以再辛苦一下，不过打得多了难免手疼。嬷嬷稍后去挑一件趁手的刑具。是。云氏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晏殊，目光里浮现尖锐暴怒的光芒，像是恨不得扑上去把他咬死一般。晏殊，别忘了你是晏家的女儿，你这般作为传出去还能博得祥惠名声。若大臣们知道堂堂皇后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妹妹，定会觉得皇后薄情寡义，目无孝道，他们会去皇上面前弹劾，到时为
为难的人只会是皇上。晏殊嘴角掠过了一抹细不可察的嘲弄。皇上是一国之君，掌天下生杀大权，谁敢不从？尽管杀了便是了。一国之君也不能滥杀无辜。皇后娘娘是想要皇上做个昏君吗？皇上驾到！云氏精神一振，蓦然转头看向了殿外。舒儿，叶荣轩跨门而入，正要说话，猝不及防看见了跪在地上的云氏。你国公夫人，臣妇参见皇上。夫人的脸怎么了？皇上，国公夫人对皇后娘娘不敬，奴婢正以公规教训她。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奴婢，竟然敢教训国公夫人！你不知道夫人是皇后的母亲吗？冷嬷嬷跪下请罪。来人，把冷嬷嬷拖出去，杖打30。皇上，教训国公夫人是本宫的意思。舒儿，所以皇上要把本宫也拖出去，杖打30。舒儿，国公夫人毕竟是长辈，朕相信舒儿一定是为了维护下人，才故意把这个罪名揽在自己身上的。但是皇上想多了，确实是本宫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方才冷嬷嬷不是说了，国公夫人对本宫不敬，一进来就指着本宫的鼻子吗？若不是看在她是长辈的份上，就不仅是几个耳光这样的轻责。皇上应该知道，对君王和皇后不敬应该处以什么样的责罚，乱棍打死都在情理之中。皇上，臣妇只是不解，昨晚皇后娘娘下旨让晏雪进宫陪她说话，臣妇以为1个时辰就可以回家，岂料晏雪一直在宫中待到早上才回去。回去之后，晏雪脸色惨白，双腿红肿，分明是在宫里跪了一夜。臣妇只是想问问，雪儿娇弱无力，她犯了什么错？皇后要如此刁难折磨于她？求皇上给晏雪一个公道，给臣妇一个公道。国公夫人毕竟是长辈，不如先让她起来说话。本宫一直以为君臣尊卑应该放在长幼之前，国公夫人虽是长辈，可是在本宫面前也是臣妇，皇上难道要亲自破坏这个规矩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可以让她先起来，但是夫人必须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明白在皇后面前大呼小叫是应该受到责罚的。她不该仗着自己是皇帝岳母就以为自己拥有特权，不能仗着父亲握有兵权就嚣张跋扈。嚣张跋扈的分明是皇后。夫人这是与本宫顶嘴。晏雪昨晚真的在宫里跪了一夜吗？应该是吧，本宫让严嬷嬷负责教她规矩，规矩没有学好，肯定是遭一些罪的，不然以后进宫该怎么侍寝呢？你放着她被严嬷嬷教训，自己跑去睡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就是故意针对她是不是？放肆！当着皇上的面还敢对娘娘大呼小叫，果然没一点规矩。皇上，这个刁奴竟敢对臣妇如此！夫人莫不是忘了，她是本宫的嬷嬷，难道夫人认为这宫里没有人能约束你的行为？行了，让夫人先回去吧。皇后贤惠大度，一定会给朕这个面子的，对吗？既然皇上开了口，本宫自然是会给面子。夫人还不谢过皇后恩典？谢皇后娘娘恩典，臣妇告退。回去让晏雪好好打扮打扮，2日后进宫参加选秀大典。晏雪身子不适，这是懿旨，夫人想抗旨吗？舒儿，此事已决，无可更改。皇上对本宫的心意，本宫感动在心里，但也因此更应该替皇上着想，选秀之事刻不容缓。真是冥顽不灵。皇上有意见？没意见。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舒儿全权负责了。国公夫人可以先回去，2日之后晏雪进宫参加选秀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，否则便是抗旨。臣妇知道。跪安吧，皇上今日没有奏折要批。朝中有丞相大人在，朕省心许多。丞相确实很厉害，皇上应该好好信任他。舒儿觉得朕能成为一个英明神武的天子吗？舒儿，怎么了？朕说错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能不能做一个英明神武的天子，皇上自己心中应该清楚才是。朕就是想听舒儿说。朝中势力错综复杂，皇上忘了此前争主时的艰难，各派大臣都有他们拥立的皇子，我们侥幸获胜，应该一步一步耐心筹谋，拉拢人心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朕现在就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，有丞相大人在，大臣们自然而然以他为首，连奏折都直接交给丞相阅览。丞相可以阅览奏折，但没有批复的权利，你不用担心他夺权。朕不是这个意思，舒儿你不懂。如今丞相把控大权，能呈到朕手里的奏折都是他过目过的，他觉得不需要批复或者不太要紧的折子就直接打了回去，朕连看都看不到。我知道了。那皇上、皇后娘娘，晏统领求见。他不是下旨回家去了？是我让人召他来的，我有一些事情要与大哥单独谈一谈。朕的不能听吗？不能，是晏家私事。
好吧。皇上去跟大臣们谈论政务吧，别整日待在本宫这里，让人以为皇上不务正业。叶荣轩沉默着，面上表情晦暗不明。好。走到宫门外，叶荣轩跟迎面而来的燕凌风正面遇上。卑职参见皇上。后宫之地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就算是亲兄妹也应该避嫌。卑职明白。卑职参见皇后。大哥不必多礼，所有人都出去。是。受伤没有？没。以后在那个家里，大哥不必再委曲求全了。不管父亲让你做什么，你都不必听他的。你是皇后，我若忤逆父亲，对你名声不好。我不需要名声，名声不能当饭吃。大哥，我要权力。妹妹，父亲不可靠，父君也不可靠。晏殊冷冷一笑，眼底是无尽的讽刺和冷漠。如果大哥在家不能反抗父亲，我在宫里就会束手束脚，会时刻担心大哥是不是又被父亲拿捏住，会受制于父亲跟云氏。妹妹最是聪明，不管我怎么做，妹妹都不可能受制于人。但是我明白妹妹的意思，妹妹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这几天我要替皇上选秀，事务繁忙，前朝的事情没有空去理会。大哥有空替我转告外祖父，丞相大权让他牢牢抓在手里。那些折子有想给皇上看的，就送几本给他批一批打发时间；没有必要给皇上看的，就不用送过去。妹妹这是要架空皇上的权力？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力，不算是架空。本宫只是想把曾经给他的东西收回来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配。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已经是我给他的恩典，他不能继续贪心了。我明白了。大哥，我跟叶荣轩已经成了亲，现在的身份是皇后，这个事实暂时无法改变。我没有兴趣换一个皇帝，因为那会很麻烦。所以如果我要让叶荣轩成为一个没有权力的傀儡皇帝，把大权握在我自己手里，大哥觉得如何呢？没问题。还是大哥最信我。妹妹想要什么尽管去做，我会做妹妹最坚强的后盾。不仅如此，我待在宫中，许多事情做起来并不是很顺畅，所以需要大哥为我打点外面。比如说今年的秋闱，我要选一批只听从我的人入朝。我会让外祖父留意。2日后选秀，我会选一批敌对的，还有一批可用之人。我会让皇上忙得不可开交，没空来我这儿。妹妹现在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确实没有感情，就算他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燕凌风眉头微皱，这么说来，妹妹想要独掌大权，目的并不是为了独占叶荣轩。不过她现在还不能死，她死了，大臣们就会立刻扶持新帝，本宫这个皇后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尴尬。皇后要替皇上选秀，这个消息一出，各大世家齐齐一惊。选秀？景王府里，那个女人又在打什么主意啊？不知道，不过皇上和皇后感情不是很好吗？大臣们还担心皇后独霸后宫呢，怎么会突然选秀？应该是为了给那个低贱的东西拉拢朝臣。王爷，皇上已经登基，大逆不道的话切不可以乱说，当心传出去惹下大祸。我们应该说皇后贤惠，懂得替大局着想。要不是国公府嫡长女一心扶持她，本王就算指着她的鼻子骂，她都不敢反驳一句。一个宫女生的贱种，曾经给他们几个皇子提鞋都不配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皇后现在一心一意为了皇上，我们还是应该谨慎一点。叶荣景起身走到了窗前，目光沉沉望着窗外，良久不发一语。先皇原地膝下皇子7人，先皇后嫡子凤王，贵妃之子武王，淑妃之子景王以及德妃之子成王，皆是皇位最有力的继承人之一。一个出身卑微、没有任何背景的庶皇子，靠着一个女人一跃成为了新帝继承人。景王脑海中浮现着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幕幕。去丞相府提亲一事办得如何了？丞相回绝了。下个月是护国公大寿，你去帮我准备一份厚礼，必须投其所好。是。平阳长公主府里，同样一片低气压弥漫。皇后要给皇上选秀，是她打的是什么主意？袁氏坐在一侧的椅子上，面色不悦。那小贱人一肚子阴谋诡计，定是没安好心。她现在是皇后，别一口一个小贱人，当心祸从口出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请长公主殿下帮忙。本宫现在哪有她威风？哼！堂堂中宫皇后，统摄后宫大权，外祖父是丞相，舅舅是大将军，这身份背景哪是本宫惹得起的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求到长公主这里。晏殊向来对晏雪恨之入骨，这还没入宫呢，雪儿就被他强迫跪在凤仪宫一夜。我实在不敢想象，以后雪儿进了宫，
晏殊会如何折磨他？云氏抬手摸着自己依旧肿痛的脸，恨不得把宫里那个小贱人千刀万剐。本宫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目的，贸然干涉只怕不太好。外面有人猜测他是想替皇上拉拢人心，依我看却不太像。怎么说？昨日进宫，我眼见着皇上和晏殊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融洽，以前两人几乎是如胶似漆，晏殊对皇上更是百依百顺，可昨日他的态度却很冷淡。封后大典刚刚结束，皇上应该没做什么惹他生气的事情。确实没做，所以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皇上看起来很不高兴，但晏殊一点都不顾及他的不高兴，跟往常贤惠温柔的样子判若两人。难道以前一直都是伪装？刚坐上后位就得意忘形，以后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只担心他报复雪儿。晏殊在家里一直把我们视为仇敌，恨不得早日脱离那个家，辅佐皇上。不过是因为皇上出身低微，无权无势，便于他控制。果然，一坐上后位就露出了狐狸尾巴。天下终究还是要皇上说了算。他今日如何嚣张跋扈，来日就会死得如何凄惨。那选秀一事，选秀那天，本宫会进宫去看着。我倒要问问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平阳长公主坐在椅子上，想着晏殊那个女人，心里嫉恨交加。原本她是扶持景王登基，景王甚至承诺，只要顺利夺得皇位，他的儿子就必定是御林军统领。除此之外，先帝对晏殊的过度偏宠，也是长公主嫉恨他的理由。谁不以为她是先帝的私生女儿？也有对此事并不热衷的人，比如丞相府的嫡孙女南哥。皇上登基之前，不是承诺只喜欢表姐一人，封后大典刚结束就选秀，皇上这是打算过河拆桥，还是背信弃义？丞相府嫡孙女南哥年方16，京中颇负盛名的才女。南夫人坐下来，语气温和：不是，听说选秀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不可能，表姐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情，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子共侍一夫？刚才你表哥过来传话，说让你如期进宫就行了，其他的不必理会。皇上和皇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宫里的事情我如何知道？你表哥只说让你祖父好好握着相权。我们妇道人家不懂朝政，但对于女儿家的心思还是能猜透一些的。皇后娘娘只怕要做一番大事，而这大事应该跟皇上无关。南哥心有所动，跟皇上无关，意思是皇后根本没跟皇上一条心。祖父让我进宫，不过进宫只是走个过场，皇后肯定是不会将你安排进后宫的。南哥若有所思的点头。昨晚上景王又来了，又是来提亲的。不必理他。哥儿，你的婚事着实让人发愁啊。有什么好愁的？我对嫁人没什么感觉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这样的身份足以配皇子，偏偏又不能配皇子。先帝都已经登基了，那几位皇子至今还不死心。今儿个这个来提亲，明儿个那个来提亲，不就是看中了祖父手里的权力？可这些为着权力而来的男人，我一个都看不上。南夫人闻言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母亲，我想去皇后娘娘身边做事。你要进宫？表姐是个女子，一个人待在宫里，行事难免不便。我想有个便宜的身份，能随时进出皇宫，这样一来就不用表哥帮忙传话了。表哥到底是男儿，不能经常出入后宫，况且有些事不方便让男人知道。可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皇后娘娘到底想做什么。不管她要做什么，有个帮手都是好的。我整日待在家里也是无聊，天天被人盯着提亲，不如去宫里帮她做点事情，也好歇了那些人的心思。这件事情我禀报给你祖父，问问他的意见。2日转眼即过，天还没亮，帝都符合条件的官员女儿就陆陆续续的抵达，依次站在宫门口等候。秀女们站了一阵，见一直没有人来，燕儿姑娘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不高兴吗？怎么会？林云珠面露深思，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还以为你怎么了呢？南姑娘身为丞相府嫡孙女，居然也逃不了选秀的命运。沈嘉欣转头看向了南哥，面上浮起了几分笑意，说出来的话却显然不怀好意。我猜南姑娘应该能被选进宫。为什么？封后大典刚结束，皇后就张罗着给皇上选秀，应该是为了树立一个贤良淑德的名声。沈嘉欣自以为看透了宫中的伎俩，语气颇为高傲。可皇后在宫中孤立无援，若以后别的女子得了宠，难免心有不安。
擅自揣测圣意是要被杖打的。沈嘉欣脸色一变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况且我也没揣测皇上的心思。夫妻本为一体，揣测皇后心思就是揣测皇上心思。沈姑娘是不是觉得皇后仁慈，不敢把你杖毙？沈嘉欣咬了咬牙，想反驳，却到底失了几分底气。不大一会儿，有位嬷嬷走过来。宫中规矩森严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吵架，不得发生冲突。若有违反者，一定按宫规处置。秀女们没说话，安静低眉。我姓季，你们可以叫我季嬷嬷。皇后娘娘安排我带你们去体元殿，请诸位跟我走吧。秀女们安静无声地跟在季嬷嬷身后。抵达体元殿，有几位嬷嬷候在那里，依着规矩给秀女们例行检查。检查到南阁时，嬷嬷对着她行了个礼。皇后娘娘有旨，南姑娘不用检查。南哥缓缓点头，表情极为平静。不用检查的意思就是不会进宫。今天过来确实只是凑个人数，最后还剩16名秀女被送到了凤仪宫，一组4人排成4排。第一组4人进殿，依次是南哥、林云珠、顾之意和杜玲珑。晏殊坐在凤椅上，平静地打量着进来的4个人，清冷容颜，波澜不惊。林家嫡女林云珠封为云妃，赐驻流云殿；顾家嫡女顾之意封为贵嫔，赐驻宝华殿。季嬷嬷恭敬应下，皇后有旨，林家嫡女林云珠封为云妃，赐驻流云宫；顾家嫡女顾之意封为贵嫔，赐驻宝华殿。谢皇后娘娘，臣女领旨。顾之意恭敬的谢恩，请云妃娘娘和贵嫔娘娘随老奴去验身。还要验身？刚才不是已经验过了吗？回云妃娘娘，方才只是检查身上有无瑕疵，现在要检查您是否完璧之身。这是宫中历来的规矩，并非针对哪一个人。林云珠脸色青白交错。是。李嬷嬷很快就把选中的2人带了出去。第2组进来的户部尚书之女沈嘉欣，护国公府次女晏雪，御史大夫之女吴芊芊，大理寺左侍丞相之女苏念。沈尚书嫡女沈嘉欣封为嘉妃，赐驻宝成殿；护国公府次女晏雪封为淑妃，赐驻锦乐宫。皇后娘娘旨意，沈尚书嫡女沈嘉欣封为嘉妃，赐驻宝成殿；护国公府次女晏雪封为淑妃，赐驻锦乐宫。沈嘉欣有些不满自己的分位没有晏雪高，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。臣女领旨，谢皇后娘娘。谢皇后娘娘。请淑妃娘娘和嘉妃娘娘随奴婢去验身。晏雪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，她一旦过去验身，即刻就会暴露自己非完璧之身的秘密。恰在此时，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这么快就来了，今日早朝无事可议。叶荣轩示意众人平身，走到晏殊的旁边坐了下来。最近都没什么大事，早早就退了朝，正好听说选秀已经进行到皇后这里了，朕就顺便过来凑个热闹。严嬷嬷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淑妃和嘉妃带去验身。奴婢遵旨，请2位娘娘随奴婢去隔壁偏殿。晏雪焦急地抬头看向叶荣轩，接触到晏雪的求救眼神，她顿时明白了什么。淑儿，皇上想说什么？在场的秀女，皇上可有特别中意的？听皇后的意见，只是验身。验身有什么不妥吗？不是，朕听说方才在体元殿已经验过身了，怎么还要验？皇上说笑了，选秀之前的验身只是查验秀女们身上是否有胎记、斑点、疤痕，身体有没有缺陷。这次验身是为了验完璧之身。这次选秀稍微特殊一些，进宫的都是朝中重臣的女儿，这一步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难堪，不如就此省过。不能省，进宫伺候皇上的女子必须是要是清白之身，万一有人破坏了规矩，只怕怎么会呢？今日在场的哪个不是清清白白的世家闺秀？他们的父亲皆是朝中重臣，朕不想让他们难看。晏殊一瞬不瞬地盯着他。淑儿，这是皇族先祖制定的规矩，皇上要带头打破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不就得了？严嬷嬷，把他们都带去验身。是。晏雪表情越发焦急不安，频频看向叶荣轩。妹妹总是看皇上干什么？是想让皇上为你破一次规矩？我没有。谁要是再说废话，本宫就当成谁不洁。不洁之人进宫选秀，可知该当何罪？晏雪脸色煞白，其他秀女低垂着头，只有南哥安静地站在一旁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皇上和皇后。皇上今日看起来很是焦躁，到底怎么了？
没怎么。皇后要不要出去走走啊？还有2组秀女没见，季嬷嬷让他们进来。是。第3组秀女很快的进来，依礼拜见了皇上和皇后娘娘。这组不如由皇上亲自来选，皇上中意哪个就让哪个进宫。皇上。皇后娘娘，怎么回事？回禀皇后娘娘，燕二姑娘她……严嬷嬷有话但说无妨，皇上和皇后面前回话，岂能支支吾吾、遮遮掩掩？燕二姑娘并非完璧之身。你说什么？此言当真？老奴不敢撒谎。燕雪被人带了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我是冤枉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皇上，我是冤枉的。燕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从实招来？舒儿，此事应该存在着什么误会？燕雪是你的妹妹，是国公府的女儿，平日里连外男都无法轻易见到，怎么可能不是完璧之身呢？严嬷嬷，你说。回禀皇后娘娘，老奴检查得很仔细，燕二姑娘确实不是完璧之身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竟在皇后面前胡言乱语！叶荣轩走过去，抬脚就把他踹倒。说，谁让你陷害燕二姑娘的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明察，老奴万万不敢欺君罔上。燕二姑娘她确实……来人，把燕雪带出去，杖打20。舒儿，燕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无权对我动用私刑。带出去！严嬷嬷和季嬷嬷上前，一左一右拖着她往外走去。姐姐，大姐饶我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皇后娘娘，宫女和秀女齐齐跪在地上。舒儿，别这样，她是你妹妹，姐妹相残传出去会有损你名声的。我的名声重要还是皇族规矩重要？皇上知不知道什么叫秉公办事？若规矩可以如此践踏，敢问皇族的尊严要靠什么来维持？我知道皇上心软，所以得罪人的事情就由我来做。先斥责20，他若不如实招来，就再加20。叶荣轩攥紧手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殿外惨叫声响起，燕雪疼得不停呼叫：“皇上救我！皇上救我！皇上！”皇上坐下来吧，这组秀女还没有选，皇上可有中意的？叶荣轩僵滞如木雕，没有任何反应。皇上怎么了？舒儿，朕刚登基1个月，你也才坐上皇后之位，我们还在笼络人心的阶段呢，是不是该宽容温柔一些啊？皇上还年轻，本宫年纪也小，朝中元老大臣们手握大权，我们若太过温和，怎能镇得住那些老狐狸？可是，况且燕雪确实是犯了欺君之罪，我们若轻拿轻放，难免落人口舌，说皇上和本宫包庇自己的妹妹。本宫真不知道父亲和云氏是如何教导女儿的，堂堂护国公次女，竟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，简直是丢尽了本宫的脸面。此事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。皇后娘娘，20斥责已执行完毕，请皇后娘娘示下。燕雪有没有说跟她来往的男人是谁？未曾。那就再加20，继续打。是。严嬷嬷领命而去。皇后，今日选秀没必要见血吧？皇上心疼她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皇上心疼她。朕并非心疼燕雪，只是不想你太过心狠手辣。燕雪是你的妹妹，不是仇人，你真要如此不留情面吗？不留情面。晏殊沈笑眼底尽是冰冷技巧，想到早早被逼致死的母亲，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在那个家里受到的打压，晏殊眼底笑意越发冰冷，不过是一对狗男女罢了。舒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本来朕就不想选秀的，你非要坚持，这下倒好，弄得一个个跟惊弓之鸟似的。皇上这是在冤我？不是，朕只是不想要那么多妃子，有你一人足矣。选秀是为了充盈后宫，稳固皇上的地位，与儿女私情不可混为一谈。至于姐妹，不管本宫跟她是什么关系，都不是她与野男人私通的理由。何况欺君之罪不可恕。皇后，皇上，皇后娘娘。严嬷嬷再次匆匆跨进了殿门，扑通跪下。燕二姑娘她又怎么了？皇上失态了。朕只是担心闹出太大动静，护国公那里不好交代。父亲那里我去交代就成了。燕雪怎么了？燕二姑娘流血了，看症状像是小产。什么？殿上跪着的几人脸色刷白。小产？你这个刁奴简直胡言乱语！外面那个女子是燕家二姑娘，皇后娘娘的妹妹，你敢在这里妖言惑众，信口雌黄！来人，把这个刁奴带出去，乱杖打死！晏殊没说话，外面也没人进来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奴婢在宫里做事30余年，先帝时候就给秀女验身，绝不会弄错。燕二姑娘她真的小产了。所以嬷嬷的意思是说，燕雪此前有过身孕。是。叶
荣轩僵白着脸，眼神如淬了毒一般盯着严嬷嬷。他使唤不动凤仪宫的人，他堂堂一个天子，竟使唤不动凤仪宫的人。舒儿，若严嬷嬷所言属实，那么护国公夫人教女无方，才导致女儿做下如此败坏名节之事，理该追究护国公夫人的责任。晏殊脸眸喝茶，眉眼色泽如霜。只是舒儿，你刚被册封为皇后，这个时候若把事情闹大，不仅护国公面上无光，你这个皇后的声名也会受损。朕以为此事就悄悄的查，你以为如何？听皇上的。叶荣轩一愣，没料到这次他如此好说话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皇上一国之君，难道我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？既然皇上已经无心选秀，其他几位秀女就让他们回去吧。晏殊挥了挥手，似是有些疲惫。今日之事，任何人都不得宣扬出去。若让本宫知道谁碎嘴多舌，本宫就割了他的舌头。众家女子面色微白，低头齐到不敢。几位新妃都有了封号和宫殿，严嬷嬷各宫各殿的规制由你负责安排。奴婢遵旨。至于晏雪，先带回她的店里，请个太医仔细瞧一瞧。不过务必给本宫看好了，不许她踏出殿门一步。是。南哥留下来，其他人都退了吧。是。所有人都退了下去。叶荣轩平复着自己的情绪，安静地看着秀女们告退离开。舒儿辛苦了，朕为师想不到晏雪居然会是这样的女子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她？朕听舒儿的，晏雪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林一，册封的旨意尽快颁下去，别耽误了时辰。皇后娘娘的意思是用皇上的名义下旨？不然，今日给皇上选秀，选的是皇上的嫔妃，几位嫔妃的父亲也都是皇上将要拉拢之人，不用皇上的名义颁下旨，大臣们怎么会知道皇上想重用他们呢？是，奴才稍后就去拟旨。皇上日理万机，还是去处理朝政吧。我跟南哥说一说话。叶荣轩很想留下来听听他跟南哥说什么，他甚至想让南哥进后宫，让南哥和晏殊争宠，让他们反目成仇，看丞相到底是帮外孙女还是亲孙女。那舒儿跟南姑娘好生聊聊，朕晚点再来。晏殊淡淡嗯了一声，皇上终于带着他的贴身太监离开。表妹，坐吧。南哥在晏殊的下手坐了下来，轻质给他奉茶。南哥接过茶盏，礼貌地说了声谢谢。南姑娘不客气，这是奴婢该做的，奴婢先告退。皇后对皇上没有感情了吗？感情是什么？是能当饭吃，还是能保证一辈子荣华富贵，衣食无忧？南哥沉默抿唇。何况将感情寄托在一个薄情寡义之徒身上，那是愚蠢之人才会有的行为。南哥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你给我记好，虽然我跟皇上成了亲，现下是他的皇后，但这辈子我跟他是死敌，是仇人。他即便是坐上了这个皇位，也永远不可能拿到亲政大权。南哥站起身，屈膝行礼。我明白了，坐下。我有一个请求，说，我想做皇后娘娘身边的传旨女官。南哥跪下来，身姿稳如磐石。进宫之前，臣女就有这样的想法，还请皇后娘娘成全。起来说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这几日经常会有亲王去丞相府提亲，祖父回绝了好几次，可他们似乎听不懂话似的，很烦。那你心中可有中意之人？没有，我心目中的男子应该温文尔雅，有气度，有担当，尊重女子，有高雅的品德和让人舒适的性情。可是这种人好像是我幻想出来的，世间很难找到。确实难得。所以我不想成亲，不想嫁人，更不想听到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言论。讨厌他们以这个理由来抨击女子，觉得女子到了年龄不嫁人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似的。所以你就想进宫做女官？是，做了女官，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就能避免大半，也可以正式断绝亲王们求娶的希望。此事我可以答应，但需要你好好考虑清楚。你回去之后，先跟外祖父、外祖母和舅母好好商议，他们都同意了，本宫才能答应。晏殊望着眼前这个女子清丽沉静的眉眼，想着南哥从小到大的生活，嘴角扬起了夜抹笑意。歌儿是天下最高贵的女子，骄傲高洁如枝头梅花，这一生本该活得肆意洒脱。皇后娘娘才是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皇后打算怎么处置晏雪？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皇上的吧？晏雪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她自己心里清楚。至于如何处置，元宝，外面一个小太监匆匆走进来。皇后娘娘，传旨，护国公府次女晏雪由淑妃降为才人，卓养好伤之后，搬去宝成殿属殿居住，归沈家新管。奴才遵旨。这道旨意记得送去护国公府，让护国公和他的夫人听清楚。是。今天宫中不太平，你也早一些回去吧。若真决定进了宫做女官，就等这个月选一个良辰吉日，让舅母把你送起来。是。
臣女告退。秀女们离宫之后不久，叶荣轩果然匆匆而来。皇后，燕雪的封号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降了才人？晏殊皱眉，目光冷冽。皇上看起来很不高兴，朕只是顾及着护国公的名声。燕雪降为才人，难道不应该？她做出败坏门风之事，以不洁之身进宫选秀，更是欺君。皇上没有追究护国公的责任，已经是皇恩浩荡。皇上觉得她配得上淑妃的位分。可是，一旦燕雪欺君和不洁这件事传出去，你的名声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的。皇上到底是不敢得罪护国公，还是担心我名声受损？皇上身为一国之君，竟如此胆小如鼠。舒儿，你竟是如此看我，我明明是替你着想。我只是让元宝传旨降了燕雪的位分，而并没有将燕雪的事情泄露出去。皇上这下可放心了？一直没有给出降位分的理由。是啊，纵然我跟父亲关系恶化，形同仇敌，可他依旧是我的父亲。护国公府若闹出这样的丑闻，对我也是没有什么好处。叶荣轩沉默片刻，舒儿这样想才是对的。这样想是对的。燕雪身为护国公府次女，本宫1天之内先封她为淑妃，再降她为才人，传出去怕是会让人觉得本宫故意打压自己的妹妹。皇上既然觉得这样是对的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们甚至会认为本宫朝令夕改，毫无威信。难道这样就不会影响本宫的名声了？是朕考虑不周，舒儿别生气。本宫怎么能不生气？燕雪如此不知检点，不但跟野男人私通，肚子里竟然连野种都有。不知那个贱男人到底是谁？叶荣轩表情一僵，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攥紧。孬种，他若喜欢燕雪，直接上门提亲不行吗？名正言顺的将她娶回家里，生个10个8个的也是他们的权利。可如今这样没名没分就有了野种，传出去定然是身败名裂。燕雪下贱，那个男人也跟着下贱，果然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下贱东西。舒儿，你现在是皇后，说话别那么粗鲁。皇后怎么了？皇后不是人，没有7情6欲。朕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不是喜欢燕雪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舒儿，跪下！叶荣轩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我让你跪下，你没听见？侍礼殿内的宫人低眉垂眼，脸色发白。舒儿，叶荣轩！晏殊豁然起身。你敢不听我的话？舒儿别气，我跪还不行吗？说着一撩龙袍，还真的就跪了下来。宫女们无声地跟着跪下，一个个低眉垂眼。晏殊冷冷地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缓缓坐回了凤榻上。叶荣轩，你喜不喜欢燕雪？不喜欢，绝不喜欢。朕心里只有舒儿一人，从始至终这辈子都不会改变。那你为什么一直替他说话？朕没有替他说话，舒儿明鉴呢。叶荣轩举手发誓，朕是为了舒儿着想，不想让舒儿贤惠圣明的名声有损。是吗？晏殊眼神微和，眼前又浮现出前世难产而死的一幕。既然如此，燕雪就由你来处置。叶荣轩脸色一变，舒儿，你不愿意？不。晏殊眼神凌厉，你就是喜欢燕雪还不敢承认，说燕雪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不是你的？叶荣轩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懵了，晏殊就疯了似的站起身，朝着他脸上扇去。叶荣轩，你背叛我是不是？你喜欢燕雪是不是？你这个负心薄情的畜生！舒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我对舒儿的一片心意，苍天可见，日月可表。舒儿，你相信我，我求你一定相信我呀！你说的是真话？叶荣轩脸颊剧痛，此时却慌得连连点头。是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若有一句谎言，必遭天打雷劈。我且信你一次，但是如果你敢背叛我，叶荣轩，我会杀了你。叶荣轩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方才是我不好，荣轩，只要你不背叛我，我一定帮你坐稳地位，让满朝文武都听你的，罢了丞相的大权，夺了舅舅的兵符，把他们一家全部都赶出京城。舒儿，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丞相和大将军可是你的外祖父和舅舅。那又如何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皇上若想彻底掌权，就必须心狠手辣。叶荣轩看着脸上狠辣的表情，对权势的渴望足以抵消到任何屈辱和不满。舒儿说的对，给我捏腿。这句话瞬间把叶荣轩从幻想中拽回来。这条腿生的倒是美，可因为长在这毒妇身上，就让人忍不住想把它砍掉。叶荣轩想到来日的那个场景，眼底划过了一抹阴冷畅快之色。他一定要让晏殊也尝到各种痛快。皇上在想什么开心的事啊？想着洞房花烛夜，还是想左拥右抱美人江山？没，我是看着舒儿的腿生的美，欣赏的忘了形。是吗？不过说到洞房花烛夜，舒儿，我们至今还没洞房，今晚朕来凤仪宫就行吗？最近有一些不方便。不方便？怎么
癸水来了，皇上想浴血奋战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皇上不是刚封了几个妃子吗？皇上今晚去他们那儿走走吧。叶荣轩眉心皱起，没说话。皇上心里想拉拢谁家，就去谁家的宫里。沈嘉欣不错，我们先把财政大权握在手里，这样不管以后想做什么，银子上至少没有问题。不过舒儿放心，我不会真的和沈嘉欣有什么亲密的。在朕心里，他们只是朕拉拢朝臣的棋子，永远无法跟舒儿相提并论。你要是真敢碰他，当心我废了你。那朕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晏殊嗯了一声，叶荣轩很快转身离开。晏殊斜倚凤榻，极度吃醋。他倒是想得美。皇后娘娘，平阳长公主求见。让她进来。平阳长公主叶红强，先帝最宠的一个妹妹，美艳张扬。晏殊，平阳长公主站在眼前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长公主此言何意啊？你心知肚明，为什么把燕雪弄进宫？燕雪是你的什么人？内定的儿媳？放肆！既然不是内定的儿媳，你对她这么上心干嘛呀？平阳长公主自顾自地转身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你是皇后，无权做主皇上的事情。替皇上打理后宫是我这个皇后职责所在，充盈后宫，为皇族开枝散叶，更是我这个皇后应该做的事儿。放屁！你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只有你自己清楚。我打的什么主意？你把燕雪弄进宫，不就是为了报复她？你恨你的母亲云氏，所以想把她的女儿弄进宫拿捏着。长公主，别上来就一副万事通的语气。本宫想做什么，谁也阻止不了。你这云氏不是我的母亲，而是逼死我母亲的凶手，这一点还请长公主别弄错了。平阳长公主心头一悸，竟被她的气势压了一头。不过我可以满足长公主一些心愿。你那个儿子听说不喜欢读书，考取功名肯定是不行，练武倒是一把好手。平阳长公主脸色一变，你想把他弄去边关打仗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御林军还缺一个副统领。你说什么？御林军副统领的位子应该不算是委屈。你有这么好心？难道长公主的心里我就是一个恶毒之人？我对燕雪如何，那是因为他们先对我如何，我公平回报罢了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没有什么条件。本宫的大哥是御林军统领，本宫只是想让长公主站在我这一条船上，只要长公主不与本宫作对，本宫可保钟义安一生荣华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皇后提拔，本宫先告退。长公主慢走。晏殊重新在凤榻上坐了下来。9岁那年，先皇得知他在护国公府过得并不好，所有人都以为晏殊真的去了边关，可事实上晏殊却是悄无声息的进了皇族。先皇安排玄隐殿最厉害的影卫教他武功，5年间他什么都不用做，专心习用。他是玄隐殿里最锋利的一把利器，也是掌管大局的王者。这一世他需要的是权力，他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男人看看，摒弃了儿女私情，这天下究竟谁说了算？娘娘早点休息吧，今日遇到这么多糟心事，娘娘一定是累了。晏殊睁开了眼，你们先出去，一盏茶之后再进来。青雉动作微顿，转头示意宫女把热水端出去。容仪，一道黑影凭空出现在殿内，单膝跪下，眉目低垂，安排2个人今晚盯着宝成殿和锦乐宫。宝成殿是户部尚书之女沈嘉欣的寝宫，锦乐宫则是燕雪暂时的住处。是。把平阳长公主府嫡子钟义安的底查清楚。是。另外，晏殊闭上了眼，景王、武王、凤王那边也都盯好了。本宫不想出现超出掌控之外的变数。属下遵命。容隐恭敬应下，随即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眼前。护国公府1日之内接到了2份旨意，传旨太监听从林公公的吩咐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公公慢走。傍晚时分，燕雪因为顶撞皇后被降为才人。降为才人？不是封为淑妃吗？怎么会降为才人？你是不是传错了旨？没错的，这是皇后娘娘让咱家快马加鞭送过来的旨意，请国公大人和夫人接旨。接旨？他接个屁的旨！旨意咱家已经带到了，就不多留了。元宝朝护国公行了个礼，转身带着随行准备。等等，我有几句话想问问公公。国公大人想问什么尽管开口，咱家知无不言。今日选秀，燕雪有没有犯错？
不可饶恕的错。选秀时咱家一直待在外边，不太清楚详细的情况，不太清楚。那他为何会顶撞皇后？皇后没说。选秀的时候皇上在吗？给皇上选秀，皇上自然是在的。不过二姑娘有没有顶撞皇上，咱家也不得而知。今天选了几人入宫，你既然负责传旨，这个总该知道吧？皇上选了户部尚书家的嫡女，吏部尚书家的嫡女，兵部侍郎家的嫡女，还有护国公您的次女，就这4位。对，就这4位。不知出了什么状况，选秀进行到一半就停了。多谢元宝公公。不敢当。咱家这就去回去复旨了。国公大人请留步。我送。该死的晏殊，该死的小贱蹄子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想羞辱我们。护国公也是一脸阴沉之色，面无表情地转身进了府。国公爷对此就没什么想说的。这个忘恩负义、手段残忍的小贱蹄子，国公爷就任由他嚣张跋扈，欺负晏雪，把我们的脸面都踩在脚底下。妇人之言，以后最好改改你那个口无遮拦的毛病。若是当着外人的面辱骂皇后，就算皇上不治你的罪，早晚也会惹来祸端。难道我们以后就要任由他踩在头上？早知道会有今天，从小就应该把他沉塘溺毙。你个该死的小畜生！下个月是我50大寿，作为护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她就算贵为皇后，也没有理由不回来给她的父亲贺寿。国公爷的意思是，不管晏殊高不高兴回来，只要皇上来，她就一定会跟着回来。护国公眼底尽是算计。进了国公府，万事还能由着他。国公爷说的对，到时宾客云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一定不敢跟父亲撕破脸，否则只会让人觉得皇后不像一个连自己父亲都忤逆的女人，还有什么资格母仪天下？果然是国公爷，一出手就是致命7寸。你早些让人准备着，宾客名单需要好好斟酌，把丞相、太傅、几位老亲王、凤王、景王、武王他们都请过来，还有帝都勋贵之家、宗室世子，能请的都请过来。我倒要看看一个不孝顺的皇后会不会惹众怒。国公爷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晏殊，你无缘无故对付晏雪，父女不睦，姊妹不和，到时看你如何过得了国公府这一关。夜深人静，锦乐宫里灯火明亮，一声声痛苦的低吟回荡在殿内。宫女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，给他伤处上了药。还没出阁就有了身孕，且敢如此堂而皇之的进宫选秀，真不知道国公夫人怎么教养出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儿。晏雪身体僵在床上，身后一阵阵火烧火燎的剧痛，也比不上这句话带来的杀伤力。晏才人醒了，不许乱嚼舌根子。是赵嬷嬷。晏才人，太医方才来过了，他说你因为被责打导致小产，接下来需要好好调养身体。不过晏才人也真是，小产怎么能不跟皇后娘娘说一声？皇后娘娘仁慈，若早知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怎么也不会让你受到这般责罚。晏雪痛苦地蜷缩在床上，晏殊这个恶毒的贱人，他一定知道了什么，所以才故意让他进宫选秀。贱人，贱人，他跟他不共戴天。皇上驾到！宫女们不约而同地跪了下来，恭迎皇上驾到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晏才人娘娘小产了，需要好好调养，奴婢已经让人去煎了药。晏雪挣扎着从床上起身，眼眶发红，脸色惨白。皇上，趴着吧，不用起身行礼了。皇后宽容仁德，没有让你不吉的消息传出宫里。待伤好之后，你记得去皇后面前谢恩。臣妾遵旨。你们先出去，朕有几个问题要单独问问燕二姑娘。是，奴婢告退。伤得怎么样？要不要紧啊？皇上，皇上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叶荣轩坐在床沿，心疼且小心翼翼地把他拥入怀。对不起，都是朕没有，朕现在连保护你的能力都没有。不怪皇上，我明白皇上的难处。雪儿，对不起，朕现在还没有亲政，等朕手握大权，一定替你讨回这个公道。可是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孩子。等朕顺利掌权，晏殊被打入冷宫，朕一定名正言顺地扶你做皇后。到时候我们想要多少孩子都可以，朕还会把你生的孩子立为太子。雪儿，
朕此时心疼的就像被针扎一样。我不怪皇上，真的。这2天你好好养伤，晏殊对你敌意太大，脾气也不太好，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似的，我得好好哄着他。等丞相交出朝政大权，边关军队也由朕的人替代，晏殊和丞相一家死期就到了。皇上，晏殊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事情？他应该不知道。可是雪儿，你千万别说漏了嘴，朕现在还不能和他抗衡，我们必须得忍。就算他有点小脾气，我也可以应付，可一旦让他知道了我们的事情，他就不是小脾气了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皇上放心，我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朕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今晚朕去沈嘉欣的宫里坐坐。放心吧，朕只是去坐坐，明面上给户部尚书一个交代而已，不会碰他。多陪我一会儿不行吗？朕不能在这里待太长时间。晏殊不知道我来这里，他让我今晚去沈嘉欣那儿。我知道了，好好伺候淑妃。临走之前，叶荣轩警告殿内伺候的工人，燕二姑娘是皇后的妹妹，她们姐妹感情好不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听到没有？是，明明都已经被降为才人，还说理。就是啊，未婚有孕还敢进宫参加选秀，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3月初9，阳光明媚，天气晴好，皇上的心情却如笼罩了一层阴霾。从天没亮开始上朝，到天方大亮下朝，早朝上他殷勤的一遍遍问着今日有无要事，大臣们死了一样站在大殿上低眉垂眼不出声。叶荣轩忍不住问丞相：近来风调雨顺，各州各府勤政爱民，一切都正常。皇上登基乃先帝亲选，顺应天意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叶荣轩坐在龙椅上，看着这群言不由衷的大臣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退朝吧。恭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叶荣轩下朝回到了御书房，御案上寥寥几本奏折，他猛地一扫御案，都滚出去！工人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。御书房里很快只剩下皇帝一人。叶荣轩想到晏殊冷淡的态度，偶尔发疯似的狂躁。皇上，云妃娘娘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叶荣轩拿过御案上一本折子翻开。皇上万福。平身。多谢皇上，臣妾刚进宫，还有很多事情不太懂，想请教皇上。叶荣轩抬手朝他招了招，过来。林云珠心头一喜，走了过去。皇上日理万机，忙于朝政，一定很辛苦吧？不辛苦。叶荣轩伸手一带，就把他捞入了怀里。爱妃好香啊！皇上，皇后不会嫉妒臣妾争宠吗？你皇后娘娘驾到！一袭凤袍的晏殊出现在眼前，看着推攘的两人，晏殊眼神冷了冷。元妃看起来很是不错，一进宫来就得了皇上的宠爱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去外面跪着。林云珠乖乖的转身走了出去。舒儿，朕不知道他过来，朕方才一直在批折子，是他自己来的，朕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晏殊一个狠厉的巴掌扇了过去，力道大得惊人。皇上前几天还口口声声承诺说绝对不会碰他们，今日就敢公然在御书房中行苟且之事。叶荣轩没说话，嘴角一缕血丝渗出。朕跟他之间清清白白，没有任何苟且之事。皇上当我的眼睛是瞎的？流云殿待不住你们，非得来御书房。皇上是想把我这个皇后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吗？朕没有，朕已经说了，朕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他自己不告而来。况且后宫嫔妃都是皇后替朕选的，朕根本不想要那么多。这么说来，还是我的错了。我替皇上选秀充盈后宫，目的还不是为了拉拢朝臣，结果皇上就是这么看待我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叶荣轩一慌，舒儿，是朕的错，朕知道舒儿都是为了我。方才林云珠来这里，真不是我意思。不信舒儿去问他呀。他主动靠近我，我正要伸手把他推开，舒儿就进来了。舒儿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被跪在外面的凌云珠听得清清楚楚，方才坐在御案前批阅奏折的沉稳柔情似水，招他过去时的霸道，此时在皇后面前居然是这样一副敢做不敢当的懦夫。晏殊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。回你的流云殿跪抄佛经2个时辰。跪抄2个时辰的佛经？臣妾谨遵懿旨，臣妾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多谢皇后娘娘大恩，多谢皇后娘娘。说完慌忙起身离开。晏殊头也不回地离开御书房。叶荣轩盯着他的背影，垂在身侧的手一点点攥紧。晏殊，你真的是嚣张跋扈的过了分。你如此目无君上，真以为朕这辈子没有掌权之日吗？真以为朕掌权之位不会让你付出代价吗？帝王逆鳞不可触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为什么你就不能跟以前一样温柔似水，处处顺从呢？转身走到角落，抱起一个花瓶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
林英白着脸跪在地上。晏殊回到凤仪宫，转头望着这奢华富贵的宫殿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忽然感觉到了一种登高极寒的孤独感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冷嬷嬷带着人退了出去。容隐，黑衣身影凭空出现，单膝跪在眼前。晏殊目光落在他的头顶，眼底浮现了某种怀念的光泽。容隐才22岁，他们却朝夕相伴了9年。容隐，晏殊抬手慢慢的抚上他的头顶。本宫选择的这条路，你觉得对吗？主子的选择一定是对的，没有人可以阻挡主子的脚步。你说的对。骄傲而不屈的影卫之王，一旦择了愿意效忠的主子，必将自己身心全部奉上，哪怕白天不欢而散。晚间，叶荣轩还是来到了凤仪宫。皇上万安，娘娘正在沐浴。朕进去看看。皇后娘娘说不许打扰，请皇上恕罪。叶荣轩冷冷地看着他，转头看着天边月牙，他有些无奈的苦笑。皇后还在生朕的气，朕知道，不怪你。皇后娘娘以前脾气很好，近来不知怎么了，经常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你也不知道皇后为何不开心吗？奴婢猜测着，可能是因为出进宫，皇后娘娘没有安全感，娘娘一心扑在皇上身上，所以才总是患得患失。皇上不要跟皇后娘娘生气好不好？朕没有跟她生气，朕只是觉得舒儿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忍不住担心是不是有人在她面前挑拨离间。皇后娘娘心情不好，我们做奴婢的也总是担心。请旨，最近没有什么人接触皇后吧？没有啊，除了皇上之外，就只有晏家那位二姑娘，还有护国公夫人。不过护国公夫人每次见到皇后娘娘都没好脸色，冷嘲热讽都成了习惯了。叶荣轩缓缓点头。护国公夫人每次见到皇后都跟见到仇人似的，以前也是，主子在护国公府真是度日如年，爹不疼娘早逝，还有一个虐待她的继母。是朕没有做好，让她受委屈了。奴婢猜测着，皇后的暴躁脾气可能跟国公夫人有关。那天国公夫人进宫，曾威胁皇后娘娘，说大公子还住在国公府，皇后若敢不听话，大公子就会遭殃。奴婢觉得皇后好难。叶荣轩神色微变，想到云氏那个跋扈的样子，确实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老奴参见皇上，皇后娘娘已沐浴结束。叶荣轩回神，威严地看他一眼，抬脚往里走去。晏殊沐浴结束，半躺在床上，一头乌发披散下来。皇上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朕今晚想在皇后这里就寝。皇上，你应该去的是流云殿。舒儿气还没消吗？凌云珠因为你才受了罚，皇上不去安慰安慰他？叶荣轩有些拿不住，他到底是讽刺还是在真的让他去流云殿？我癸水还没走，皇上还是去安慰安慰凌云珠吧。该安抚的时候要安抚，只要皇上注意分寸就行。舒儿刚才不是还沐浴了吗？沐浴怎么了？本宫爱干净，每天晚上都要沐浴，皇上觉得不妥吗？叶荣轩忍不住怀疑晏殊是不是故意拿癸水当借口拒绝他接近。舒儿，朕总觉得我们之前出了问题。出了什么问题？封后大典之后你变了很多，朕很想知道真实原因。皇上觉得我脾气不好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这2天确实心情不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感觉有股暴力之气在身体里徘徊，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找太医诊脉了没有？不疼也不痒，太医又能怎么说呢？会不会是被人下了药？还是找太医过来看看吧。皇上先去流云殿吧，我睡一觉，明日一早找太医过来看一看。可是去吧，今天是我脾气不好，看到凌云珠往皇上怀里钻的那一瞬间，骤然失去了理智。还疼吗？不疼。那皇上怪我吗？不怪，舒儿打朕是因为吃醋，吃醋是因为在乎朕，朕高兴都来不及呢。皇上不怪我就好。那朕今晚可以？皇上不是要拉拢吏部尚书吗？这些经营朝堂多年的官员哪个不是老狐狸？若不让他们看到诚意，他们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改变态度。叶荣轩沉默不发一语。去凌云珠那儿吧，想让吏部尚书投诚，必须要让他看到皇上对凌云珠的宠爱，这些都是帝王权术，皇上得学着点。那朕就去安抚他一下吧。那我就不恭送皇上了。叶荣轩摸了摸他的头，转身离开。自古以来，从没有哪位皇后会因为吃醋就理所当然的朝皇帝甩巴掌。叶荣轩想到，就算去流云殿，也什么都不能做，心情越发的阴郁。一日，皇上命林英宣布免朝，大臣们待在偏殿等了半个时辰，听到今日免朝4个字，不由一愣。南丞相眉眼浮现了深思。丞相大人，可知发生了什么事？皇上的事情
本相怎么会知道？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林公公才是啊。本王也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会是刚选了几个秀女，皇上的精神不够用了吧？王怎么能够如此口无遮拦？本王说的不对，家中娇妻美妾好几房，也没见你们羞涩，怎么房内之事能做不能说？武王还谨慎言，对皇上不敬乃是大罪。他值得我恭敬吗？丢下这句话，他拂袖而去，根本不理会在场之人的反应。御前宫林英小心翼翼地给叶荣轩抹了药膏。大臣们都退了。是，皇上怎么不称病呢？这样不是更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？称病？如果他们借着探病的由头来面圣，朕见还是不见？奴才愚钝。林英，奴才在。你跟在朕身边也有1年多了。是。朕登基之前跟皇后来往不少，你也见过她不少次。你觉得皇后跟以前可有什么不同？奴才不敢妄议皇后娘娘。这里没有别人，朕又不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她。虽说朕爱她，宠着她，也能够忍受她一些小脾气，但皇后到底只是发一点小脾气，还是被人控制了情绪，才导致最近屡屡失控。朕必须得弄清楚。皇上还是怀疑皇后娘娘被人下了药。你什么想法？皇后对皇上的感情，奴才以前是看在眼里的，不似作假。叶荣轩点头。奉后大典之后，皇后娘娘脾气不好，可能是因为太累了。奴才以为皇后休息2日就会好转，而最近脾气暴躁，奴才猜想可能是因为癸水来了。癸水？是，奴才以前听说女子癸水来时会肚子痛，脾气暴躁，不知皇后娘娘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叶荣轩听他这番话，忍不住皱眉。你说的对，皇后以前很温柔的，不可能无缘无故变得暴躁。是，皇后娘娘以前一直宽容，不是个暴躁脾气。叶荣轩站起了身，匆匆往外走去。昭太医去凤仪宫。摆驾凤仪宫。晏殊正在用膳。皇上驾到。叶荣轩跨进了殿门，笑容如沐春风。舒儿，皇上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就算朝政不忙，这会儿应该也没有到下朝的时间吧？叶荣轩在他的身侧坐下来，命嬷嬷给他添双筷子。今日免朝，朕没去。为什么？朕脸上肿痕微消，让大臣们看着不太像话。况且上不上朝也没什么区别，每次问他们有没有事要走，一个个跟哑巴似的，不去吧。朝中大臣各为其主，虽然他们扶持的主子没能坐上皇位，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说断就能断的，皇上不用过于着急。叶荣轩攥紧手里的筷子，恨不得现在就把所有能用之人全部拉拢过来。比如户部尚书府的嫡子娶了七公主，七公主虽身份尊贵，可当初贵太妃为了拉拢他们，可是下了血本，直接让七公主下嫁。下嫁意味着什么？皇上不是不明白。难道一直这么下去？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我跟皇上一起去上朝，朝中文臣都要听丞相的，丞相是我的外祖父，我去上朝自然能让外祖父给上一些面子。叶荣轩握着筷子的手一紧。可是后宫不得干政，我只是一个提议，并不强求，皇上自己考虑。叶荣轩目光落在了他侧颜，无端的想到了封后大典那晚晏殊问他的那句话：倘若我要皇上的皇位，皇上给吗？朕暂无实权，舒儿跟我一起去上朝，万一大臣们不满怎么办？朕只怕保护不了你啊。我需要皇上保护？是我去保护皇上还差不多，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。对，是舒儿保护我。舒儿，朕。皇上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舒儿，你癸水走了吗？皇上这2天翻牌子了没有？舒儿不是说只让朕把他们放在后宫当个摆设吗？摆设是摆设，但皇上还是要经常翻牌子去走一走。方才我已经说了，户部尚书府因为娶了七公主，跟贵妃母子的姻亲关系一时很难斩断。既然他的女儿进了宫，那我们只能从他女儿身上下手。他怀疑晏殊是不是故意想刁难他。舒儿，虽然朕不能碰别的女子，但你该知道，想让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看到朕的诚意，至少要等沈嘉欣和林云珠传出好消息，他们看到了希望才行啊。皇上想要孩子了？朕不是这个意思，朕只是在想，要不要想个办法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女儿有了身孕。他们才进宫几天呢，就算是日事情，也不可能那么快诊出身孕，至少2个月之后再说吧。舒儿考虑的周到，是朕太着急了。一连免朝3日，每日早中晚3次上药，叶荣轩脸上的肿才完全消下去。虽然晏殊每天表情都冷冷淡淡，皇上明日还不上朝？朕竟然觉得不上朝的感觉挺好，每天跟舒儿一起用膳，看着舒儿明艳动人的面容，朕心里十足欢喜。既然如此，那以后就别上朝了吧。舒儿说真的？皇上说真的，那我就是真的呀。正好这2天
天春暖花开，本宫想召世家贵女们进宫赏一赏花，日子就定在月底吧，让宫人多一些时间筹备。舒儿一个人待在宫中确实无聊，让贵女们进宫赏赏花，打发打发时间挺不错的。我很美吗？皇上今儿一直盯着我看，看我脸上有花。天下美人3000，却无一人可及皇后风华万千。叶荣轩想着，若不是他还要哄着晏殊，就算让晏殊美若天仙，他也不愿意亲近。皇上脸上的肿痕已经消了，明日就去上朝。长时间不上朝，大臣们是会对你生出不满。听舒儿的。在凤仪宫用了午膳，叶荣轩很快起身去往御书房。叶荣轩离开之后，晏殊独自坐着喝了盏茶。摆驾锦乐宫。是，奴婢这就让人准备。晏殊走出凤仪宫，坐上了凤辇，浩浩荡荡往锦乐宫而去。皇后娘娘驾到！锦乐宫里2名宫女走出来，跪在宫院两旁。重伤未愈的晏雪还趴在床上。才人应该起身迎跪皇后娘娘，见皇后不行礼，乃是不敬之罪。我浑身疼，起不来。宫里可没有起不来这个规矩，如果才人不起来，奴婢只能把才人拖起来了。晏雪脸色一变，终于咬牙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疼得她浑身哆嗦。晏殊踏进了殿门，宫女们齐刷刷跪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晏才人，皇后坐下来的时候，您应该面向皇后跪着，而不是拿后背对着皇后。行礼的规矩不对，也是要挨罚的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伤势好些了？回禀皇后娘娘，好多了，多谢皇后娘娘关心。2日不见，规矩学得不错。晏才人是在走神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严嬷嬷带人退了出去。晏雪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作为你的姐姐，宫中的皇后，我有权弄清楚这个野种的父亲是谁。我没有做，什么都没做。你的意思是本宫冤枉你？不是，嫔妾不敢对皇后不敬，可是此事我真的不知道，嫔妾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还敢撒谎？你以为你咬牙不说，本宫就查不出来？姐姐，皇后娘娘，嫔妾在家里一向洁身自好，从未与外男有过接触，真的，嫔妾真的不知道，求皇后娘娘相信我。你若不说出那个人是谁，就得一个人承担不检点的罪名。本宫猜想，孩子应该是皇上的吧？晏雪一个机灵，猝然抬眸看向了晏殊，下一瞬，她对上晏殊那双冷若寒冰的眸子。姐姐怎么会这么想？我跟皇上从未接触过。若你承认这个孩子是皇上的，不检点的罪名虽然不能洗刷，至少没有其他男人，皇上或许还可以接受你。可倘若这个孩子是其他男人的，那么对于一个不洁的女子，后宫里是万万不能留的。若此时就把皇上供出来，晏殊一定会生气，非常生气。晏雪用最短的时间权衡利弊，真的跟皇上无关。虽然我很希望这个孩子是皇上的，可皇上每次去国公府，眼里只看见姐姐，对我视而不见，他怎么会跟我有关系？皇后娘娘，嫔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求皇后明察。今晚晏殊过来，并不是为了从他嘴里问出一个答案，他只是想看晏雪痛苦罢了。晏殊站起身，忽然觉得叶荣轩其实挺适合去净身房走一趟。锦乐宫让你暂住几日，待养好伤能下床走动了，就搬去宝成殿跟沈嘉欣搭个伴。说罢，举步往外走去。不必恭送了。晏雪孤零零地跪在地上，晏雪心头缓缓地被绝望取代。她到底还能不能熬到皇上掌权？来人啊！干什么啊？去帮我请个太医，我疼，浑身都疼。你们帮我请个太医过来看看。2名宫女对视了一眼，皱着眉看他。你现在只是个才人，依着宫规，才人是没资格自己做主叫太医的，除非皇上或者皇后娘娘恩准。我是皇后娘娘的妹妹，是护国公的女儿。如果我在宫里出了事，你们2个逃不了罪责。这些狗眼看人低的贱婢，等他日后成了一宫之主，一定会把他们都拖出去，活活杖毙。吓唬谁呢？就你这般不检点的行为，护国公大人若是知道，只怕恨不得把你溺死在水里。如此败坏家风的玩意儿，真当自己是个宝啊？就是，还当自己是个宝。不过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我们会给你买些药，买药的钱你自己出。我今天进宫没带钱，你们先帮我垫付一下，我过几天还给你们不行吗？进宫选秀居然不带银子打点，怪不得落到如今这般下场。他带了那么多的银票，就是担心燕申时出状况，都给了燕申的嬷嬷。可那该死的嬷嬷还是把他非完璧之身的消息禀报给了皇后。翠湖和翠红大概也是担心他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最终还是请示赵嬷嬷之后，给他请了个太医过来。上次
刺开的方子继续喝，这个药早晚抹在伤处，10天左右就可以下床走动了。燕才人早些休息吧，别再折腾了。燕雪心里气急，更担心身体出了状况，以后不能再有身孕，会被皇上嫌弃。燕雪就在这种彷徨不安的折磨之中半醒半睡，到了半夜，她在极度不舒服的黏腻中醒来，再次唤来当值的宫女。我想洗个澡，身上很多冷汗，太难受了。你是想我们伺候你洗澡？燕才人可想好了，你如今伤势这么重，太医说了不能沾水，可奴婢2人手重，万一弄疼了您，我给你们银子。燕才人不是说自己没钱吗？我母亲有钱，你们今天伺候好我，明日我就想办法让人从宫外烧银子进来。2名宫女对视了一眼，缓缓点头。看在燕才人处境如此凄惨的份上，我们就可怜可怜你。不过银子就不必了，奴婢2人本就是伺候人的命，谁让我们命不好呢？你们不要银子，为什么？私自跟后宫小主要钱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我们虽然看不起燕才人在宫外不检点的行为，但是违反宫规的事情，我们绝不会做。燕雪正要说话，皇上万岁！叶荣轩从殿门外走进来，2个宫女不安地跪在地上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都退下。宫女战战兢兢地低头而退，待退到殿门外，一抬眼却看见了一个差点让他们魂飞魄散的人。翠红和翠湖转眼又跪到了地上，晏殊清清冷冷地站在那里。翠湖和翠红吓得脸色发白。皇上私会不洁之女晏雪被皇后娘娘逮个正着，晏殊就这么正大光明地走到了殿门处，朝内殿的方向看过去。皇上今晚怎么会过来？嫔妾日夜念着皇上，天天盼着见到皇上的面。这也是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皇上来了，感觉就不怎么疼了。皇上这几天好吗？皇后姐姐有没有为难你？晏殊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变得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。皇上不觉得姐姐以前都是伪装吗？什么意思？叶荣轩皱眉，你的意思是她以前的温柔都是假的？大姐从小脾气就不好，眼中无父无母，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听说我娘进门时，她的母亲就大发脾气，小小年纪的大姐还把我娘推下河，导致我娘在床上躺了3天才醒。原来她竟是这样的人。是啊，外人谁会想到一个几岁的孩子就有这样恶毒的心思呢？他们都只看到父亲喜欢我娘和我，却不知道父亲以前对大夫人也是捧在掌心，只是他们母女一次次作恶，才导致父亲对他们寒了心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皇上，我没事，只是这些事情憋在心中太久了，一直没有一个能倾诉的人。皇上以后每晚都来好不好？就算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听我说说话都是好的，不然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孤孤单单，他们跟我说话都不愿意。叶荣轩心里自然清楚，只是他暂时还不能惩罚这些宫女，忍不住又开口安慰她几句，并保证以后有时间会经常过来看她。再过几日，雪儿就要搬去宝成殿住了，到时皇上见我会方便吗？别担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过几日是你父亲的大寿，朕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晏殊站在殿门处听了片刻，嘴角掠过了一抹嘲讽的弧度，随即转身走出去。翠湖和翠红2人见状，悄悄跟出去，走到了宫门外。皇后娘娘，本宫来这里的消息不必让皇上知道。是，悄悄在宫里放出消息，就说晏雪选秀时被严嬷嬷验出不是完璧之身，还被本宫施以杖刑，导致小产。是。晏殊转身离开，眼底一片冰冷刺骨。晏雪在锦乐宫住了10天，轮值的几个宫女每天给她煎药上药，却并没有苛待她。晏才人，今日你要搬去宝成殿居住。晏雪没说话，按照规矩，她还要每日跟沈嘉欣请安行礼，这是皇后娘娘的吩咐，奴婢也是遵照着执行，还望晏才人配合。我想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不会见你的。那皇上呢？皇上日理万机，哪有空见你？晏才人这是藐视懿旨吗？我没有。既然晏才人没有藐视懿旨，那就赶紧起身换身衣服。嘉妃娘娘还等着我们去拜见。晏雪知道自己无法反抗，只能乖乖的起身更衣。沈嘉欣确实已经早早的起身等着，让他们都进来吧。是。进了殿正要行礼，把东西都送去霜雪殿吧，那里是晏才人接下来居住的地方，跟他的名字倒也般配。是，嘉妃娘娘。沈嘉欣坐在主位上，垂目看向了跪在眼前的晏雪。晏才人这几天养伤，大概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。晏雪心头划过了一阵不好的预感。前几日林云珠主动去御书房见皇上，被皇后逮了个正着。听说现在每天都要跪抄佛经2个时辰，瞧那小可怜样，真是让人心疼极了啊！哦，对
对了，皇上好像也被皇后当场打了一巴掌。燕雪心头一震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沈姑娘就一点想法都没有。你现在好歹是宫妃，难道就心甘情愿一辈子听皇后的话，不能靠近皇上，在深宫里待到老死？沈嘉欣笑了笑，本宫当然不会这么蠢。那你，但是本宫也没你这么蠢。皇后如今势大，本宫若是跟她对着干，岂不是故意寻死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怕死。你父亲是户部尚书，皇上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若肯帮皇上，皇上一定会记在心里。本宫今天心情不错，你就跪上半个时辰吧。沈嘉欣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俯视他一眼。本宫要做什么，该怎么做，不是你可以指手画脚的。沈嘉欣起身去了内殿，淑妃一眨眼就成了才人。沈嘉欣躺在床上，想着当今皇上的处境。3月20，阳光明媚，晏殊这几日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听到晏雪已经搬去了宝成殿的消息，随即命人把沈嘉欣请到了御花园。主子这是想让沈嘉欣整治晏才人，最好的棋手就是促成敌人自相残杀，本宫坐收渔翁之利。主子英明，英明。经历一番寒彻骨，才知感情廉价无比，生死都经历过了，不学聪明一点，难道还要等着被人算计致死？青雉茫然，经历一番寒彻骨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晏殊带着青雉和严嬷嬷抵达御花园。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，免礼。谢皇后娘娘。两人沿着幽深的花园小径，闲庭信步般悠闲慢走。晏雪已经搬去了宝成殿侧殿，这几天相处的如何？臣妾跟晏才人井水不犯河水。井水不犯河水。本宫把晏雪安排与你同住一宫，是为了让你好好管教她。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敢管教她。为何不敢？晏才人说他的姐姐是皇后，他的父亲是护国公，他的母亲是一品诰命。臣妾虽然位分比他高一些，可后宫恩宠瞬息万变，臣妾的父亲官职没有护国公大，万一得罪了护国公，臣妾担心连累父亲。沈嘉欣，本宫这个皇后在你眼里是什么？你只知护国公位高权重，却忘了本宫也是皇后。臣妾知罪。晏雪是本宫的妹妹不假，可她仗着身份做尽了私德败坏之事。本宫不想丢了护国公府门楣，可是心里这股欲火无法发泄。本宫实在是很想替她的母亲好好管教她，更想问问她的母亲究竟为何教出这样一个败坏门风的女儿。臣妾知道皇后娘娘恨铁不成钢，本宫一来不忍心自己动手，二来也不想落人口舌，传出去还说本宫故意苛待妹妹，姐妹相残，所以此事只能是麻烦你了。皇后娘娘放心，臣妾一定管教好才人。起来吧。沈嘉欣松了口气，站起身。你的兄长在翰林院任职？是，前年的殿上被先帝钦点为榜眼，后入了翰林做侍读。他年少有成，是个有出息的。多谢皇后娘娘吉言，臣妾替家兄高兴，也代他谢娘娘大恩。陪我赏一会儿花吧。是。沈嘉欣的父亲是户部尚书，掌财政大权，以前是支持武王的大臣。晏殊跟这位武王实在不知他厌恶自己的原因是什么。想到晏雪前世那句3位姐姐，晏殊嘴角勾起了一抹细不可察的弧度。这一世就让他跟他的好姐姐们相爱相杀也挺不错。叶荣轩每日按时早朝，有时会召大臣们过来议事。每每气得叶荣轩神色阴沉，咬牙切齿。每天晚上他会提前抵达凤仪宫。本宫想考验考验皇上，面对后宫佳丽宫妃，皇上若真能把持得住，本宫才会考虑交出自己。舒儿不信我，不是不信，只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倘若皇上背弃了我们之间的诺言，我就自请下堂，再不问宫中之事。这个皇后之位，皇上想让谁做就让谁做。叶荣轩表情一僵，皇上不高兴？怎么可能呢？舒儿的想法总是那么与众不同，让朕觉得舒儿跟外面那些凡夫俗女完全不同。户部尚书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收不少贿赂，吏部尚书听说也搞过买官卖官的非法勾当。不过这两人都是老狐狸，想将他们的底都查清楚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叶荣轩瞳眸微缩，视线转到了他手里的账册上。舒儿，你查到了户部尚书的罪证？是啊，不查到他们的罪证，以后如何拿捏他们？可是你整日待在宫里，哪来的时间去查这些？又是谁帮你查的？本宫自有自己的神秘人手，皇上是太过惊喜，以至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没想到皇后这么厉害，这么早就查到了户部尚书的罪证，朕看看。不着急，方才有人送来帖子，说3日后护国公50大寿，皇上怎么看？护国公是你的父亲，他的50大寿不能怠慢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云妃娘娘说是肚子疼，想请皇上过去一趟。云妃不舒服，昭太医就是叫朕过去干什么？朕又不会开药治病。既然云妃不舒服，皇上就过去看看吧，别那么不近人情。
朕不想去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还能吃了你不成啊？让太医先看看，朕稍后过去。是。护国公大寿，我们要好好准备一份寿礼，不知道舒儿打算送什么？自然有该送的东西。陪晏殊用过晚膳之后，流云殿的宫女又一次过来禀报，说云妃娘娘肚子疼得厉害，求皇上过去看看。皇后，朕去吧。朕今晚原本想留宿皇后这里的，不知道她到底想做什么，一个劲儿的催呀。云妃好歹是官家女儿，如今进宫不久，在宫里住着还不习惯，皇上多去看看她也是应该的。好，那舒儿今晚早些休息，朕陪云妃说说话，稍后回御寝宫批折子。晏殊漫不经心的点头。娘娘可要派人盯着流云殿那边？盯他干什么？就是要让他情不自禁，让他欲罢不能。是。流云殿里2次派人禀报说自己肚子疼的林云珠正完好无损地站在书案前作画。林云珠对着3幅画发呆，浑然不觉。叶荣轩已悄然走到他身侧。这是画的朕。皇上，皇上，轻点儿，你不是说自己肚子疼吗？臣妾若不称病，皇上能来吗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太高兴了，方才失态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没事，云妃画技这么好啊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臣妾就着记忆中的模样画了3幅。皇上觉得臣妾画的怎么样啊？叶荣轩没说话，越看越满意。云妃真是个大才女。那今天晚上皇上留在这儿不走了好不好？朕。皇上，自从那日在御书房分开，臣妾日日想着皇上，念着皇上，皇上就一点都不想我吗？朕自然想你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坐拥3宫6院，他总不可能一直做个柳下惠。皇上，云妃低头亲着他的脸。在御书房那次是朕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臣妾不怪皇上，是皇后娘娘太霸道，皇上也是无奈。云妃，你这殿内熏了什么香，这么好闻？嘉妃派人送来的，臣妾觉得好闻，就点了一支。叶荣轩望着眼前女子秀雅的眉眼，挽着她的手走到了内室坐下来。都退下。皇上，云妃，朕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皇上，怎么了？你父亲是不是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？啊，皇上，皇后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证据，你改日找个机会透露一点消息给她，就说皇后手里的证据，朕会找到机会拿到并销毁，但她自己手里的一定要及时解决掉。林云珠吓得滑跪在了地上。皇上，父亲一直清正廉明，怎么会？这不可能的！朕不想与你争辩可不可能。叶荣轩扶他起来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。朕的话一定要带给你的父亲。是。云妃，朕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林尚书一直是个刚正不阿之臣，朕心里清楚，只是千防万防防不住小人作祟，朕还是希望他能多留个心眼。皇上放心，父亲一定会忠于皇上，绝不会有2心的。皇上以后掌握大权，定会是天下颂称的明君。叶荣轩一时忍不住，缓缓把他放倒在了床上。云妃，夜渐渐深，伴随着衣衫落地，内殿说话声渐渐被别样的喘息取代。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雾气袅袅，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肌肤。晏殊靠在池壁上，叶荣轩这个时候大概已经跟凌云珠翻云覆语了吧。皇后娘娘，轻质匆匆地跑进来，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耳语一阵。本宫知道了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早晨天方蒙蒙亮，摆下流云殿，天色还是灰蒙蒙一片。皇上，上朝的时间到了，皇上该起身了。寝殿里一丝回应都没有，林英急得团团转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皇后娘娘驾到！林英脸色刷白，扑通一声的就跪了下来。奴才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皇上，皇上快醒醒，皇后娘娘来了。晏殊带人闯了进来，晏殊脚步微顿，随即缓缓地往内殿走去。皇上，甫一睁开眼，叶荣轩先是看见了凌云珠，顺着他的视线转头看去，才看见挺直脊背站在床边的晏殊。舒儿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转身走了出去。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穿好衣服出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昨晚是不是在我茶里下药了？皇上，您说什么呢？昨晚不是皇上自己来找臣妾的，臣妾还没给皇上奉茶呢，皇上就把臣妾扑倒在床上。叶荣轩脑子里嗡嗡的，他已无心听林云珠辩解。好不容易穿戴好了衣冠，叶荣轩踏出了内殿，看见了背对着他站在殿门处的晏殊时。舒儿，晏殊转过了身，同时抬手朝他挥去，狠厉的巴掌毫无预警的落在了他的脸上。叶荣轩脸被打偏，一缕血丝顺着嘴角缓缓的溢出来，蜿蜒而下。晏殊眼神冰冷，就这么一瞬不瞬的看着叶荣轩。林云珠脸色煞白，一副等着发落的样子。晏殊走进了内殿，被子掀开。严嬷嬷上前把被子掀开，床上一点梅花落红，妖艳入目。皇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他缓缓地转过了头，看着晏殊那张冰冷寒怒的脸。朕临幸自己的妃子，还需要你这个闪动的皇后来
来干什么？叶荣轩在心里想象着无数种置他于死地的酷刑。来人，赐云妃婢子汤。皇后，叶荣轩终于回过神来，匆匆走到了晏殊面前。云妃是朕主动临幸的，她的妃位已有足够资格诞下皇子。皇后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谋杀朕的子嗣吗？所以皇上的意思是留下这个孩子，留下皇上背叛我的证据。皇上如今已经可以自己做决定了，本宫是不是也该把皇后的位置让给他？毕竟这可能会是第一个诞下皇上子嗣的妃子，珍贵的很。皇后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来人，赐婢子汤。严嬷嬷示意左右2名侍女抓着林云珠。我自己喝。别耍花样，婢子汤还有很多。云妃若自己不配合，今日只怕要多遭罪。舒儿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皇上看来确实很想要个孩子，可惜你怎么确定一次就能怀上？就算能怀上，皇上又如何确定以你现在的能力足以保护得了这个孩子？皇上自身都难保，还想要个拖累不成？叶荣轩咬着牙无言以对，林云珠也没再犹豫，端着婢子汤送到了嘴边，随即仰头一饮而尽。亲眼看着林云珠喝下了婢子汤，晏殊转身离开，看也没看叶荣轩一眼。叶荣轩满腔怒火，他不安地盯着晏殊的背影。叶荣轩一时心乱如麻，下意识地抬脚追了出去。舒儿，舒儿！林云珠站起身，恶狠狠地盯着叶荣轩离开的背影，忍不住咬牙骂了一句懦夫，没用的东西。舒儿一路追着晏殊，抵达了凤仪宫。舒儿，你听我说，关门，任何人都不许放进来。舒儿！晏殊回到殿内，面无表情地在凤榻上坐了下来。叶荣轩看着他浑身寒气的样子，抬手示意宫人们都退下。舒儿！叶荣轩走过去，主动在他的面前跪下。是朕的错，臣认打朕罚刑吧。皇上的错？皇上临幸自己妃子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本宫善妒，竟连皇上的子嗣都敢谋杀，皇上是不是应该把我打入冷宫啊？是朕的错，舒儿别写了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皇上回去吧，本宫与你没什么可说的。舒儿，3日后是护国公武士大寿，我们要出宫，而且这也是你做皇后之后第一次回家。本宫不想回去，皇上想去就自己去。舒儿，怎么，本宫连不回家的权利也没有了？朕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次是你父亲成为国丈之后的第一次寿诞，且是武士整寿，定会有许多官员和世家去给他捧场。舒儿，你若是不去，那些人会怎么想？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本宫与父亲不和呀？他做他的寿，与我何干？皇上可曾考虑过我？晏雪在宫中的处境，皇上是知道的。云氏一直对他这个女儿疼若至宝，他若知道晏雪被打被降位分，一定会认为是我这个皇后故意针对他。应该不会。应该？皇上这话自己相信吗？本宫就想问问，倘若3日之后有人问起，皇上是否会护着我？朕肯定会护你。若让你说出真相呢？舒儿，本宫在问你，若是有人质问本宫针对晏雪、虐待晏雪，皇上会如何庇护？会如实说出真相吗？舒儿，说出真相岂不是把护国公和夫人的颜面扔在地上踩？寿诞那日那么多人，所以在皇上心里，护国公夫妇的脸面比我的清白重要。朕不是这个意思，皇上自己考虑吧。晏殊起身往内殿走去。本宫累了，寿诞那日皇上自己去，本宫不想看到那一家子恶心倒胃口的脸。叶荣轩缓缓地攥紧双手，这个贱人真是矫情的很，他就是仗着自己这会儿离不开他，屡屡口出威胁。朕答应你，到时若真有人问起，朕一定会如实说出真相，还舒儿一个清白。晏殊已经在床上躺了下来。舒儿，朕答应你，别再生气了好吗？你答应本宫的事情，只是本宫愿意回国公府的条件而已。可是你背叛本宫一事，你让本宫如何原谅你？昨晚没把持住，是朕的错。本宫打的手疼，皇上自己动手吧，声音大一点。叶荣轩脸色一点点僵。怎么，不是皇上亲口承认是自己的错，犯错就要认罚，皇上也不例外。舒儿，朕是皇帝，你当真一点脸面也不留给我吗？皇上昨晚去睡凌云珠的时候，可曾给我留脸面？叶荣轩脸色铁青，死死地攥着手。皇上若不愿意，本宫不勉强，请皇上立刻离开凤仪宫。别说！叶荣轩豁然起身，脸色铁青难看。你别太过分！晏殊缓缓地睁开眼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寒芒。容仪，话音落下，后膝窝上一阵剧痛传来，他整个人毫无预警地跪倒在了地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还是以为自己坐上皇位，这天下就真的由你说了算了？叶荣轩不住地吸着气，冷汗争先恐后的从他的毛孔里渗出来。为什么？晏殊，你为什么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？这根本不是以前的舒儿。你希望我继续做那个被你蒙在鼓里的晏殊？叶荣轩，你跟晏雪翻云覆雨、偷偷私会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一心一意为你筹谋？你把晏雪肚子搞大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暗地里笑话我是个傻子？舒儿，
我没有。你还想狡辩？晏殊抬手一巴掌，狠狠扇到他脸上。叶荣轩，我一心一意带你，把你从最卑微的皇子一路扶持坐上皇位，你是如何回报我的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劈头盖脸的巴掌声也如暴雨般不断的落在脸上，眼前一片晕眩，耳朵里嗡嗡作响的声音让叶荣轩几乎无力招架。叶荣轩，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问问，这3年来我对你怎么样？是谁费心拉你到这个位置？是谁对你嘘寒问暖，日夜关心？是谁一步步为你筹谋，让你活得像个人？你背着我跟晏雪厮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否对得起我？舒儿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。是晏雪勾引我，那晚我喝醉了，真的。舒儿，求求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根本不喜欢他，我是被他算计的。他在我的酒里下了药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个，舒儿，我只爱你一个，从没把其他女子放在心上，我求你相信我。离境凌云珠是一个意外，搞大晏雪的肚子也是个意外，皇上可否告诉我，哪件事情不是一个意外？叶荣轩此时真的没有一点脾气了，晏殊竟早就知道了他跟晏雪的事情。舒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控制不住自己，不该拒绝不了他的诱惑。我累了。晏殊重新在床上坐下来，皇上请回吧。叶荣轩如坠冰窖，抬手就往自己的脸上扇去。舒儿，我错了，是我禽兽不如，我该死。舒儿要大洋法，我绝不反抗。舒儿，求求你。晏殊起身走了出去，显然不想再听他解释认错。舒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怎么罚我都可以。舒儿，娘娘，这是去哪儿？晏殊望着天际，去流云殿。是，皇后娘娘圣明。圣明。晏殊垂眸盯着自己素白的手，重生回来，这双手注定得染血。晏殊这般想着，沉默地坐上凤辇。3日后，他会给护国公送一份大礼过去，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，正是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最佳机会。流云殿里，刚被强迫喝了一碗避死汤的林云珠，此时正惊魂未定地倚在榻上休息。对皇上大不敬，当众谋杀皇上子嗣，扇皇帝巴掌，他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！皇后娘娘万福。还没有看到人，他就下意识地从榻前站了起来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林云珠，臣妾在，请皇后娘娘训示。昨晚之事不怪你。林云珠一愣，谢皇后娘娘。皇上想要招谁侍寝，去谁的殿里临幸谁，不是嫔妾自己可以做主。你也是奉旨而行，本宫心中明白，所以本宫不会迁怒到你身上。林云珠低着头，心里暗骂他假慈悲。谢皇后娘娘宽容，伺候皇上是臣妾的分内之事，臣妾不敢抗旨。晏殊嗯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。林云珠于是更摸不着头脑。晏殊不叫他起来，林云珠不敢擅自起身。好一会儿，林云珠2条腿跪得越来越疼，疼得快要受不住时，晏殊终于起身，带着清雉和严嬷嬷离开。林云珠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。晏殊到底想干什么？难不成特意来告诉他，昨晚这件事不是他的错？离开流云殿之后，晏殊又去御花园逛了一会儿。皇后娘娘不回凤仪宫，回去干什么？皇上犯了错，让他反省反省。清雉微默，在心里说了句娘娘霸气。是。晏殊就这么坐着，安静地欣赏着御花园中的美景。叶荣轩在凤仪宫跪了2个时辰。皇上以前做皇子时是不是经常被罚跪？晏殊走进殿来，语气淡漠。果然是过了几日富贵日子，就忘了自己曾经是人下人。叶荣轩一震，脸色煞白。叶荣轩极力想忘的屈辱往事一件件从记忆中浮现出来。叶荣轩从记忆中回神，他是遇到晏殊之后才改变了境遇，他不能失去眼前这一切。舒儿教训的事是我负了对舒儿的承诺，我以为自己定力十足，却还是不知不觉着了别人的道，被世俗诱惑迷了眼，让舒儿失望了。舒儿，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以后保证不犯了，行吗？你什么时候跟晏雪搞到一块儿的？舒儿，我要听真话，如果你还要狡辩，我可以再给你2个时辰。我2个月之前，我去护国公府跟你父亲商议立后一事，为他留下来用晚饭。封后大典仪式谈妥之后，我心情好，忍不住多喝了几杯，没想到晏雪让人在酒里下了药。晏雪给你下药？是。此事之后我一直很痛苦，负罪感每天折磨着我，半夜做梦我都梦到你知道了这件事。舒儿，我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舒儿，我对不起你。晏殊不发一语的听着，听这一副被陷害的无辜模样，还真像个受害人。登基之后，我日夜提心吊胆。晏雪说她失身于我，威胁我必须给她一个位分，否则就把此事告知于你。叶荣轩编造故事的能力让人佩服。我心里只有舒儿一人，怎么可能答应她的要求呢？没想到最后阴差阳错，她还是进了宫。这么说来，倒是我冤枉了你。是我的错，跟你无关，你也不知情。如果你所言属实，那么你确实是无辜的。但晏雪不无辜，她敢下药算计，死不足惜。叶荣轩双手微紧，
事到如今，燕雪确实没有再保的必要。舒儿，我跪不住了。跪不住就别跪了，我让你跪了。舒儿不发话，我不敢起身。我是母老虎？当然不是，是我理亏在先，受罚也是应该的。我一心一意待皇上，没想到皇上会跟燕雪闹出这样的事情。皇上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是如何震惊悲痛吗？我只觉得自己被人背叛，那种痛苦你不可能体会得到。所以舒儿这些天一直憋着团火在心里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舒儿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碰别的女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心里只有舒儿一人。求你相信我，若再有需要拉拢他们的地方，舒儿跟我一起去，我就不会再着了别人的道了。燕雪这件事说出来，我心里反倒松了口气，总感觉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落了下来。虽然你说的很真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信任。接下来我要看你的表现。舒儿放心，我一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誓言。一场疾风骤雨慢慢归于平静，凤仪宫里气压终于缓和下来。叶荣轩提着的一颗心骤然松懈下来。晏殊命人拿来了药膏，亲自给叶荣轩脸上和嘴角上了药。给他上药时，晏殊已经在心里计划着下一次的报复。舒儿，我今晚留在这里好不好？我这样子实在没法出去见人呐。晏殊淡淡瞥了他一眼，叶荣轩此时的状态确实狼狈。舒儿，我以后再也不去流云殿和宝成殿了，后宫手段多，防不胜防。晏殊默然一笑，皇上的意思是他们勾引你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，营造出自己是个深情无辜的情种形象。不是，是我自己定力不足，不该全怪他们，都是我的错。皇上这副模样又得免朝数日。此时来说，叶荣轩心里忍不住思索，如果晏殊这些日子以来的暴力反常当真是因为燕雪而起，彻底发泄一次之后，是不是此事就可以接过去了？舒儿，怎么？等我伤消了些，你跟我一起上朝好吗？为什么？以后让你看着我，白天晚上都看着，这样我就不会乱来了。舒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还在生我的气吗？难道我不该生气？该，都是我的错。舒儿怎么生气都是应该的。我今晚想歇在凤仪宫。今晚你睡西暖阁。西暖阁，皇后睡凤仪宫主殿，皇帝睡西暖阁。皇上这张脸夜间会吓到我，暂时委屈一下吧。他知道他心里余怒未消。这一晚，叶荣轩心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晏殊，只希望到时你不会后悔今日所为。晏殊在床上躺下，此时的床边，一道瘦削的身影单膝跪着。景王府和成王府都在控制之下，3日之后，他们会被意外之事绊住，无暇赴护国公府寿宴。晏殊合眼听着，4位亲王，我要逐个击破，不能让他们站到一条船上。是，属下会盯好他们的。摄政王最近没什么动静，护国公的寿诞上，他可能会出现。可能？先帝给他的遗诏是维护皇室正统，除非主子有需要，他才会出现。如果你们俩交手，你杀得了他吗？容隐微默，声音越发的低了些。能。确定？是。摄政王叶皇身份未必有多尊贵，却是皇族最神秘最可怕的一个人，只遵先帝遗诏便足以让满朝文武闻之色变。接下来2日，叶荣轩安安静静地待在凤仪宫，连续3日听到今日免朝的大臣们却开始生出不满。皇上刚登基2个月，这都是第几次免朝了？如此懈怠朝政，怎能做好一个明君呢？不会是沉溺女色吧？皇上前些日子不是刚选了几个嫔妃？听说皇上龙体欠安，这2天一直待在凤仪宫，皇后照顾着呢。凤仪宫那是皇后居住的地方，我们也不好过去探探情况啊。丞相大人，此事您怎么看呢？这皇上最近有点反常啊。护国公的大寿不是快到了吗？啊，皇上不上朝跟护国公大寿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日皇上和皇后应该会去护国公府祝寿，诸位若是有什么想法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皇上和皇后提，心里有什么疑问也能够借机弄清楚。大臣们了然，随即纷纷点头。那我们先去忙了，礼部最近堆积了很多事待处理呢。户部也是，到处都要用钱，那么多事情等着下官拿主意，下官先告退。吏部也是，本王出事繁忙，没空留在这里候着一个不务正业的人。武王转身往外走去。父皇还真是老年昏庸，把皇位传给一个宫女生的贱种。如此决定，岂不是把家国天下放在火上烤？真不知道最后会被折腾成什么样子。三弟，凤王表情严厉，不许对父皇和皇上不敬。武王殿下还请慎言，先皇已故去，您怎能如此大不敬？本王说的难道不对？贱种就是贱种，坐上皇位也改变不了他天生低贱的事实。丢下这句话，他冷冷拂袖而去。多大人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辱骂当今皇上吧？实不相瞒，本官也是第一次听到啊。
武王实在太猖狂了。其他大臣表情微妙，待到大臣们纷纷散去，留在最后的凤王和南丞相并肩走出大殿。武王确实跋扈了一些，但他的脾气一向如此，丞相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本相倒是不在意，可他骂的是皇上，凤王觉得皇上会不在意吗？相爷觉得皇上有能力坐稳这个位子吗？凤王这句话分得不太合适。先帝既然把皇位传给皇上，那皇上想来是可以坐稳皇位的。凤王不该质疑先帝的决定。哎呀，武王今日这般狂悖言语，以后只怕会遭来祸端呐。凤王见问不出自己想要的答案，淡淡嗯了一声，很快举步离去。南丞相站在了殿阶上，沉默目送着他离开。这些皇子们的心思，他何尝不知道？晏殊手里握着的暗示力，才真正的是他傍身的底气。3日转眼即过，一早天气有些阴沉，青雉带着宫女们进来伺候时，叶荣轩听到动静，从西暖阁走了出来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晏殊平静地朝他看了一眼，叶荣轩脸上的痕迹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。我梳妆打扮还需要一些时间，皇上可以继续回西暖阁看一会儿书。我想在这里看看舒儿，舒儿就算不打扮，也可以艳压群芳的。皇上不必捧我，该打扮还是要打扮，并且得好好打扮。去暖阁等我吧，别杵在这里妨碍他们做事。好好给皇后梳妆。叶荣轩回到暖阁，走到了窗前站着，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攥紧。他闭上眼想着，这里的一切都让人厌恶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晏殊梳妆结束，叶荣轩看得有些失神，眸心短暂惊艳，不是伪装。皇上在看什么？臣竟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皇后的美。晏殊嘴角微扬，转身往外走去。帝后并肩坐上了御辇，浩浩荡荡的帝王仪仗蜿蜒出了宫门。帝王銮驾抵达护国公府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护国公夫妇百官宾客齐刷刷的迎出来，乌压压跪了一地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！平身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入厅上座。国公大人寿诞可不是小事，朕特意带皇后回来给国公大人祝寿，还望国公大人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清朝。臣惶恐，谢皇上和皇后娘娘隆恩。云氏喜笑颜开，只是目光落在了晏殊的脸上时，表情会有短暂的凝滞。晏殊被叶荣轩挽着手，不发一语的跨进主厅门槛。国公府中一时热闹非凡。凤王、武王到！姗姗而来的凤王和武王一一进厅，极为敷衍的朝皇上和皇后躬身行礼，随后便转头看向护国公。本王来晚了一步，请国公大人恕罪，祝国公大人寿比南山。皇上龙体好些了，听说这2日龙体欠安，是病入膏肓了，还是毒入肺腑，竟连早朝都上不得了。武王！文太傅皱眉，神色严厉地看着武王。皇上面前怎可如此大逆不道？你心里可还有君臣尊卑？君臣尊卑？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种也配称尊贵？太傅这愚忠的想法，不知何时能改改。叶荣轩握紧了茶盏，眼里一片乌云翻滚。武王，你放肆！哼哼，气势不错，一个靠着女人上位的贱种，真把自己当棵葱了。你父亲母亲。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8、9岁男孩突然跑进来。少爷慢点，慢点！孩儿给父亲祝寿，愿父亲长命百岁，福如东海。云儿真乖，快跪下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。云儿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必多礼。还有皇后呢？晏殊不发一语地坐着。大姐，你在宫里做皇后了吗？是啊。二姐呢？二姐怎么没回来？凌云过来。我要二姐。晏凌云看着晏殊，脸色渐渐浮现蛮横之色。大姐，你在宫里是不是欺负二姐了？你以前在家就经常欺负二姐，到了宫里你还欺负她，你就是一个坏姐姐。云儿，云氏连忙把她拽过来，并急急地跪下。臣妇该死，臣妇教子无方，愿受皇上和皇后娘娘责罚。童言无忌，皇后大度，不会怪罪她的。本宫确实不会怪罪，但一个9岁的孩子却不知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夫人这教子无方的自责，倒也不冤枉。是臣妇失职，臣妇以后一定严加管教。夫人到底是皇后的长辈，舒儿，还是先让夫人起来说话吧。本宫又没让她跪，是她自己要跪的。臣妇教子无方，有错在先，理该请罪。皇上听见了，夫人知道是自己失责，所以主动请罪，而不是仗着身份倚老卖老。
如此态度值得在场所有勋贵、官员及家中女眷学习。虽说童言无忌，可是最近本王确实听到了一些传言，说皇后和燕家二姑娘姐妹不和，本王有一事不解，还望皇上和皇后娘娘赐教。吴王，皇上如今贵为天子，你身为王爷，万不该以这般质问的语气跟皇上和皇后娘娘说话。我对你恭敬，你感受吗？吴王想问什么？皇后的妹妹也进了宫，听说刚进宫时被封为淑妃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成为了才人，这骤然间从云端跌入泥土里的落差，实在是让人看不懂。不知皇上和皇后娘娘可有个说法？燕雪是本宫的妹妹，位分自有本宫做主。本宫想给她什么位分，还需要武王来质疑？本王倒不是质疑，只是觉得奇怪吧。皇上，护国公站起了身，躬身行礼。趁着今日50大寿，臣也想问问。叶荣轩神经一紧，听说雪儿进宫之后顶撞了皇后娘娘，若事实当真如此，那就是她大不敬。不管皇上和皇后如何处罚，臣都不会有半句质疑。晏殊眸心微细，眉眼缓缓地罩上了一层寒霜。外面的人都传大姐仗着皇后身份，在宫里欺负二姐。燕凌云仇视地盯着晏殊，大姐是个坏人，我要二姐，娘，我要二姐。云儿，乖，你跟姐姐先出去玩。两个侍女上前，很快把小少爷带了出去。臣妇以前多有不是，还望皇后娘娘恕罪，不要把对臣妇的不满发泄到燕雪身上，她是无辜的。臣妇当年进府时，她还没出生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求皇后大人大量。国公夫人，今日是护国公50寿诞，皇上和皇后回门给国公祝寿，本是一片孝心和对国公的敬重。夫人却当着众多勋贵重臣的面逼问皇后，如此行为只怕不妥呀。袁氏声音卡在了喉咙里，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里的帕子。何况夫人当年进国公府时，皇后娘娘年纪还小，压根儿不记事儿。夫人这会儿提及往事，是故意想让人误会皇后公报私仇，利用权力打压你们母女吗？我没有。皇后娘娘为何一直不说话？外面不是一直传闻皇后宽容大度，聪慧仁善，若连自己的妹妹都容不下，这仁善之名只怕是名不副实啊。叶荣景，叶荣轩豁然起身，表情冷怒阴沉。谁给你的权利在这质问皇后的？本王一向大胆，不需要借任何人之事，皇上只怕是没有本王这般胆量。三弟，不得放肆。皇后娘娘，雪儿性子柔弱善良，在家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宫中是皇家之地，规矩森严，她更不敢犯上不敬，公然顶撞皇后娘娘。求皇后娘娘大人有大量，放过雪儿。夫人亲切吧，燕雪被降为才人，乃是事出有因，不是皇后故意。夫人只想知道原因，皇上不敢说吗？叶荣景，你别太过分。叶荣轩咬牙，恨不得让人把他拖出去凌迟处死。皇后娘娘为何一直不说话？夫人虽说不是皇后的亲生母亲，却到底是继母。皇后娘娘打算让她就这么一直跪下去？君臣尊卑，如今本宫贵为皇后，别说继母，就算是亲生父亲会的。难不成武王觉得父子排在君臣前面？此言一出，护国公表情倏地沉下。当然不是，本王的重点在于皇后对于打压妹妹一事该如何解释啊？武王，请注意你的身份。皇后和燕才人的事情是她们姐妹之间的家务事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朕后宫的事情需要你来插手过问吗？皇上真是好威风啊！本王还记得皇上以前做皇子的时候。武王，还请武王慎言。三弟，皇上面前不得无礼。武王请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既然武王这么想知道真相，本宫就满足你的好奇心。燕雪一事事关皇族尊严，事关护国公颜面，本宫本不想讲，但武王和夫人如此咄咄逼人，本宫若继续藏着掖着，倒显得本宫见不得人。叶荣轩缓缓地转头看向晏殊，淑儿，皇上也看到了，武王和国公夫人迫切想知道真相，本宫没有继续隐瞒的理由。此事由皇上来说，或许更具有说服力。叶荣轩沉着脸看向护国公和云氏。皇后乃是一宫之主，秀女入宫该给什么位分，本来就是皇后的权利。夫人今日这般质问皇后，属实不该。臣妇知错，臣妇不该以下犯上，臣妇只是太过担心雪儿。若雪儿真的犯了错，皇后惩罚也是她该受，只是为人母者总是无法避免的担心自己的孩子，还望皇上体谅。说来说去，夫人还是在指责皇后故意打压你的女儿。
夫人的心情朕能理解，但皇后贤惠大度，万万不会苛待妹妹。夫人千万别听信了小人谗言挑拨。臣妇没有听信任何人的挑拨，臣妇只想知道一个真相。真是冥顽不灵。本宫也想知道真相。关于燕家次女一事，本宫也是好奇心旺盛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听说燕雪当日被封了淑妃，不到半个时辰就被降为才人，这降幅未免大得让人不敢置信呐，还望皇上和皇后给个合理的解释。姑姑，此事跟平阳长公主府无关，还望姑姑不要。不要什么？因为与我无关，所以我便问不得。姐妹相残之事跟在场其他人也无关，是不是其他人也问不得？叶荣轩气得脸色铁青。皇上不必多费唇舌，直接道出真相即可。淑儿，原本为了父亲和夫人的名声着想，本宫一直把消息压了下来。不过既然这么多人想知道真相，本宫自知再也瞒不住了，索性就解了大家的惑。护国公面无表情，武王眼神阴郁，丞相莫测高深。选秀那日，燕雪被验出并非完璧之身。话音落地，如一记惊雷砸下，厅里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雪儿一贯洁身自爱，她怎么可能不是完璧之身？燕叔，就算你想栽赃陷害，完全可以安排别的罪名，说她犯上，说她打不敬。你为什么要如此恶毒，把不洁的罪名怪在她头上？她下半辈子还怎么活？夫人，皇后说的是事实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没错，燕家次女一贯洁身自爱，怎么可能非完璧之身？皇后娘娘，你若想陷害别人，只需一句话的事，名节对于女子来说大过性命。燕雪非完璧之身，证据确凿，本宫虽厌恶她，却还不至于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她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面上尽是惊疑不定的神色。燕雪验身当日，本宫听到验身嬷嬷说她并非完璧之身，也感到震惊。震惊之后是大怒，本宫责问她跟谁有了关系，她死活不承认。本宫对她动了斥刑。她是你妹妹，你竟然打了她！她除了是本宫的妹妹，还是宫中秀女，还是朝中重臣的女儿。本宫身为皇后，连教训一个不洁女子的权利都没有。护国公一噎，脸色青白交错。本宫知道父亲和夫人不会相信本宫所言，毕竟在父亲的眼中，本宫一直就是一个心机深重、打压妹妹的恶毒长姐。南丞相目光落在他脸上，眼底掠过了一抹心疼之色。宫中验身嬷嬷经验丰富，在宫中服侍了几十年，不可能弄错这种事情。之后本宫让人招了太医，谁知道验身的嬷嬷有没有被人收买？斥责之后，燕雪小产。小产？这是有了身孕？云氏脸色煞白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燕叔，你血口喷人，雪儿怎么可能小产？你胡说八道！本宫说她并非完璧之身，夫人说她冤枉。本宫说她小产，夫人还说她冤枉。既然如此，本宫现在就让人将燕雪从宫中带过来，由夫人亲自派人去找大夫过来给燕雪诊脉查看，又如何？依本王看，不如就把燕二姑娘带回来，多请几个大夫来给她诊脉看看。今日来的宾客大多是朝中重臣和京中勋贵，当着众人的面请来的大夫必定不敢说谎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三弟所言可行，护国公亲自派人去请大夫，不会有被人收买的风险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大夫真被人收买了，本王府里还有专门的府医，武王、景王和成王的府里也有，若把他们都叫过来，总能还燕二姑娘清白。武王和凤王的建议非常合理，护国公和夫人若想还女儿一个清白，当众请大夫过来诊脉是最好的方式。没错，女子贞洁不容作假，大夫诊不出完璧之身，却能诊出是否小产过。若皇后娘娘栽赃诬陷，稍后必然会无所遁形。云氏惊惶地看向了护国公，心乱如麻。护国公目光从晏殊的脸上掠过，以他对这个女儿的了解，他必是有了笃定的把握。此事乃是家事，待大寿之后，宾客们可就散了。到时候就算燕二姑娘是清白的，也没那么多人为她证明，只怕清白的名声难免要蒙上一层阴影。武王说的没错，还是趁着诸位都在，把燕二姑娘接出宫，请几个大夫过来给她把把脉吧。是啊，一个大夫可能会被收买，不可能所有的大夫都被收买，请护国公和夫人早做决断。本王竟然不知皇后娘娘的威信会被无视到如此地步。厅外忽然响起一道冷峻摄人的声音，宫中嬷嬷验身得到的结果，太医院太医诊脉的结果，都被人如此质疑，看来护国公的威信要凌驾于皇权之上了。仿佛春里骤然降下的冰雪，厅外一人缓缓走来，白衣胜雪，
莲华容姿，让人不敢逼视。晏殊抬眸，目光落在此人脸上，下一瞬，厅中所有人齐刷刷跪了下来。参见摄政王，就连桀骜不驯的武王都乖乖地跪倒在地上。燕山嬷嬷入宫多年，经验丰富，宫中太医院是服侍皇族的太医，个个医术精湛。何况有句话叫做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诸位是不懂君臣之道，还是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故意威逼皇后？护国公脸色难看，却不敢多言。凤王和武王齐齐低眉不语。他叫叶皇，西楚摄政王，整个皇族最神秘可怕，也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。他是先帝20年前带回来的孩子，特殊训练，特殊对待，没人知道他来自何处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先皇的儿子。燕雪确实有孕过，本王知道孩子是谁的，你们也想知道？袁氏脸色白得透彻，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一样，无法反应。雪儿真的有孕？谁糟蹋了他的女儿？按照皇族规矩，失了身的女子进宫选秀该受凌迟之刑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臣妇知错，臣妇教女无方，雪儿她一定是被奸人蒙蔽，才做下如此不可饶恕的蠢事。求皇上和皇后娘娘饶了雪儿这一次，臣妇会把她送去尼姑庵，让她带发修行，不，让她剃发修行，这辈子再也不回来。求皇上，求皇后娘娘开恩，求皇后娘娘开恩。晏殊抿唇不语，一双眼定定地看着正对面的男子。叶皇面无表情地看了晏殊一眼。诸位继续，本王告辞。话落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，转眼消失在众人眼前。护国公和夫人教女无方，本宫作为皇后，断不能再偏袒庇佑。既然夫人愿意送燕雪去剃度，本宫就网开一面，允了你的请求。叶荣轩心悸地盯着厅外的方向。另外，女儿做出有辱家风的事情，护国公难逃其咎，责令闭门思过半年，府中掌家大权暂交嫡长子燕凌风代管，剥去云氏一品诰命的封号，与护国公一同闭门思过。晏殊说完，平静地转头看向了叶荣轩。皇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没了。皇后处置得很公道，朕很欣慰。林尚书低着头，暗自琢磨着皇上和皇后的相处之道。今天原是回来为父亲祝寿，没打算破坏这里的喜气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燕雪出了那种丑事，不仅事关家风，同样是皇族丑闻。本宫想着宴席结束之后，再跟父亲夫人谈一谈此事，并暗中调查与燕雪私通的男人是谁，所以才暂时捂住这事儿。然而夫人再三相逼，倒像是本宫非要虐待她似的。袁氏僵跪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雪。若说清白可以造假，本宫难不成还能平白往她肚子里塞个孩子不成？夫人行为当真让本宫心寒失望。臣妇知罪，此事是臣妇冲动，臣妇小人之心，求皇后娘娘恕罪。晏殊一甩袖子，冷冷往外走去。起驾回宫。皇后娘娘有旨，起驾回宫。恭送皇上，恭送皇后娘娘。起驾回宫。众人再次俯身行礼。恭送皇上，恭送皇后娘娘。御林军开道，帝王仪仗起驾离去。南丞相站起身，本相先告辞了。祝愿国公大人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岳父大人，你老夫不敢当，这声岳父你还是留着喊别人吧。说罢，冷冷拂袖离去。老夫告辞。祝国公大人岁岁有今朝，告辞。又是岁岁有今朝。护国公脸色一点点发青，宾客们接二连三的告辞，很快就走了个门庭冷落。舒儿，对护国公的处置是不是有点过了？皇上说什么？朕觉得对护国公的处置有些过分了。他到底是你的父亲，皇后打压自己的父亲，只怕会激起大臣们的不满。大臣们不满又如何？本宫不在乎。朕只是觉得燕雪行为不端，罚云氏足够。护国公乃是一家之主，又是朝中重臣，精力大多放在公务上，难免疏忽了儿女之事。难免疏忽。当年他宠妾灭妻，不顾母亲反对，执意将云氏娶进门的时候，可一点都没疏忽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怎能混为一谈呢？晏殊沉默着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朕不是替他们辩护，只因你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朕总觉得你应该是宽容而大度的，就像朕一直立志做一个恩威并施的皇帝，以德服人。本宫今日没有以德服人。皇上觉得以德服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？燕雪做错了事，本宫说一句没关系，下次别做了。于是威逼本宫，本宫笑着跟他说一句没关系，因为他是长辈，本宫就应该尊敬他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叶荣轩环着他的身体，态度已有几分服软。
舒儿，你知道朕不是这个意思，朕只是担心。皇上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有这么做的底气。护国公府翻不出风浪。叶荣轩一滞，不再说话。晏殊平静的和颜小气，对他主动讨好示弱的行为无动于衷。舒儿，我不是故意要和你争执，只是担心你得罪的人太多，会引起他们的不满。晏殊淡淡一审，沉默不语。朕出身卑微，本就被人看不起，他们都说朕是靠你庇护才有今天，朕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朕没有强大的后盾可以庇护你，没有强硬的臂膀让你依靠，每次看着你独自面对那么多敌意，总能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我既然选择庇护你，自然清楚你的处境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是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父亲撕破脸，并不完全是为了报复他当年对母亲的薄情，更多的是让大臣们看到我跟护国公府没有丝毫情谊可言。我不在乎他们的死活，他们的生死荣华对我来说也从不是牵制。叶荣轩脸色微变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必看任何人脸色，不必顾及任何人的想法。我们只有破釜沉舟，才能让大臣心生惧怕，哪怕不会立刻表忠心，但至少不敢拖后腿。可能你说的是对的，朕眼皮子浅，还需要舒儿多多提点才是啊。皇上脸上的痕迹已经消了，明天可以上朝了。叶荣轩牵起他的手，你跟朕一起去吧。皇上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们是夫妻，夫妻本为一体。舒儿，你对摄政王怎么看？此人以后是否会成为威胁？没什么看法。为什么？他不干涉朝政，也不会主动出现在皇上面前，只在有人威胁到皇权时才会出来维护正统。何况皇上的处境还远远没有到需要忌惮他的地步。你现在应该想着如何笼络大臣，而不是担心摄政王。此时闭着眼的晏殊却开始在心里思索起摄政王这个人。舒儿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没有，连武王都对摄政王忌惮不已。皇上暂时别跟他正面接触，只当他不存在即可。听舒儿的。皇上今天虽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，但总体来说还算让我满意。朕到底还是有些定力不足，被武王气得心肝疼，便没办法一直维持理智。本宫不想跟武王逞口舌之快，但他今日当众挑衅的行为依然需要受到一些教训。舒儿说得对，晏雪真的要送他出宫去提督吗？皇上觉得呢？这样也好，免得以后再生出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本宫若不知她怀的孩子是皇上的，自该送她常伴青灯古佛，但她清白身子寄予给了皇上，再将她送出去就有一些不太合适。舒儿，皇上不必紧张，本宫既已不跟你计较，就不会将这件事情迁怒到晏雪身上。在宫中辟一处清静之地，让她好好进修吧。真将她送出去，反倒是对皇上不好。晏殊垂眸，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手。他是个有仇报仇、有怨报怨的人。这晚，叶荣轩没有再歇在西暖阁，在凤仪宫用了晚膳之后，玉辇停下之际，他看向站在乾坤宫外当值的几个御林军，其中一人面孔无比的熟悉。叶荣轩从玉辇上走下来，钟义安参见皇上。随朕进来。抬脚跨进了殿门，钟义安起身，不发一语的跟着走了进去。你什么时候进了御林军？昨日刚刚报道，是皇后的意思。是吗？皇后娘娘让卑职做御林军副统领，皇上不知此事。皇后在朕面前提起过。副统领是想做正统领吗？正统领不是燕凌风？御林军是朕的御林军，燕凌风不能为朕所用，朕随时可以换人。钟义安微默，下意识的想嗤笑。钟义安，虽然朕幼时与你有过节，但我们才是拥有血缘关系的人。你的母亲是朕的姑姑，我们二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若是几年前他说这句话，钟义安大概会鄙夷的回他一句：“你也配？”然而现在他是皇帝，卑职幼时莽撞不懂事，多次冒犯皇上，请皇上恕罪。朕方才说了，我们是亲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皇上希望卑职怎么做？燕凌风虽是正统领，却不可能一天12时辰在宫中当值。他下旨时，朕想让你随侍朕之左右，听朕的差遣。卑职遵旨。宫中的防守布置，皇上，宫中防守乃是燕统领安排好的，卑职现在说话不起作用。卑职虽然挂着副统领的职衔，但是目前在御林军中没有一点威信，操练时跟着他们一起，他们还给几分面子。但是要左右燕凌风的抉择，根本不可能，他们压根不会听我的。朕知道，暂时不急。是。明日早朝，你负责守在大殿外，若朕需要，你必须听朕的吩咐。钟义安眉头微皱，皇上是不是听不懂他的话？钟副统领，燕统领让你去西直门一趟。来了。皇上，卑职每天在哪个门当值，都是燕统领说了算。你先去吧。是，臣先告退。待钟义安走了出去，燕凌风，这个皇宫到底是谁的皇宫？皇上请息怒，皇上一定要忍住啊，从长计议，慢慢筹划才行。叶荣轩没说话。林英，
奴才在。你觉得朕还需要忍多久？奴才不敢多言。你也不知道吧？奴才也当然不会知道。皇后越来越强势，燕凌风态度让朕看不懂。武王昨日当众谩骂羞辱朕，皇后竟丝毫没有为朕辩护，朕自己都不确定什么时候不用再这么憋屈，你又如何能够知道呢？皇上息怒，滚出去！皇上息怒，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方为丈夫。叶荣轩一默，抬头看着他，出身地位不是皇上可以选择的。如果真要怪，应该怪先皇临幸了一个宫女。皇上出身地位，却能打败那么多出身高贵的皇子，足以证明皇上是天选之子。圣人有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你读过不少书？奴才就是听别人说的多了，拿过来一用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你说的对，朕是天选之子，谁也改变不了这一点。皇上今晚可要翻牌子？朕有翻牌子的权利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朕跟皇后正值新婚，感情笃深，暂时容不下其他人。是。后宫几位嫔妃虽都是朕的女人，但选秀只是为了拉拢朝臣，朕心中只有皇后一人，没有翻牌子一说。是。朕不能辜负皇后一片情深意重，这个问题以后别再问了。是。老奴记下了，让人进来伺候吧。明日要跟皇后一起早朝，今晚早些休息。是。一日一早，免朝数日的皇帝终于恢复早朝。当一声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远远响起时，候在偏殿等候上朝的大臣们齐齐愣住。臣等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岁！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即日开始，皇后跟朕一起临朝听政，各位爱卿应该没什么异议。皇上，这不合规矩，自古后宫不得干政。皇上登基之初，百废待兴，正是积攒威望的时候，更不该乱了规矩。皇上还没断奶吗？走到哪里都要把皇后带着，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本事做好这皇位，所以需要让皇后来给你撑腰？武王，你放肆！放肆又怎么了？不信你敢杀我？你皇上当然不会杀你，因为皇上宽容圣明，爱民如子，不会做一个嗜杀的君王。但是武王对君王大不敬，却不能不惩，否则帝王威仪何在？皇族威严何在？来人！殿外4名御林军疾步而入，单膝跪下，把武王拉出去，杖打30，以儆效尤。请皇后娘娘收回成命。晏殊，你敢对本宫不敬，再加20。是。御林军上前，本王看谁敢动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拿下！御林军抬手就朝武王抓去，武王眸色一厉，抓着第一个冲上来的御林军摔了出去。只闻砰的一声，只见3下5除2的功夫，武王就把几个御林军全部摔在了地上。武王放肆！这里是朝堂，岂容你乱来！三弟，不可无礼。你可以继续叫人进来，看本王会不会束手就擒。武王好胆魄，本宫佩服。来人！燕凌风带着10几个人走进来，齐齐单膝跪下，把武王拖出去，杖打50。遵旨。武王掌风凌厉，毫不犹豫的反击。武王只觉眼前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被摔飞了出去。皇后娘娘竟把武王摔了出去，一缕鲜血滑下了嘴角。带下去，杖打50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求皇后三思啊！谁再多言，一并拖出去。晏殊扶了扶凤袍，众卿还有异议？皇后娘娘曾练过武，带过兵，平过叛，立过功，可这些都不是后宫可以干政的理由，何况随意杖打亲王？凤王觉得武王不该打，他肆意咆哮大殿，羞辱皇上和本宫，目中无君，难道不该重罚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知道本宫带过兵，立过功，平过叛，又何以不能干涉朝政？只因本宫是个女子。皇后娘娘确实是个女子。那在场这么多男儿之身，谁愿意站出来跟本宫比一比？世人都说大丈夫铁骨铮铮，顶天立地，大丈夫该建功立业，开疆拓土，本宫也这么认为。大丈夫也有仕途，贪污受贿可是大丈夫该为，卖官受爵可是大丈夫该为，3妻4妾风流薄情可是大丈夫该为。皇后娘娘这是强词夺理。说不过本宫就急不可耐地给本宫安罪吗？本宫虽是女儿身，
可是论武功、论功勋、论心性坚定、论气度魄力，哪一样都不比你们差。叶荣轩心头一悸，竟不由自主地觉得晏殊此时的气势慑人。在场诸位曾经都是朝中公公，掌各部权力中枢大权，然而谁敢指天发誓，你们所做的一切就一定是符合圣人所言的大丈夫风范？西楚律令要求为官者要清廉，为百姓当家做主，那么在场的诸位，谁又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？事事亏心，站不住墙，却拿本宫女子之身说事儿，真是不知羞耻！武圣人的书都让你们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！满朝文武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又恼又羞，恼羞成怒，却不敢反驳。凤王攥着手，似是想反驳什么。皇后娘娘圣明，臣等羞愧，自叹弗如。凤王转头看去，竟是南丞相躬身行礼。皇后娘娘威仪天成，让臣等汗颜呐。晏殊沉默扫视了一眼，终于拂衣在凤椅上缓缓地坐了下来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叶荣轩定了定神，跟着在龙椅上落座。启禀皇上，臣有事要奏。速速奏来。皇上登基已有2月，去年各地欠下的税款至今还未缴齐，年前先皇龙体违和，许多事情都耽搁下来，户部堆积了许多事情，臣昨日才把账目理清楚，还望皇上决断。叶荣轩闻言，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晏殊，追缴欠款一事不容拖延，谁愿担下这个责任？满朝文武齐齐低头，没人说话。稍后户部将所有欠款的州城官员名单列出来，本宫会跟皇上商讨，到时候再安排合适的人负责此事。是。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礼部尚书出列。后宫中尚有几位先帝嫔妃还未安排去处，请皇上决断。如今需要安置的只有武王之母贵妃和景王之母淑妃。贵妃晋升为贵太妃，淑妃晋升为淑太妃，其余人等以此类推。皇上登基之初，各处都需要用钱，后宫以太后和本宫为样，阅历减半，缩减开支，杜绝铺张浪费。皇后娘娘圣明。叶荣轩抿着唇，眼神晦暗不明。皇上，宁州传来消息，说吴城拥兵自重，横霸一方，气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，已有近100人申冤。然所有诉状送到京城外边销声匿迹，呈不到御案之上，还请皇上派人至宁州查明真相，还当地百姓安宁。岂有此理！吴城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，这一定不会轻饶。晏殊平平静静地看他一眼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武王杖责完毕，请皇上和皇后示下。送回武王府，派太医治伤。是。继续议事。接下来，大臣们接二连三的出列，禀报各自手里的事务。朝堂上，君臣议事热烈。叶荣轩面对这样的场景，不知该高兴还是生气。下朝之后，晏殊和叶荣轩一起去了御书房。早朝上没有议完的事情，留待御书房再议。官员陆陆续续抵达御书房，晏殊态度温和，跟大臣们寒暄几句，便以疲惫为由，率先回了凤仪宫。叶荣轩心情转阴为晴，朕送你。不用。皇上留在这里跟诸位大人议事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说罢，很快带着人离开了御书房，回到凤仪宫，换上了一身轻便的常服。锦溪过来禀报说南姑娘求见，请进来。是，臣女南歌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谢皇后。坐吧，与我一起吃个早饭。是。南歌走过去坐了下来。外祖父是什么态度？祖父尊重我的意见，他说女儿家也不一定非得嫁人才是最终归宿。外祖父开明豁达，难得的宽阔胸襟。两人言谈轻松，像极了闺阁姐妹闲聊。昨日护国公府之事，臣女已经听说，臣女很遗憾没能在场见识皇后娘娘的摄人威仪。那算什么威仪？都被人指着鼻子骂了。可是指着鼻子辱骂娘娘的人，今日不就受到了惩罚？我相信娘娘绝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脾气。你不怕？臣女若怕，今日就不会主动进宫。眼下你见到的这些只是开胃菜，你该知道宫廷中杀人是家常便饭，为了权力，很多人都可以不择手段。臣女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既然如此，以后就留在凤仪宫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贵太妃驾到。兴师问罪的来了。
南哥没说话，沉默地站起身，退至一旁。晏殊，贵太妃优雅了一辈子，这么大年纪了却风风火火，如此失态，不知是为了哪般啊？你明知故问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连武王都敢打，你当本宫死了吗？贵太妃一贯从容，有话好好说便是，大吼大叫做什么？贵太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走到一旁椅子前，愤然坐下。今日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这件事情没完。没完又能怎么着？贵太妃还能杀了我不成？你武王今日在早朝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公然羞辱皇上，难道不该打？羞辱那个贱种怎么了？先帝把皇位传给那样一个贱种，就是为了让人羞辱的。我儿愿意羞辱他，是给他的脸面。皇上要掌权，就需要杀鸡儆猴。你敢说我儿是鸡？武王是一头暴躁凶残的狮子。贵太妃皱眉，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失态。此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贵太妃想如何呢？我儿委屈不能白受，你或者叶荣轩亲自去给武王赔礼道歉。不可能，必须去。本宫说了不可能。贵太妃可以提一个我能答应的要求。你护着那个贱种，护得跟宝贝似的，本宫提的要求你都不可能答应。不一定。你说什么？有些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武王出口恶气，但是让我去给他赔礼道歉，这绝不可能。你是不是想让武王落入你的圈套，然后制造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把他处死？贵太妃想的太多了。你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，我不小心一点行吗？本宫就是死活想不通，先帝那么多儿子，个个出身高贵，你眼瞎选了一个最低贱的东西。贵太妃，本宫允许你出宫去看看自己的儿子，顺便带句话给他。贵太妃眯眼看着他，本宫与他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并非是真心想与他为敌，但是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皇上和皇后大不敬，本宫想饶他都没有理由。他有不满，有怨恨，想发泄，若是没人看见也就算了，有人看见了，皇上忍，本宫忍，王族威严何在？帝王之威何在？我真的可以出宫？当然，算你识相。贵太妃甩了甩袖子，起身离开。皇后就这么让她走了？贵太妃太嚣张了。嚣张不好吗？晏殊嘴角微扬，眼底色泽幽深难测。越是嚣张跋扈之，才越适合做棋子。严嬷嬷，奴婢在。后宫腾个清静之地出来，让验才人搬过去抄写经书，敲一敲木鱼，以后别再出来见人了。是。午膳之后，凤仪宫传出旨意，授丞相府孙女南哥为正三品御前代诏女使，随侍皇后左右。叶荣轩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坐不住了，急匆匆地赶到了凤仪宫。舒儿，皇上怎么来？听说你要授南家嫡女做女官。晏殊嗯了一声，就照着这个样式做，尽快做好。是。司制坊的管事嬷嬷领旨告退，一旨已经颁了下去，把南哥安排在我身边，以后做事也方便一点。叶荣轩在他的身侧坐下来。你身边不是有了清雉和明熙吗？清雉和明熙负责宫内事务，跟南哥并不冲突。再说清雉虽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但到底读书少了一点，管一管下面的工人们没有问题。问他关于朝事见解、天下大事，他能说出个1、2、3来。是啊，奴婢大字不识几个，给主子端茶递水还行，若要奴婢关心天下大事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让南哥做外女官？我现在跟皇上一起临朝听政，身边有一个随时出入御书房的女官，会方便一点。可西楚从未有过外女官，现在不就有了吗？西楚还没有宫女诞下的皇子能登基呢，皇上不也打败其他皇子，顺利登上了皇位？叶荣轩表情瞬间僵住。何况惯例就是用来打破的，皇上能破例登基，我能临朝听政，这不都是我们争取的结果？皇上给我捏捏腿吧。清雉抿着唇，转身往外走去。都出去吧，让皇上和皇后娘娘单独待一会儿。是。南哥淡定地瞥了皇帝一眼，转身去了东暖阁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让南哥进宫做女官了？是南相的意思，还是晏殊自己的意思？我开始临朝听政，身边没一个可使唤的人，终归是不方便的。南哥自小读书，受外祖父亲自教导，博学多闻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有我又是表姐妹，我信得过他。信得过就要把他安排进宫吗？南姑娘已经16、17岁了吧，到了嫁人的年纪了。这个时候把她安排进宫，会不会让南家人以为皇后故意不让她嫁人呢？我确实是不太想让她嫁人。最近景王一直去南家提亲，让人左右为难。景王？目前来说，让她进宫是最好的安排。叶荣轩闻言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冷意。
还是舒儿想得周到啊！景王心术不正，根本配不上南家嫡女。舒儿把南姑娘接进宫，也算是断了她不切实际的妄念。晏殊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弧度，没再说什么，径自合眼沉思。贵太妃一路上思索着晏殊的话，出宫之后直奔武王府而去。武王趴在床上，脸色惨白，太医正小心翼翼地给他处理伤势，去转告沈汉文，他要是敢对叶荣轩那种贱种投诚，本王灭他全家。贵太妃脚步就这么一顿，随即看见武王的贴身侍卫从室内走出来，侍卫下意识的一愣，随即恭敬的行礼告退。景儿，干什么干？他们下手可真狠。景儿，你疼不疼？叶荣锦闭上眼。母妃问的不是废话，你们动作轻点。该死的叶舒，本王跟他势不两立。那个女人简直眼瞎，不但扶持一个贱种上位，还敢对我动手，不报此仇，本王誓不为人。让你轻点，你听不见。真该死。行了行了，赶紧上好药，出去，我要跟景儿说说话。是。我儿真是可怜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挨这样的打，都怪那个贱种，被你骂几句怎么了？好像他以前没有挨过骂似的。下令杖打本王的人是叶舒，不管是谁，反正是因为叶荣轩而起的，我儿一定要出这口恶气。怎么出气啊？把那个让你厌恶的贱种套上麻袋，痛打一顿如何？这个主意不错，你出去吧，我来。太医如蒙大赦，战战兢兢的行礼告退。母妃，你轻点。太妃娘娘，还是奴婢来吧。不用，让武王好好记着这痛，待伤好之后，务必把这个场子给找回来。那个杂种身边那么多人看着，我找得到机会动手吗？真当宫里的御林军都是摆设？总有机会的。那个女人说跟你往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打了你之后，她心有愧疚，答应让你出口恶气。叶荣锦皱眉。母妃说什么？晏殊说给你机会出口恶气，不过这是不是他想设局陷害你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叶荣锦顾不得疼，晏殊那女人是什么意思？对了，你方才说沈尚书怎么了？叶荣轩最近在拉拢沈汉文。沈汉文可是我们的亲家，他应该不会轻易被一个贱种收买吧？谁知道晏殊那个狡猾的女人什么手段使不出来啊？万一她设计陷害沈汉文，迫使他不得不归顺他们，焉知沈汉文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威胁？所以我要提前给他一些警告。我倒要看看6部都不投诚，叶荣轩这个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儿还能做多久的皇帝？4月16，晏殊在宫中举办了一场赏花宴，凤王正妃萧盈夏和侧妃吴氏，还有长公主府钟明熙。偏偏这个钟明熙跟凤王侧妃吴敬生不和，关系恶化到了一见面就撕的地步。按理说吴氏区区一个侧妃，并不敢惹怒长公主府郡主，偏偏吴氏也是一个冲动跋扈的主。她的父亲吴成在宁州势力很大，横行一方，嫁给凤王之后又有太后庇护，吴敬生和钟明熙对上，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。商贾之女做亲王侧妃，明面上已是破例，然而对于吴氏来说，做侧妃显然委屈了她。吴氏心高气傲，连凤王妃都不放在眼里，自然是不会忌惮一个郡主。这两人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，一旦起了冲突，长公主不会善罢甘休，吴敬生也绝不会吃了哑巴亏。若有人从中添把火，两人的仇会越结越大，最终一定会惊动吴成。惊动吴成之前，会先惊动太后。晏殊嘴角微扬，有哥儿在，本宫要省心不少，还需要娘娘多多提点。我们姐妹之间就不需要那么多客套话了。是，皇后娘娘，贵女们都到了御花园，娘娘可要现在过去？不着急，让他们自己先彼此熟悉一会儿。是。御花园里空气清新，环境清幽宁静，各种花卉竞相争艳。吴敬生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身上穿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商户女，商户女不能穿绸缎，你不知道？赶紧给本郡主把衣服脱了。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我家王爷都没干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放肆！本郡主教训你，你居然敢反驳！哼，一个张牙舞爪的蠢货，还真以为自己身份多尊贵。你来人！给本郡主打烂他的嘴！郡主，一个端庄明丽的女子走过来。今日是皇后娘娘请的赏花宴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萧姐姐就是太大度，她一直被这个贱人欺负。钟明熙一脸愤愤，区区一个侧妃，居然敢比正妃穿的都好，以后只怕要爬到王妃头顶上撒野了。你骂谁是贱人？我问你骂谁？骂你呢，贱人！一个清脆的巴掌响起，钟明熙捂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你敢打我？就是打你，怎么了？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打我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本郡主被这个贱人打了，你们没看见呢？还不把这个贱人给我抓住！本郡主今日要打烂他的嘴！
长公主府的嬷嬷和侍女齐齐上前抓着吴敬生。明熙，你冷静一点，皇后娘娘等一会儿就到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晏殊在宫人簇拥下走进了御花园。免礼。本郡主让你们打烂那个贱人的嘴，你们没听到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郡主，皇后娘娘面前还是……皇后娘娘面前怎么了？吴景生那个贱人敢对本郡主动手，我今天非要他好看不可。怎么回事？谁跟谁发生了争执？回禀皇后娘娘，一个宫女走过来，长公主府郡主和凤王侧妃。晏殊平静扫了一眼两人，说一说事情经过。吴敬生那个贱人，他敢对我扇巴掌！你不是皇后吗？希望你能秉公处理此事。真有此事？是他先骂我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指着鼻子骂过，打他不应该吗？放肆！皇后娘娘面前岂容你如此态度？皇后也得讲道理吧？难道就因为她是皇后就可以？敬生，萧迎夏脸色一变，立时阻止了他的话。皇后娘娘面前不得放肆。看来凤王府侧妃不但敢掌掴郡主，连皇后也不放在眼里。来人，把凤王侧妃带过去，赏10个耳光，教教她规矩。你敢！2个宫女走过来，一左一右抓住他的胳膊。你们敢对我无礼？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？太后和凤王若是知道……闭嘴！皇后娘娘面前，你父亲也得跪着说话。季嬷嬷走到了他跟前，抬手就往他脸上扇去。放开！季嬷嬷不疾不徐地扇着巴掌。萧迎夏在晏殊的面前跪下，妾身治辖无方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停！再看方才还嚣张跋扈的凤王侧妃，这会儿一张脸肿得跟猪头一样。小郡主，你虽是平阳长公主府郡主，但是在皇后娘娘面前说话，还是要注意一些分寸，否则凤王侧妃的下场就是你的榜样。钟明熙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最终却只是走过去。方才恕我不敬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本宫面前容不得任何放肆，以后都记着教训，否则别怪本宫心狠手辣。多谢皇后娘娘，我记下了。都坐吧。吴敬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花厅外，怨恨地注视着厅里的众女。看什么看？难不成你还不服？你们如此对我，父王真的不能向他断手。钟明熙在皇后娘娘面前态度一时不敬，可皇后却不惩罚他，是因为怕了他。我是平阳长公主的女儿，生来就有皇族血脉，比你尊贵多了，你焉能跟我相提并论？你的意思是皇后没你尊贵？当然，看来你还是没学到教训。来人，继续掌她的嘴。季嬷嬷，我让你动手掌那个贱人的嘴，你没听见？嘉宁郡主，这里只怕不是你可以做主的。郡主就算再怎么目中无人，也不该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。你居然敢教训我？嘉宁郡主，你太放肆了！我就放肆，怎么了？哼，我不信你敢如何？季嬷嬷不敢，本宫敢。本宫若不对你做些什么，倒真像是本宫怕了你似的。既然郡主如此想领教，季嬷嬷就带过去教训教训。是。你敢？谁敢碰我，我母亲一定会灭他全家。本宫就等着平阳长公主来灭我全家。带出去。是。晏殊，你敢打我，母亲不会放过你。狠狠的一耳光打断了他的叫嚣，花厅内仿佛瞬间陷入了一片安静。你这个贱奴，居然真的敢对本郡主动手，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放开！季嬷嬷又一巴掌打断了他的狂叫威胁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贱奴！皇上驾到！众女转过身走了出去，跪下恭迎圣驾。万岁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还不停下！皇帝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的身后还跟着凤王和御林军刚上任的副统领钟义安。平息！王爷！吴敬生眼眶一红，猛地扑进了凤王怀里。王爷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大哥，这群刁奴欺负我，吴草妃也欺负我，你快把他们统统抓起来，拖出去乱棍打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今日不是招施家嫡女来赏花吗？怎么闹得这么难看？回禀皇上，近这2天天气不错，皇后娘娘确实招贵女们来赏花。然而皇后娘娘还未到御花园，长公主府嘉宁郡主和凤王侧妃就起了争执，且凤王侧妃还动手打了郡主一巴掌。皇后娘娘训斥她一句，岂料吴侧妃不服，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皇后娘娘，所以皇后娘娘才责罚了她。景生，事实当真如此？明明是钟明熙先找我的茬，他不但指责我不配穿这件衣服，还骂我是个贱人，口口声声说我是低贱的商户女，我不能打他吗？她是郡主，你是侧妃。侧妃怎么了？侧妃不是人，她仗着自己是长公主府郡主，就能随意的羞辱我。我就算是侧妃，那也是凤王娶来的侧妃，不是谁都可以羞辱的。我羞辱你怎么了？你就是个低贱的商户女，按规矩就是不配穿绫罗绸缎。我骂你是看得起你，你乖乖给我受着就是，居然还敢打我，真是反了你！
放屁！你才低贱！我商户女吃着你家饭了，你身上穿的、头上戴的、碗里吃的，哪样不是商户给你们提供的？你看不起商户女，那你能不能不吃饭、喝露水去修仙吧你？你放肆！你太放肆了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都给我住口！当着皇上和皇后的面如此歇斯底里，像什么样子？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皇族郡主和侧妃该有的端庄气度？叶如轩脸色阴沉，正要说话，一个低贱商户女，浑身都是铜臭味，还端庄优雅，简直笑掉在场之人的大牙。嘉宁郡主，你太放肆了！我就是放肆！凤王想打我不成？是吴敬生那个贱人先打我，凤王护短护得如此光明正大。明熙，圣上面前注意你的态度。我是凤王侧妃，王爷不护着我，难道还护着你啊？真以为自己是个尊贵的金枝玉叶？我呸！你给我等着，看本郡主不活撕了你！叶如轩攥着手，脸色黑青沉怒。皇上，敬生出身商贾，对皇族礼仪确实有些欠缺。今日冒犯皇后和嘉宁郡主之处，臣代他赔个不是。臣先把他带回王府，好好管教，暂且告退。妾身告退。晏殊也没说什么，这只是个开胃菜，更精彩的好戏还在后面。不能让他走，大哥，把他们拦住！吴敬生那个贱人方才打了我一巴掌，他必须跪下来给我磕头赔礼，否则这件事情没完。明熙，去给嘉宁郡主赔罪。你让我跟钟明熙去赔罪？她是郡主，你是侧妃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打她就是以下犯上，给她赔罪。极力抗拒之下，吴敬生最终还是不甘不愿地赔了罪。钟明熙冷哼了一声，这才罢休。凤王神色僵硬地告退，很快带着正妃、侧妃离开。给嘉宁郡主拿药膏过来。本郡主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挨过别人的打。皇后今日当着众人的面命奴才掌我的嘴，本郡主以后该怎么见人？别胡闹！要不是你跟凤王侧妃起了争执，如泼妇骂街似的，毫无皇族仪态，皇后会惩罚你吗？我不管，本郡主长这么大，从未有奴才敢欺负到我的头上。就算皇后在理，可宫里的嬷嬷凭什么打我？叶荣轩眉头紧皱，看向坐在花厅里的晏殊。你想怎么样？掌他的嘴，必须狠狠掌他20不50下，把他的嘴巴打烂才行。季嬷嬷跪在地上，沉默不发一语。季嬷嬷，你可知罪？老奴不知罪在何处。大胆！果然是个嚣张跋扈的嬷嬷。来人！皇上想处置我的人。舒儿。叶荣轩走到晏殊的身侧，蹲了下来。嘉宁郡主到底是长公主的女儿，自小被惯坏了，骄纵任性，不可一世。今日之事若不给她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只怕什么？皇上的意思是说，本宫处置了谁，事后还要跟此人赔罪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皇上真有这个意思，今晚我先陪皇上去武王府赔个罪吧。毕竟武王可是你亲哥哥，而且他挨得更重。季嬷嬷是我的人。晏殊站起身，目光冷冷地望着花厅内外。凤仪宫所有的人，哪怕只是一个扫地的丫鬟，谁敢不经过本宫同意动一下试试？叶荣轩表情难看至极，心里怒火明明已经沸腾，却必须克制着脾气。舒儿说的对，是朕考虑不周。钟义安抿嘴站着，心里下意识地开始权衡。今日之事完全是因为明熙和凤王侧妃而起，他们言语粗俗在先，对皇后不敬在后，便是受了责罚也是应该。卑职替明熙请罪，求皇后娘娘饶他一次。钟明熙孤零零地站着，脸上表情一点点僵住。懦夫孬种傀儡。钟明熙跟着跪了下来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跟皇后作对，我方才是被凤王侧妃气得很了，才口不择言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臣女以后一定对皇后娘娘恭恭敬敬，坚决不敢再犯。叶荣轩缓缓转头，他心里清楚地意识到，今日自己又是一败涂地。你们随本宫去御花园中走一走。晏殊吩咐，没再理会钟家的兄妹，也没理会叶荣轩，径自举步离去。贵女们站起身，安静地跟在晏殊身后。叶荣轩眼睁睁地看着垂在身侧的双手缓缓攥紧。秦姑娘留下，其他人先去赏花。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位姓秦，闺名妖娆，乃是礼部郎中的庶女。秦姑娘，本宫有件事想跟你商议。臣女不敢，皇后娘娘但有吩咐，臣女万死不辞。抬起头。是。秦家女子，年方28，生得一副姣好的容貌。你可以坐着与本宫说话。臣女不敢。你的父亲为你定了亲事，但是你不愿意嫁与那人，是吗？皇后娘娘，本宫可以让你得偿所愿。秦妖娆沉默垂眸，定了亲事，那是亲事吗？可是为了他的利益，父亲听从嫡母的建议，要把他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。那些诅咒般的言语萦绕在耳畔。你生的一副狐
狐妹子样，好人家的男儿谁愿意娶你做正妻？林尚书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别不识好歹。你那姨娘就生得一副狐妹子样，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也是个狐妹子。若敢不从，干脆就把你送去勾栏接客，看你究竟想伺候一个人，还是想伺候一群人。句句刺，字字恶毒。皇后娘娘想让臣女做什么？秦姑娘这张脸生得美丽非凡，且天生风情万种，让男人难以抗拒。本宫想让你进后宫。秦瑶娆沉默，心头开始生出了希望。只要你听本宫的话，本宫保你留住清白，至多1年时间便可以恢复自由之身出宫，且是真正的恢复自由，不再受你父亲的摆布。皇后娘娘为什么选中臣女？因为你能更好地配合本宫的计划，因为你有弱点以及需求，本宫可以满足你的心愿，我们是各取所需。这件事情你可以考虑，就算是不答应，本宫也不会治你的罪。臣女无法拒绝这个交易。赏花宴散了之后，5时之后就把册封的旨意拟好，给秦家送去。暂时就封为昭仪。是。秦姑娘请回去收拾一下。3日之后，本宫派马车接你进宫，不必带陪嫁侍女。平常若有喜欢看的书籍或者极贵重之物需要随身携带，经由内务嬷嬷过目之后，可以带进宫里。是。晏殊没再多说什么，很快打道回了凤仪宫。皇后娘娘威武，经此一日，不管是凤王府还是长公主府，只怕再也不敢对皇后娘娘不敬了。晏殊喝了口茶，眉眼淡漠平静。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他的对手都很多。皇后娘娘，晏才人今日应该搬去青丘殿，但他哭着嚷着说自己冤枉，想要见皇上一面。一个才人罢了，你们应付不了吗？他若是不听话，就用一些手段让他听话。对于这种不知检点的女子，皇上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严嬷嬷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很快领命而去。是。皇上驾到！换了一身常服的叶荣轩很快跨进了殿内。都免礼吧。谢皇上。午膳时间到了，稍后多做准备一些菜，朕留在这里陪皇后用膳。是。晏殊对他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，径自卧在榻上看书。舒儿还在生气啊？有什么可生气的呢？朕知道错了，方才在御花园，朕不应该拿你的嬷嬷问罪，只是舒儿应该知道，朕并不是要真的问罪季嬷嬷，而是要在嘉宁郡主面前装样子，给她一个交代罢了。当真？这样一来，不是有损你皇帝的威严？朕的皇帝威严哪有舒儿心情重要啊？况且朕的威严有损，却给舒儿撑足了场子，这样一来，这些郡主贵女们以后才不敢不把皇后放在眼里。事实当然不是他说的这般云淡风轻。难为皇上，我今天实在是被凤王府吴侧妃和嘉宁郡主气到，他们一个是侧妃，一个是郡主，却当着那么多贵女的面吵架，歇斯底里的样子简直跟泼妇无二，哪里有一点皇族该有的端庄仪态？确实不像话，堂堂亲王侧妃竟比访亲泼妇还粗鲁，真不知凤王府那些嬷嬷平时是怎么教的规矩。听说舒儿要册封一个女子为昭仪，怎么要册封啊？看得顺眼呗。不知是谁家的女子能让舒儿如此喜欢啊？秦家庶女。叶荣轩回神，开始从脑子里搜朝中姓秦的官员。秦大人官职不大，皇上不用担心。既然官职不大，舒儿为什么？秦大人官职不大，但是不安于现状，所以想将女儿送给朝中重臣，以换取以后平步青云的机会。本宫厌恶这样的行为，所以偏不让她如愿。舒儿想法是好的，只是这种事情屡见不鲜。屡见不鲜，所以就要默许。皇上可以容忍朝堂上都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，全凭花钱买官或者卖女儿得来官职的废物大臣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以为这群昏庸无能的东西能帮你稳定江山、治理天下，还是认为他们可以善待百姓，让西楚和亲海晏？叶荣轩脸色涨红，彻底无言以对。是朕考虑不周，舒儿别气了。舒儿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暂时没什么打算。今日发生了这么一出事情，肯定是会有人坐不住找上门来。叶荣轩眉头微皱。太后。晏殊抬眸。怎么了？舒儿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没怎么，他只是觉得这个人一蠢的无可救药。凤王侧妃是太后的表侄女，是吴成的女儿。今日御花园中发生的这一出闹剧，不但是会惊动太后，吴成早晚也会知道。叶荣轩沉默片刻。所以吴敬生和钟明熙闹得不可开交，其实是你。皇上，本宫去御花园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动起了手。朕没有指责你的意思。方才严嬷嬷来禀报，说晏雪吵着闹着要见皇上，本宫让他们打发过去了。晏雪，她还在宝成殿？今天带着几个宫人，把她安排去了青丘殿。青丘殿安静无人打扰，正好适合清修。舒儿安排就好。青丘殿，宫中最冷清荒凉之地。叶荣轩拿着筷子的手紧了紧。
秦妖娆出宫后坐上了马车，一路思索着皇后娘娘的话。妖娆妹妹回来了，在宫里没惹贵人主子们生气吧？秦家当家夫人魏氏的侄子，这个家的表少爷魏子恒，一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下流胚子。见秦妖娆下车，魏子恒一双眼落在了他那张如花似玉的脸上。妖娆妹妹，皇后召你进宫干什么？是不是听说你狐妹子的名声，叫你进宫立规矩？秦妖娆面罩寒霜，理也不理，径自的往内院走去。站住！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？又想找打是不是？滚！你这个臭婊！如果你敢碰我一下，我敢保证你今天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不信可以试试。你装腔作势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进了一趟宫就成了宫里的贵人了？秦妖娆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林大人府上都过来催了几次了，赶紧给我收拾收拾。母亲只怕要失望了，皇后娘娘让我进宫侍奉皇上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100遍都行。皇后娘娘让我进宫侍奉皇上，旨意稍后就到。母亲有话，不妨等旨意来了跟宫里人说。大表哥若是再对我无礼，就是大不敬。你是否想知道对宫中贵人不敬会落得什么下场？表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就你这副狐媚样子，皇后娘娘会让你进宫，简直异想天开。是不是异想天开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去收拾东西。你给我站住！秦妖娆，你要是敢骗我……没等他说完，秦妖娆举步就跨进了门槛。姑母，你看看，一个女儿家这么不懂礼数，就算进了宫，早晚也会给秦家惹来祸患。我且等等看，今天要是等不来册封圣旨，看我如何收拾他。姑母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？可不可信，半日功夫不就知道。他要是敢蒙我，我今日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如果是真的呢？魏氏瞬间沉默下来，眼底一道寒芒划过。秦妖娆回到了自己的小院，一个僻静的甚至有些寒酸的屋子。皇后应该早就把她的处境调查得清清楚楚，她怎么就入了皇后的眼？秦妖娆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秦妖娆回神，几乎是下意识地从床沿站了起来，举步走出去，打开房门。你给我跪下！敢一个人躲在屋子里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大姐，今天只怕是不行。皇后娘娘封了我做昭仪，昭仪虽然比不得皇上的妃子，却也是正儿八经的宫中贵人，以后连爹娘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、恭恭敬敬的行礼。大姐不能再让我下跪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姐方才从外面进来，没听到母亲跟你说午后旨意就会到。秦妖娆，光天化日之下你在做梦吗？你这个贱蹄子简直不知死活！说罢，抬手就往他的脸上扇去。秦妖娆抬手抓住他的手腕，眼神冰冷。大姐可知道掌过贵人是什么罪名？你放肆！我就说皇后好端端的怎么会邀请你这个狐妹子进宫？原来你早就勾搭了皇上。今日之前，我从未见过皇上的面。你觉得我会相信？哼，像你这副狐妹子的样子，皇后娘娘是有多蠢才会把你选进宫侍奉皇上？被辱骂、被贬低、被打罚，都只能忍着，因为他的生母周氏当年只是一个青楼花魁，秦妖娆的名字都是主母给她起的，就是为了羞辱她的生母。大姐，即日开始，你可不能再辱骂我了，也不能再肆意对我动手，否则就是大不敬，会给秦家招来祸患的。你放肆！更不能辱骂皇后娘娘。如果皇后娘娘知道大姐在背后非议她，说她愚蠢，大姐只怕承受不住不敬皇后的罪名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何曾非议过皇后？身后的嬷嬷和丫鬟们面面相觑。大姐请回吧，我这2天需要好好休息，3日之后皇后就会派人来接我进宫。若我休息不好，让皇后看得厌恶心烦，只怕对秦家不好。这番话一出，秦婉君眼神骤然变得阴冷。你在威胁我？大姐想打我吗？若我脸上或者身上留下痕迹，让皇上或者皇后娘娘看见，只怕对秦家更不好。毕竟宫规向来严苛，大姐应该也不敢冒险才是。秦婉君气得脸色铁青，她愤怒地盯着这个小贱人。听说皇后娘娘是个手段很辣的女子，她自己的亲妹妹因为不检点，都被皇后发落的不轻。二小姐这般姿色，编排皇后娘娘可是大罪。稍后宫中来人，我会如实跟他们说清楚，顺便问问皇后娘娘，她是不是真的心狠手辣。你大小姐，一个侍女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宫中有人传来圣旨，夫人让所有人都过去跪接圣旨。秦婉君脸色一变，转身拂袖而去。二小姐，
我不是编排皇后。于嬷嬷的意思是我听错了？是我的错，我的话让二小姐误会了，还求二小姐高抬贵手，都是我嘴贱。狠狠地朝自己脸上抽了个嘴巴子。秦瑶瑶没再多说什么，跟着往前院走去。秦家长子秦业听到动静，从东院出来，刚好看见秦婉君在前，秦瑶瑶落在身后。大哥，公主来了旨意。你倒是有手段。前院已经跪了一地。皇后娘娘有旨，秦家次女秦妖娆，貌美性婉，位置兰心，深得本宫之心，特封为正三品昭仪，钦此。居然是真的！皇后娘娘亲自下旨，册封秦妖娆为昭仪。那个贱蹄子，她凭什么这么好运气，居然能进宫伺候皇上？秦夫人，接旨吧。臣妇谢皇上恩典，谢皇后娘娘恩典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请二姑娘这2天好好休息，把精神养好。3日之后进宫，皇后娘娘会找你问话。是，多谢皇后娘娘恩典。诸位可以起身了，这是圣旨，秦姑娘务必收妥。魏子恒站起身，目光落在南哥的脸上。南姑娘生的可真是闭月羞花，清丽高贵，可比妖娆表妹那狐妹子容颜好得多。放肆！南姑娘乃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女使，你敢如此评论她的容貌？我这是夸赞。掌嘴。是。 2个太监上前跪下。南姑娘，南姑娘，子恒没有恶意，求南姑娘高抬贵手。跪下！魏子恒吓得脸色发白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几个巴掌就把魏子恒打得嘴角破裂流血。羞辱本宫是罪1，羞辱昭仪娘娘是罪2。念你初犯，只掌掴20。若还有下次，我就带你进宫去见皇后。魏氏脸色发白，死死地攥着手。昭仪娘娘，3日后奴才来接您进宫，暂且告退。有劳元宝公公，有劳南姑娘。南哥和元宝离开之后，秦家前院还沉浸在一片压抑凝滞的气氛之中。这份册封旨意，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手段得来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是秦家庶女。秦妖娆，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别以为得了册封就能飞上枝头。我不敢这么认为。不敢？说你是小贱蹄子，可真没有冤枉。进一趟宫就把皇上迷惑住了，你这妖媚手段还真是不同凡响。秦妖娆没说话。虽然不知道皇上为什么会册封你做昭仪，但婉君跟你长得很像，这份册封圣旨就由婉君替你。你在家好好待着，若宫里问起，就说生了重病，起不得身。秦妖娆沉默着。大哥好歹是个读书人，不如等父亲晚上回来，大哥先问问父亲的意思，看欺君之罪该如何处置。今日之前，我从未见过皇上的面，早上在宫里，我也未曾跟皇上说过一句话，让我进宫完全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大姐若愿意，也可以把圣旨留着，3日之后亲自进宫去见皇后，就说我重病或者濒死，甚至已经死，看你有没有机会进宫服侍皇上。秦婉君捏紧了圣旨，忽然想到选秀那日的情景。秦婉君咬了咬牙，拂袖离去。哼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以为做了昭仪就可以改变你庶女的出身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最好没有。秦业丢下这句警告，转身离开。秦妖娆，你要记得自己的身份，在宫中做贵人，也不是一步登了天。以后若没有娘家帮衬，你将寸步难行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女儿时刻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。你知道就好。乌压压的一群人慢慢的散尽，夜幕降临，宫中灯火辉煌，远离凤仪宫的清秋殿里却是一片昏暗凄冷。燕雪站在仅有的光线处。燕才人站着干什么呀？白天让你搬你不搬，这会儿乌漆八黑的看不清楚也不怪我们。这里这么黑，光线差得要死，我怎么朝觐，怎么祈福？你们故意克扣我阅历，连烛火都不让用。燕才人凑合着用吧。您如今这身份，委实有一些见不得人。奴婢担心太亮堂会让您无地自容。就是，还真当自己是宫中的贵人呢。护国公已经因为你的不检点而名声扫地，您的母亲也丢了一品诰命夫人的封号，以后就别在我们面前颐指气使了。皇后娘娘仁慈，才没有把你这个污秽后宫之人杖毙。你该感谢皇后娘娘隆恩浩荡。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折辱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没有不检点，我肚子里怀的孩子是……皇上驾到，还不跪下？这里光线为什么这么暗？掌灯！宫女们手忙脚乱的去掌灯，殿内光线很快亮堂了起来。叶荣轩负手跨进殿门，沉默的打量着这间寝殿。皇上，妾身……快起来吧。叶荣轩伸手把他拉起来，抬手拭去他眼角的泪珠。都是朕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跪在殿内的几个宫女面面相觑。你们先出去。林英，老奴明白。几个宫女退到了殿外。在宫里做事，嘴巴闭紧些就是最佳的保身之道。你们可听明白了？是，奴婢谨记林公公提点。
言。后宫主子们的地位取决于皇上荣宠，皇上喜欢哪个以后就会飞黄腾达。你们今儿伺候才人用点心，来日说不定就会跟着水涨船高。皇上到底是皇上，这宫中早晚都是皇上说了算，你们明白吗？是。去给宴才人多准备一些烛火，日后膳食也不能太过怠慢。谨遵公公之命。寝殿内，叶荣轩心疼地把燕雪拥入怀里。委屈你了。皇上，我还要等多久？不会太久的，你暂且忍一忍。妾身实在是受够了这样憋屈。朕知道，朕都知道。雪儿，朕记得你以前说过，晏殊手里有一股秘密的势力。我记得他15岁那年回家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，暗中一定是有人保护他。他说的云淡风轻，事实却是15岁回家那年，晏殊在护国宫经常遭到刺杀。父亲怀疑是先皇安排了特殊的势力保护晏殊。皇族有一支人人皆知，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接触的暗卫营，名字叫做玄影殿。皇上是怀疑这个势力在晏殊控制之下？不是怀疑，而是几乎可以确定，晏殊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他也应该替南家考虑。如此嚣张跋扈的皇后，史上罕见。如果他手里真有这股势力，皇上岂不是永远无法？胡说八道！朕是天子，上天挑选的帝王。妾身该死。朕确实对不住你，明明没有保护你的本事，一开始就不应该把你卷进来。妾身不怪皇上，只是一时无法适应这环境。之所以看上燕雪，便是因为她的秀美柔弱跟强势的晏殊截然相反。雪儿，你有空的时候经常去跟嘉妃和云妃请个安，与他们打好关系，并暗暗透露些消息给他们，就说皇后已经掌握了他们父亲的一些证据，让他们早些投靠朕，朕可保他们安然无恙。晏殊真的掌握了吏部和户部2位尚书的罪证。可是晏殊居于深宫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所以朕才怀疑他手里掌握着玄影殿的势力。朕过几天会抽个机会问一问，玄影殿本该效忠皇帝，没有让皇后手握大权的道理啊。如果是真的，晏殊会愿意交出权力吗？我们该怎么对付他？皇上，我怕，我真的害怕。别担心，朕会想办法的。还有件事，他们说母亲高明夫人的封号被剥了，是吗？哪个嘴碎的东西在你面前胡言乱语？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雪儿，等朕掌了大权，一定会补偿他们的。燕雪低眉掩去了眼底的恨意。你早些休息，朕不能久留，朕会交代他们好好照顾你。且先养好身子，别胡思乱想，朕改日再来看你。皇上，乖，朕先走了。燕雪黯然地嗯了一声，起身把他送到了殿门外，看着他带着林英离开。这个皇上真的太没用了，来看自己的嫔妃都要偷偷摸摸。凤仪宫里灯火柔和静谧，皇上去了清秋殿，是只带了林英一个人，生怕被别人发现了似的。明日一早把这个消息透给贵太妃，贵太妃应该会给本宫制造一个惊喜。娘娘放心，奴婢知道该怎么做。晏殊没再说什么，微微合眼。然而晏殊显然没料到，当天晚上离开清秋殿的叶荣轩就被人蒙头狠打了一顿。来人，快来人呐！有刺客，快来人！护驾，护驾！叶荣轩整个蜷缩在地上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只有狂风暴雨一般的拳头落在身上、头上、背上。来人呐！有刺客，有刺客！你们胆大包天，敢袭击皇上，皇上一定会把你们凌迟处死。带几个内侍闻声匆匆赶过来，2个蒙面的黑衣人狠狠踢了他最后2脚，闪电般离去。皇上，奴才该死，奴才护驾不力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求皇上恕罪。浑身都疼，头疼、脚疼、腿疼。皇上，奴才这就让人去选太医。皇上！叶荣轩缓缓地睁开眼，一只眼睛肿得像是核桃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！叶荣轩动了动嘴，林英被溅了一身。皇上，林总管，奴才们应该赶紧把皇上送回寝宫，然后找个太医来看看，还要去通知皇后娘娘。叶荣轩惨叫了一声，疼得瑟瑟发抖。皇上，快禀报皇后娘娘，让凌统领赶紧过来。一个小太监起身就往凤仪宫跑去。开门，我要及时禀报皇后娘娘。当叶直的冷嬷嬷急匆匆地进了内殿，
皇后娘娘，外面出事了。晏殊睁开眼，转头看着他凝重的表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上遇到了刺客。你说什么？有太监过来禀报，说是皇上和林英从青丘殿出来的公道上遇到了刺客，皇上被人蒙着头打了一顿，打得挺厉害。更衣，夜半三更，皇后娘娘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前往崇明殿。太医匆忙抵达，给皇上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。太医，皇上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？皇上内伤外伤都有些重，还有内伤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林公公，皇上在宫里怎么会遇袭？不是有御林军护驾吗？皇上是在后宫遇袭，就算在后宫，也该有随身内侍护驾。而且皇上的伤看起来像是练武之人动的手，脏腑都有损伤，根本不是宫女可以做到的。脏腑有损，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霍太医，皇上可万万不能有事啊！皇后娘娘驾到。晏殊走了进来，走进内殿，看着叶荣轩躺在床上的样子。林一，皇上在何处被人袭击？袭击之人是谁？护驾之人何在？回禀皇后娘娘，皇后恕罪，皇后娘娘饶命。本宫问你话。晏殊抬起一脚踹过去。皇上因何遇袭？护驾之人何在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皇上，偷袭皇上之人何在？他们逃了，奴才该死，求皇后娘娘饶命！不主不立的奴才，留着何用？来人，拉出去杖毙！是。皇后娘娘饶命！皇后娘娘饶命啊！皇后娘娘！很快有2名侍卫进来，把他带了出去。皇后娘娘！皇后，别杀林英！晏殊转头看着他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舒儿。叶荣轩挣扎着起身，青紫交织的脸上看着毫无帝王风度。不怪林英，是朕疏忽。既然如此，皇上能不能告诉我今晚去了何处？为何需要鬼鬼祟祟的去？身边连内侍都不敢多带。此事朕有苦衷。你的苦衷不是林英失职的理由。林英既然做不了这个贴身总管，我自会给皇上换一个更称职的。皇上可以放心，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奴才知错，奴才该死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饶命啊！奴才知错，奴才该死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皇后，林英只是听命行事，所有事情跟她无关。你有什么事冲着朕来？皇上别说傻话，一个没办法保护主子安全的奴才，要他何用？若林英真的死了，他在这宫里还有可以信任的人吗？舒儿，让他们住手，不许再打了。皇上是在命令我，那皇上能不能告诉我，今晚你去了何处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朕的皇宫，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赶紧把人放了。话音落地，南哥和青雉都诧异地看着他。看来林英在皇上心中确实很重要。林英是朕身边的人，作为皇后，舒儿不应该擅自处置的。皇上这么说话很不应该。堂堂一国之君在宫里遇袭，到底是御林军失职，还是后宫内侍失职？我需要弄清楚，看看应该处置谁。毕竟我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皇后，不想迁怒无辜之人，所以还请皇上配合一点为好。皇后，这么多人面前，你就一点都不顾及朕的面子吗？皇上原来知道要顾及面子呀，然而一国之君被人打成这样，皇上还有面子可言吗？朕已经伤成了这样，作为皇后，难道你不应该让太医先给朕看看吗？霍太医，老臣在。皇上情况怎么样了？老臣暂不知袭击皇上之人是谁，但此人手劲儿很大，像是练武之人。皇上身上伤势严重，脏腑有破裂的现象，所以才导致呕血，需要好好用药调养一段时间，千万不能再劳累，更不能剧烈动作，需要躺在床上静养。皇上听到了，脏腑受损，需要好好调养。刺客胆大包天，竟敢偷袭朕！若朕知道是谁，一定把他千刀万剐。皇上能查出是谁吗？就由皇后负责查清真凶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林公公已经奄奄一息，还继续打吗？打什么？放了他！皇上今晚去了何处？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吗？朕这点自由都没有吗？皇上自然有你的自由，可惜在今晚这种情况之下，皇上再谈自由不觉得可笑吗？皇上只带一个内侍，半路遇袭，却连何处遇袭都不肯说，我怎么查？皇上心虚，还是已经不耐烦在我这里？皇上以为自己不说，我就不知道你去了青丘殿。本来我是打算饶过燕雪和林英的，但偏偏皇上受人蛊惑，如此拼命维护一个
奴才和水性杨花的女，倒让臣妾失去了耐心。舒儿，霍太医，给皇上好好诊脉，用最好的药。皇上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当心你的性命。是。晏殊转身往外走去。承明殿所有人听清楚，皇上养伤期间不许任何人来打扰，也不许皇上离开这儿。若有抗命者，所有人一同处死。奴婢不敢，谨遵皇后懿旨。叶荣轩如坠冰降。舒儿，皇后娘娘，林公公已经断了气了。叶荣轩身子一软，整个人跌坐在了床上，脸色煞白。拖下去处理了。是。摆驾青丘殿。叶荣轩僵在了床上，眼前黑蒙蒙一片，殿内安静的似是陷入了一片死寂。青丘殿里还充斥着一股说不出的气息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。燕雪急急地穿衣下床，走到外殿跪了下来。恭迎皇后娘娘。来人，把燕才人拖出去杖毙。燕雪猝然抬眸，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两位内侍走进来，一左一右的把她往外拖去。皇后，我没有勾引皇上，皇后娘娘明察，我没有。皇上从青丘殿离开之后遇袭，重伤在身，本宫罚你到青丘殿抄经思过。你倒好，此性不改，竟三番两次勾引皇上，祸乱宫闱。今日不罚你，不可能！这宫里皇上最大，谁敢偷袭皇上？我不相信，我不！不要，皇后娘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没有不检点，我的孩子是皇上的，你们成亲之前我就跟了皇上。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不能杀我，皇上不会放过你的，父亲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背着你跟皇上来往，求你饶了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出宫出家，削发为尼。晏殊抬手，内侍们停下了动作，退至两旁。晏雪，你以为我把你弄进宫来，真的是为了让你做叶荣轩的妃子？你跟你母亲一样，就喜欢勾引别人的丈夫。我的母亲死在你们母女手里，今日就当我替母亲先讨一些利息。你敢？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晏殊，你母亲的死是咎由自取，是她自己没用，怨不得人。我告诉你说的没错，母亲当年识人不清，看上了一个薄情寡义之徒，确实是她自己的错，怨不得人。本宫识人不清，看中了一个愚蠢、自私、胆小、懦弱，还偏偏喜欢玩风流好色那一套的男人。本宫也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既然如此，你放过我。既然如此，今晚你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，杖毙。晏殊，你不能这么做！沉重的棍杖再次如雨般落下，力道比之前更大，直到声音渐渐弱下去，再也没了气息。宝成殿里，沈嘉欣心惊胆战地坐在床沿。晏雪被杖毙了。是，奴婢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好像是因为皇上晚间私会晏才人，回去之后被人蒙头打了。听说林英也被皇后娘娘处置了，皇上他不必多说话。宫里真是个处处充满凶险的地方。娘娘可有什么打算？皇后心狠手辣，我们暂时惹不得她。是，流云殿应该也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不知道云妃有没有后怕？娘娘不觉得最近很古怪？以前先帝在位时，太后、魏太妃和舒太妃他们争得你死我活，也没见谁像皇后这么狠辣到一点都不掩饰的。皇后跟晏雪有私怨，报复她也是正常。娘娘明日一早可要去给皇后请安。去。沈嘉欣起身走到了窗前站着。晏殊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呐！回到凤仪宫已经是后半夜，不知坐了多久。晏殊抬手屏退了宫人，南阁和青雉告退。容易，今晚叶荣轩出事是你安排的。晏殊目光落在他棱角分明的侧颜，容颜沉默一瞬，才低低应了声是。为什么？他背叛了主子，罪该万死。晏殊没说话，属下自作主张，该罚，请主子降罪。晏殊定定地看着他片刻，有什么罪可降？你做的事情非常合我心意，本宫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容隐嘴角微抿，又应了声是。容隐，你想做将军吗？主子若希望属下做将军，不，我在问你的意愿。属下想留在主子身边。好，主子若需要将军，属下可以替主子寻一个合适的，武功厉害，带兵打仗也可，忠心耿耿，绝不会背叛。玄隐殿里的人是。等
等忙过这段时间，我再见一见他。是。晏殊斜倚在榻上，闭目沉思。晏殊睁开眼，看着眼前这个男子，他只记得前世叶荣轩确实在打玄隐殿的主意。容易，如果我把玄隐殿大权交给皇上，你会听皇上的吗？属下不会。为什么？皇上不值得。玄隐殿效忠的人难道不是皇帝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为何？先皇给属下指定的主子是您，不是皇上。是你自己，还是整个玄隐殿？整个玄隐殿。晏殊心头微凉，顿时沉默了下来。前世分明不是如此，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明明叶荣轩和晏雪身上发生的事情都跟前世对得上。去休息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。是。晏殊安静地倚在了榻上，暗中有双眼睛一直默默地看着他。早晨天还没亮，武王就知道了宫里发生的事情。那剑种在宫里遇袭，是，果然是个贱人，连老天爷都看不得他做皇帝，这报应不就来了？皇后杖毙了叶荣轩身边的林英，是，不但如此，还正杀了护国公次女晏雪，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。只是她到底想干什么？把叶荣轩身边的总管都杖杀了，就不担心那个剑种记恨？叶荣轩受了伤，今日无法上朝，你安排人留意一下早朝上的动静，看看晏殊是宣布免朝，还是一个人上朝。是。雪儿，云氏猛地自床上坐起，脸色发白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我梦见雪儿了，她在宫里可能出事儿了。应该不会吧？我不知道，突然间心慌得很。晏殊明明说了要把雪儿放出宫，让她出家修行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动静？她是不是又改变主意了？她现在是皇后，宫里的事情都由她来做主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个逆女从来不为家里考虑，自私凉薄得很。老爷，她会不会把她母亲的死都迁怒在我们身上？如果她拿雪儿撒气，护国公没说话，眉眼阴沉无比，此时真是后悔的要死。云氏越来越心慌，索性披衣起身走了出去。大少爷回来了没有？还没。晏灵风这段时间已经换了白天当值，昨晚为什么一夜未归？难道宫里真的出了事儿？大少爷回来了，国公大人，夫人，大少爷回来了。护国公和云氏换了衣服走出去。凌风，为什么在宫里这么久才回来？就算你是皇后兄长，他也不能如此不顾及你的身体。父亲误会了，昨晚宫里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，所以我才回来的晚了些。什么事啊？皇上私会验才人，为了避开众人耳目，身边只带了一个公公，导致半路遇袭，被人蒙头打成了重伤。林公公失职，被皇后下令杖毙。验才人祸乱宫闱，在闭门思过期间擅自引诱皇上，致使皇上受伤，罪无可恕，亦是被皇后下旨杖毙。丢下最后一句话，他举步离去。晏灵风，云氏发了狂似的追上去。你胡说八道，雪儿怎么会私会皇上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是不是晏殊故意栽赃陷害，就是为了编造一个罪名把他处死？你告诉我，你……晏灵风头也不回地往南院而去。云氏一个踉跄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雪儿，雪儿！护国公神色阴沉冰冷，不发一语地盯着晏灵风的背影。来人，拿我的朝服！老爷，我现在就进宫，看看他这皇后到底想干什么。护国公气得脸色铁青，转身往屋里走去。他真以为失去了家里的庇护，他还能在宫里呼风唤雨？晏殊一夜未眠，严嬷嬷带着宫人进来伺候更衣。娘娘昨晚一夜未眠，今日可要按时早朝。自然要去，皇上懒政，本宫不能跟他学，否则早晚天下大乱。是。太极殿上，文武大臣齐聚一堂，乌压压的跪行参拜大礼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皇上昨晚遇袭，受伤颇重，太医建议皇上卧床静养2个月，以后早朝本宫暂代。皇上遇袭，满朝文武皆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本宫的好妹妹深更半夜蛊惑皇上与她私会，皇上也真是有出息，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，仅带着林英一个人就去了。这皇上荒唐啊！是啊，皇上行事怎能如此荒唐，简直不成体统，不成体统！谁知道半夜遇到什么人，竟连皇上都敢暴打，待本宫查出是谁，一定将他碎尸万段。群臣面面相觑，眼底不约而同地浮现了惊疑之色。凤王和景王悄悄对视一眼，两人几乎同时认定此事跟武王脱不了关系。如此说来，岂不是御林军失职吗？户部尚书沈汉文沉声开口：御林军的职责是保护皇上，昨晚竟然让皇上在宫里遇袭。御林军不得进入后宫之地，除非有特殊情况。后宫何人有此胆量？哎呀，皇上太不小心了！身为一国之君，身边应该随时随地有人护驾，怎么就……对呀，皇上想要临幸谁，正大光明去就是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？沈尚书抬眼看向了晏
晏殊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到底是一国之君，临幸自己的妃子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。沈尚书的意思是，本宫争风吃醋，不让皇上临幸其他的妃子。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沈大人记性是不是有点不好？晏才人作风不检点，进宫之前肚子里就已经怀了不知道是谁的野种。本宫念在她是本宫妹妹的份上，罚她去了清秋殿抄经反省，她却在反省期间蛊惑皇上，导致皇上被偷袭暴打，这难道还是本宫的错？臣失言，臣万万不是这个意思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晏雪这般行为不检点的女子，倘若有了身孕，你们谁敢担保她怀的一定是皇上的孩子？混淆皇室血脉的责任，你们担得起吗？沈大人替皇上打抱不平，倒是挺有一手。本宫为皇上挑选了几个妃子，他宠幸谁不好，偏偏对一个不贞的女子念念不忘，如此行为难道还值得歌颂不成？晏殊沉默地扶了扶袍服，有事奏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既然龙体前案，臣等可以去崇明殿与皇上禀报一事。沈大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后虽已与皇上一起临朝听政，但越俎代庖总归是失了分寸，还望皇后娘娘三思啊！三思？本宫是该三思。皇后圣明。本宫该思考的是，沈大人这些年贪了多少银子，购置了多少田产商铺，养了多少美妾外室。沈大人是不是需要先解释解释？皇后娘娘，您岂可血口喷人？臣清清白白。南哥，把沈大人这些年所作所为的证据全都拿过来，给他看看。沈汉文瞳孔骤缩。这本账册是沈大人这些年收受贿赂的证据，包括借自己和夫人寿诞之名大肆敛财，以及利用职务之便从各州各城运过来的孝敬，还有所谓的门生交给沈大人的学费，共贪污300余万两。满朝文武皆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皇后。臣冤枉，皇后娘娘，臣冤枉，臣从来没有。这本是沈大人10年间从军饷中克扣下来的银子，其中太连边境南家军的军饷被克扣的最多。臣冤枉，臣是冤枉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有人栽赃陷害，都是假的。因为连年征战，南家军所需粮草和军队装备消耗最快，沈大人每每以国库空虚为由驳回他们的要求，或者把本来应该拨出的数额偷偷减半，但禀报到先皇面前时，一笔笔账目却全按照南家军的要求上账。沈大人欺上瞒下，把大笔大笔的军赏装进了自己的腰包，这些年吃得满脑肥肠，真以为谁都不知道。晏殊接账册，抬手扔给沈汉文。谁若觉得这些罪证是造假，可以站出来替沈大人辩解，本宫会好好查一查他在这些罪证中起了什么作用，跟沈汉文关系如何。来人，卑职齐安彻参见皇后娘娘。齐安彻，晏凌风最信任之人，把沈汉文拿下，点500御林军，即刻查抄户部尚书府，沈家上下一个都不许放过。卑职领命。臣晏长虹求见皇上。满朝文武一凛，护国公来了。传。一身朝服的护国公很快走上了大殿。听闻皇上遇袭受伤，臣方才前去探望圣驾，所以来迟一步，还望皇后娘娘恕罪。父亲一片忠君之心，感天动地，本宫佩服。既然皇上有伤在身，朝中大事就该暂缓。纵然皇后身为帝王正妻，也无权代皇上处理朝中重臣。臣身为皇后亲父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祸乱朝纲，擅权妄为，还请皇后三思，请诸位大臣不畏生死，坚决阻止皇后这般错误的行为。父亲这番言辞听着确实是刚正不阿，让人敬佩。然而父亲大概还不知道皇上因何而受伤。晏殊眯了眯眼，正是因为皇上愚蠢，总是受贱人蛊惑，本宫才代为清理前朝和后宫污秽。父亲只怕还无权干涉本宫所为。臣教女无方。护国公确实教女无方，所以晏家次女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有辱门风、有辱皇族颜面的事情。皇后娘娘昨晚只处理了晏才人和林公公，尚未罪及护国公府。护国公来的倒是时候啊！晏殊纵然贵为皇后，她依然是我的女儿，难道她要治罪自己的亲生父亲不成？护国公都能大义灭亲，皇后娘娘为何不能治罪自己的父亲呢？护国公府教女无方，导致晏才人
接连做出不知廉耻之事。护国公不回去好好闭门思过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还好意思站在这里指责皇后？护国公别忘了，皇后娘娘现在是帝王之妻，先君臣后妇女，就算是皇后生父，若犯了律法，照样要被治罪。岳父大人，朝堂之上，请喊本相官名，本相福伯担不起你一声岳父。摄政王到！大殿上瞬间一静，满朝文武原本想看这对父女相争的心情瞬间被浇灭。参见摄政王。叶皇一贯的冷漠孤傲，连眼角都没有施舍一个给满朝文武，走到了殿上。参见皇后娘娘，本王听闻有人在朝堂闹事，虽过来一观究竟，不知护国公意欲为何？后宫不得干政，我只是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。摄政王觉得不妥吗？后宫确实不得干政，但皇后例外。此言一出，满朝文武齐齐一惊。摄政王此言何意？西楚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后宫干政的先例。先皇曾有旨意，若皇上无能，为了江山社稷的安稳，皇后便可执掌摄政大权。今日起，本王传达先皇遗诏，拜皇后娘娘为摄政皇后，以后众臣应尊称一声皇后陛下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自古以来哪有什么摄政皇后？摄政王口说无凭，我们如何相信？眼前黑影闪电般的掠过，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护国公被一掌击飞出去。你还想与本王争论？还有谁反对？本王行的是先帝遗诏，谁敢质疑，就是质疑先帝遗诏，罪责当诛。臣参见皇后陛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参见皇后陛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皇后陛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凤王、景王、成王三派大臣表情难看至极，他们纵使心里反对，此时也不敢直言反对。齐安彻，卑职在。即刻带500御林军出宫查抄户部尚书府，不得有误。卑职领命。户部尚书沈汉文被拖了出去。皇后娘娘饶命，臣冤枉啊，臣冤枉！冤不冤枉？齐副统领带人过去抄过就知道。多谢摄政王出面稳住江山社稷，本宫感激不尽。本王只是谨遵先皇遗诏行事，且先行告辞。话音落下，干脆利落的转身离去。于是晏殊越看越觉得他的身影格外熟悉。众人转头看向捂着心口回神的护国公，来人，把护国公送回府，请个太医给好好看看。今日早朝到此为止，退朝之后，本宫会先去探望皇上。午膳之后，以丞相为首，6部所有主事官员去勤政殿议事。若有懈怠政务之人，不愿在这个位子上干下去，本宫自会成全于他。丢下这句话，晏殊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。退朝！丞相大人跪下，恭送皇后陛下。凤王、景王和成王3人齐刷刷转头看他。3位王爷这么看着本相做什么？丞相大人对皇后干政这件事接受的未免太快了吧？既然先皇遗诏都说皇后可以摄政，本相相信诸位王爷也没有理由反对皇后干政。到底是不是先皇遗诏，谁能确定？摄政王的身世来历本就是个谜，丞相大人不觉得他太过装神弄鬼？既然凤王心里有质疑，方才摄政王没离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开口啊？不敢问。其实本相也觉得摄政王来历是个谜，只是没人敢跟摄政王对峙。凤王不敢，景王敢吗？成王敢吗？凤王、景王和成王3人脸色都有些难看。本相还有要务在身，不陪3位王爷闲聊了，告辞。武王还不知道户部被办了，不知道他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会有什么反应。凤王眉心微锁，他手里握着户部的罪证，吏部的有没有？兵部的有没有？刑部的有没有？你们可知道他手里掌握了多少朝臣的把柄？晏殊甫一回到凤仪宫，仁寿宫里就传来了太后的口谕：皇后娘娘，太后请您过去一趟。本宫这会儿刚下朝，早膳还没用，太后有什么事情等本宫用了早膳再说。皇后，徐嬷嬷没太听清楚，本宫这会儿要用早膳，休息片刻之后还要去勤政殿跟大臣们讨论政务，有什么事儿等本宫回来再说。奴婢会如实回禀太后娘娘，先告退。晏殊嗯了一声，晏殊安静地沉思着。皇
后娘娘，该用早膳了。晏殊从思绪中抽离，让南哥跟他一起吃。兵部侍郎陈毅然年少有为，行事沉稳，作风正派。本宫打算将他调到户部，填补尚书的空缺。你觉得是否可行？皇后陛下世人极准，陈毅然是6年前电视上的头名状元，得先皇赏识重用，一路提拔。虽然晋升得很快，但一直以来都很稳，从未犯过原则上的错误。他年纪尚轻，可能镇不住户部那些老狐狸，所以我打算让他负责追缴各地欠款，攒一攒政绩。各地欠款大户都是凤王、景王、武王和成王的势力，陈毅然能行吗？他只负责职责之类的事情，安危方面我会替他安排妥当，应该可行。皇后陛下，要不要先睡一会儿？昨夜一晚没睡，午后还要应付庞杂的政务，只怕凤体会吃不消。无妨，本宫应该先去看看皇上，拿个食盒过来，把这些早点装一些给皇上带过去，他只配吃剩下的。走吧。是。叶荣轩辗转反侧，同样一夜未眠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上昨晚休息了一夜，可好些了？怎么看着还有一些严重啊？叶荣轩冷着脸不说话。皇上还在生气，理应失职，死了也就死了。我会给皇上安排一个更伶俐听话的太监伺候着。皇上放心。皇上是不是想问问燕雪怎么样？燕雪也死了。叶荣轩同眸骤缩。你说什么？皇上很震惊。皇上身边最贴身的公公我都能杀，难道还杀不了一个祸乱宫闱的贱人？他昨夜临死前的惨叫声应该能镇住后宫那几个嫔妃了。不过能不能镇住都没关系，反正早晚都是要收拾的。晏殊，叶荣轩浑身冰冷，死死地盯着晏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怎能如此冷血无情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皇上又失控。作为一个皇帝，若连自己情绪都控制不住，还如何让人觉得地心难测，伴君如伴虎？如果不是你屡屡气得朕失控，朕会如此吗？晏殊，你是不是想夺我的权利？皇上说笑了。权力从不曾属于过皇上，何来夺你权力一说呢？皇上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叶荣轩脸色煞白。舒儿，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没听错呀，皇上大概从小过惯了苦日子，习惯被人欺辱打骂，习惯跪在旁人脚下委曲求全，所以突然间无法适应这人上人的尊贵。本宫能理解，虽然皇上总是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，以及连听话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但是本宫不想与你过多计较。舒儿，我以后听你的话，我以后一定听。已经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不晚，舒儿，我们重新来过，我以后一定听你的。晚了，皇上太蠢，让本宫意识到当初是如何瞎了眼，才选了你这么个自私卑劣的蠢货。晏殊，你是皇后，永远都是皇后，朕才是天子。如果你温柔一点，对朕顺从一些，朕会去找别的女人吗？难道你要朕堂堂天子做一个吃山念佛的和尚吗？晏殊怜悯地看着他。晏殊，你是个女人，责任只是相夫教子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碰别的女人，行吗？我们尽快圆房，做一对真正的夫妻，早日生个嫡长子。舒儿，以前的那些都当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昨晚的事情我不追究了，晏雪死了也就死了，我不怪你。叶荣轩，你的帝王梦已经结束，余生你就待在这里好好静养。我会经常过来探望，随时跟你汇报朝中情况，让你对朝中动向有个充分的了解。晏殊，叶荣轩眼底浮现了恐惧。你是不是看上别的男人？你想扶持别的人做皇帝，由你继续做皇后吗？别蠢了，哪个男人会喜欢不洁的女人？即便你与朕从未圆房，可别人信吗？我们成亲2月有余，他会相信我们之间连圆房都没有吗？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只为了权力就可以不择手段，冷酷无情的连自己的妹妹都能杖杀。你以为你扶持一个新帝，他就会善待你吗？晏殊，你别做梦了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。叶荣轩，你的眼界和胸襟也就是如此。叶荣轩声音戛然而止，所有表情僵在了脸上。本宫会让你看看，这天下男人会如何匍匐在我的脚下。本宫不会扶持任何人，你且等着看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离开。伺候皇上用膳吧。晏殊，晏殊，我命令你回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个生出大逆不道的心思，天下人必不会容你。前往勤政殿的路上，晏殊漫不经心地琢磨着这句话，他偏要试试，看着天下人能不能容他。去把陈毅然叫过来。是。独自留在崇明殿的叶荣轩浑身颤抖。来人！皇上，朕要见凤王或者景王也行。小太监跪在了地上。凤王和景王都出宫去了。去传，立刻就去。皇上，皇后陛下说您有伤在身，不宜操劳，需好好静养才是。你喊他什么？皇后陛下。为何叫皇后陛下？因为摄政王说皇后拥有摄政大权，这是先皇遗诏。叶荣轩身体一软，无力地瘫坐在了床上。
今天早朝还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说户部尚书贪污军饷，收受贿赂，皇后陛下并御林军去查抄尚书府，满朝文武都同意了？本来不同意，后来摄政王到了。滚！你给朕滚出去！小太监脑门被砸了个正着，鲜血当场顺着额头流下来。叶荣轩还想发泄满腔的怒火，气急攻心之下，一口腥甜味直逼喉咙出来，重重的倒在了床上。皇上，快传太医！凤王、景王和成王三人出宫之后，一并抵达武王府。那个毒妇，他竟真的敢下旨查抄尚书府？他怎么敢的？要不要派人阻止？被派去查抄尚书府的人是谁？季安彻。骁骑营统领亲自带人查抄，本王派谁去阻止？谁能阻止得了？亲王擅自调兵乃是重罪，难道让晏殊找到顺理成章的借口，派人把本王的府邸也一并查抄了？景王和成王也各自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我总觉得晏殊有不可告人的野心，他的目的应该是想垂帘听政。如此一来，我倒是能够理解他排除万难扶持叶荣轩为帝的原因了。若只如此，他没必要对叶荣轩身边的林英下手。他昨晚杖杀了晏雪和林英，不仅跟自己的父亲彻底撕破脸，便是连皇帝的面子也丝毫没给。如此举动不是自掘退路吗？他不会是想架空皇帝大权，一辈子做个摄政皇后吧？一辈子不可能。晏殊太过强势，在朝堂上已经得罪了一批人。他此前垂帘听政是因为要帮皇帝笼络大臣，今日则是因为皇帝受了伤。那以后呢？皇帝总不会一辈子躺在床上养伤。我还是纳闷，皇帝临近一个晏才人，怎么就能被人暴打一顿？此言一出，三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在了他脸上。看我干什么？你们难道以为是我做的？难道不是？本王就算有这个想法，也要有机会动手才行。哼！闲杂人等进不了后宫，何况我还有伤在身。如果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啊？只怕朝堂中其他大臣也第一个怀疑你，因为你最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。会不会是贵太妃啊？应该不可能。有没有可能是皇后自己演了一出戏？凤王沉默，成王沉默，武王也沉默。他演这出戏的目的是什么？皇帝受伤静养，林英被杖杀，皇后一举震慑住整个崇明殿的人，并软禁皇帝，顺理成章的成了摄政皇后。杖杀晏雪则镇住了后宫，以至于皇帝静养期间，后宫嫔妃无人敢去探望，皇帝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如果晏殊的目的真的是垂帘听政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那个狡猾的女人把南家嫡女都弄进了宫，就是故意断绝我们跟丞相府扯上关系，当真是好深沉的心计。晏殊身后有南家和摄政王，我们必须联手才能跟他抗衡，让他野心难以得逞。一个18岁的女子，我就不信她真有通天之能。听说她要追缴欠款，我倒要看看朝堂有谁敢接这个任务，谁接谁死。我们可以各自派人通知谢家、程家、凤家和华家，不管朝廷施加多少压力给他们，让他们咬死没钱拖着，拖到晏殊耐性耗尽为止。晏殊暂时没空关心4位王爷心里的想法。午膳之后，他和众臣在勤政殿议事，议事的过程总体来说还算愉快。不管在场的诸位大人心里在想什么，至少没再给皇后添堵。启禀皇后陛下，沈尚书府查抄出现银32箱，黄金4箱，其余玉器、名贵字画、古玩还在清点计算之中。其副统领命令属下先来禀报查抄结果。话音落下，在场的官员不约而同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这相当于金山银山的抄家所得，足够让沈汉文全家死上100次。本宫知道了，陈毅然，稍后你与南哥一起带人过去，齐副统领清点完之后，跟你们交接。臣遵旨。皇后还在勤政殿。是，皇后说午膳之后要跟大臣们议事。看来朝政大事比肩哀家重要，不过也正常。她能扶持一个低微的叶荣轩上位，足见她的胆子大，野心也不小。但这也太不把太后放在眼里了。确实未曾把哀家放在眼里，否则她敢动晋升。不过比起晋升，晏雪之死才是最震颤人心。后宫那几位新来的，眼下只怕都成了惊弓之鸟。太后娘娘，他没说什么时候能处理完朝政。一般小朝会都是1个时辰左右，上个月皇上独自主持朝政，不到半个时辰就结束了。但勤政殿议事，这时间就有些不太好把握了。徐嬷嬷，
你说晏殊临朝听政一举，是给叶荣轩撑腰吗？若昨晚上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奴婢可能会这么认为。可皇后如果真的是为了给皇上撑腰，昨晚上那般暴怒凶残的举动又该怎么说？最近朝中大臣们反应如何？各部大臣尚未正式表忠心，但武王被杖打，到底震慑了他们。听说凤王在朝堂上都被皇后数次怼得无话可说。太后闻言，神色越发暗沉了些。她执掌后宫这么多年，还从未有人敢给她的儿子受气。哀家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不敢说手腕通天，消息灵通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凤王在前朝的势力不小，哀家在后宫同样不弱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哀家从不敢生出插手朝政的心思。后宫不得干政，这是祖制，是皇后不懂分寸，还需太后好好教导才是。武王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徐嬷嬷点头，武王那嚣张跋扈的脾气，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恶气？太后，太后，不好了！如此大喊大叫，成何体统？奴婢知罪，实在是前朝出了大事。又怎么了？皇后娘娘她……皇后到底怎么了？太后面前说话吞吞吐吐，你这条贱命不想要的是不是？皇后娘娘查到户部尚书贪赃枉法的证据，派御林军去抄了户部尚书的家。什么？太后惊得坐了起来。这件事你不知道？奴婢方才去凤仪宫时，皇后娘娘看起来没什么异常，一点都不像刚刚发落了官员的样子。太后，还有件事，能不能一次说完？摄政王方才出现在殿上，说先皇有遗诏，若皇上无能，皇后拥有摄政之权。摄政王还当场拜了皇后为摄政皇后。这个老昏君，死了也不让人安生。陈毅然此次前去宁州，责任重大，但也危险重重。你心中若有顾忌，本宫不会勉强。微臣身为朝廷官员，在即位谋其政，愿承皇后陛下旨意，前往宁州完成使命。微臣心无忌惮，必不负皇后信任，万死不辞。本宫不需要你万死不辞，只要你无惧即可。谢皇后陛下。前去宁州路途遥远，也不必着急，路上会有人不定时地将消息传递于你。细细了解吴家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所有罪行之后，再按计划行事，亦是不晚。臣遵旨。先回去准备吧，本宫会为你备足人手，3日之后出发。是，臣告退。晏殊站起了身，走到了殿门处，望着陈毅然离去的身影。他应该不会让皇后失望，本宫也这么想。晏殊淡笑，举步跨出了殿门。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南哥安静地跟上。刚回到凤仪宫，晏殊一身朝服还没换下来。太后娘娘驾到！晏殊慢条斯理地褪去了凤袍。自古后宫不得干政，皇后是不知道这个规矩，还是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？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情又不止这一件，太后早就应该习惯了，不是吗？哀家今日过来，是听说最近宫中发生了一些事儿。臣妾如今身为皇后，后宫发生的事情都能处理，前朝发生的事情也能帮助皇上排解一二，不敢劳动太后亲自过来问询。皇后能力固然不错，但是宫中不比外面。皇后年纪到底小了些，做事难免不顾大局。年轻人就是这点好，不必时刻想着周全。若前怕狼后怕虎，顾忌太多，皇上只怕坐不上这个位置。皇后如今是皇上正妻，后宫之主，理该贤惠稳重一些，动辄发怒惩治旁人，只会让人心觊于皇后手段狠辣，心胸狭窄。日后怕是会影响大臣们对皇上的忠诚度。太后多虑了，但凡是臣妾出手打压的，那一定是不能为皇上所用之人，或者是愚蠢无能之辈。这种人就算留在朝中也难当大人，出手惩治他们，正好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。日后若有忠心耿耿又能干卓越之人，臣妾自然是会用心收服，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替朝廷办事，为天下百姓办事。所以皇后的意思是武王不堪重任。武王？原来太后是为了武王而来。武王是个例外，
他在朝上公然辱骂皇上，臣妾不罚他该如何立威呢？难道皇上被他指着鼻子骂，也只能忍着？晏殊，你身为皇后，理该从容大度，宽容贤明，否则只怕有损国母生命。武王在殿上公然辱骂皇上，确实该打。若是先帝还在世，这种行为直接被剥夺亲王爵位，打入天牢都不为过。但是身为皇后，皇帝的正妻，你是不是应该更贤惠宽容一些？臣妾自认为还算贤惠，皇上登基还不足3月，臣妾已经为他选了4个嫔妃，如今还有1位也即将进宫。太后觉得臣妾还不够贤惠。可是哀家听说你对皇上动手，扇皇上耳光，只因为皇上跟林云珠在御书房调情。晏殊抬眸看着他，眼神有些不可思议。太后觉得在御书房调情是正确的。哀家不是这个意思，御书房是处理朝政的地方，肃穆庄严，代表着皇帝的绝对权威，不是用来厮混的阿杂之地。臣妾一直提醒皇上，临幸妃嫔就应该去后宫或者传旨召见，断然不该在御书房庄严神圣之地胡来。你那天一大早带人冲进流云殿，灌了云妃婢子汤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太后这是听谁说的？哀家自然。这些流言都是臣妾故意让人放出去的，太后不必尽信。太后神色微变，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晏殊。皇上不近女色，臣妾为他选了那么多家世清白且都是朝中重臣之家的女儿入宫，一来是为了给皇族开枝散叶，二来也是想帮皇上拉拢朝臣。可皇上死活不愿意踏入后宫，皇上心中只有晏雪，本宫心寒至极。太后眯了眯眼，不动声色地转头看了一眼徐嬷嬷。臣妾心里清楚，皇上是对臣妾处理晏雪的事情心有不满，但是晏雪行为有损，本宫没有将她赶出宫去已经是网开一面，打发她去清秋殿抄经反省，更是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。可是皇上都做了什么呀？偷偷私会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，身边更是连个护从都不带，夜半3更被人偷袭，打得浑身是伤，简直就是西楚开国以来最大的笑话。太后动了动嘴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皇后心里的委屈，哀家其实也明白。不管是皇族还是外面的世家大族，对于正妻的要求都极严，不但要求家世显贵、清白的嫡女，更重要的是必须端庄贤淑、宽容大度，要容旁人不能容之事。哀家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过来的，深知做好皇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前朝后宫多少双眼睛盯着。太后说的是，自己的丈夫风流花心得忍，因为你是皇后，皇上生气你得安抚，要让他以家国为重。皇上遇到烦恼之事，你要想办法替皇上排忧解难，这都是皇后的分内职责。不但要忍，要安抚，还要笑着去劝他离性别的嫔妃。想起当年，哀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。皇上3宫6院，隔3差5进新人，环肥燕瘦，各种风情都有。防着这个，防不了那个。身为正宫皇后，还必须强迫自己大度，哪怕每个月只有初1、15 2天可以跟皇上独处，也不能争风吃醋。晏殊脸眸悠闲地欣赏着指甲上涂的丹蔻。太后巴拉巴拉说着，越说越觉得自己一路艰辛，恼恨着半路杀出个晏殊这个有眼无珠的女人，生生把原本该属于凤王的皇位夺走了。皇后，你有听哀家说话吗？哀家刚才说的那些，你可听清楚了？臣妾耳朵又不聋，自然听得见太后说了什么。太后继续，哀家说了什么？太后说自己大度，太后确实大度。贵妃母子和淑妃母子至今都还活得好好的，便足见太后娘娘心胸宽广，心地善良。臣妾理该以太后为榜样。太后脸色隐隐发青，如果可以选择，她恨不得把贵妃母子和淑妃母子通通处死。不过皇上确实不像话，他刚登基不久，你也刚进宫不久，明明还是新婚燕尔的小夫妻，怎么能因为一个不检点的女子离了心？唉，皇上伤势如何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虽说你是气急之下才杖杀了林英，但他到底是伺候皇上的人，你这般杀了他，皇上就没有一点不满？晏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眉眼明显疲惫。臣妾昨晚一夜没睡，方才又在勤政殿中处理了半天政务，实在是没有精力再陪太后多聊。太后神色微僵，皇后朝太后下逐客令。既然如此，哀家就不多叨扰了。恭送太后。晏殊起身送她到殿门口。晏殊，静生虽为凤王侧妃，但到底是哀家表侄女儿，她出身商贾之家，还不太
太习惯皇族的规矩，以后若有冒犯你的地方，还望你能告诉哀家，哀家自会好好责罚他。太后的意思是说，臣妾没有惩罚他的权利。哀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凤王侧妃不懂礼数，臣妾自然会教他懂得规矩。何况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肆意顶撞臣妾，完全不将臣妾这个皇后放在眼里。臣妾若是不罚他，以后其他贵女郡主都会有样学样，还望太后理解。太后身后的徐嬷嬷没忍住看了晏殊一眼，皇后竟是如此强硬吗？果然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说话语气这么硬，难怪皇上不喜。皇后的意思，哀家算是明白了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随时去仁寿宫，哀家会好好与你说道的。太后慢走。太后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带着她的嬷嬷和宫女们离开了凤仪宫。晏殊站在殿阶下，目送着他们离开。待到太后走出了宫门，南哥，东暖阁摆上棋盘，我们俩对弈一局。是。两人一前一后踏进东暖阁，明面上靠拢太后，让他们以为我随时有换掉皇帝的可能。或许能让凤王暂时为我所用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娘娘就算怎么厉害，到底只有一个人，不可能同时与所有人为敌，所以该先安抚的可以暂时安抚，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联手，应该逐个击破才是。秦家那个庶女怎么样了？秦家主母不是个好相与的，不过贵族和官宦之家一直以来嫡庶分明，庶女地位低本不是什么可指摘的事情，但秦夫人那个侄子，秦夫人的侄子。晏殊抬眸看他，不靠谱，一副色欲熏心的样子，在秦家应该没少对秦妖娆无礼。秦夫人的侄子一直寄住在秦家，应该是。事后我差人问了一下，听说是为了今年的秋闱而来。他就算赶考，按照规矩也应该参加当地的乡试，中榜之后过完年开春进京才对。不过既然有长辈在此，到京城求学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。但此人如此品行，就算是才华横溢、学富五车，也万万没有资格入朝，否则便是祸害百姓，为恶一方。我会注意的，他绝不会出现在重榜学子的名单上。夜晚宫灯明亮而柔和。容隐，属下在。明日下朝后，你随我去摄政王府走一趟。我对摄政王有了一点好奇心。片刻沉默，晏殊睁开了眼，偏头看他，怎么了？没。容隐头垂得低了一些。是。抬起头，容隐微默，随即微微地抬起自己的脸，眼睛却始终是低垂着的，保持着绝对恭敬的姿态。晏殊细细地打量着他的脸，容隐无疑是生得极好看的，容颜俊美，却始终泛着一层淡漠寒光。去休息吧。是。晏殊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嘴角掠过了一抹细不可察的弧度。翌日下朝之后，当他带着容隐出宫前往摄政王府时，属下先去通知摄政王接驾。万一摄政王将我们轰出来怎么办？不会，他对主子没有敌意。是吗？出了宫门，上了候在宫外的马车。没有敌意不代表他就会给我面子，况且摄政王一向孤傲神秘，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个惹不得的人。容颜抿了抿唇，沉默不语。马车很快抵达了摄政王府的大门外，晏殊掀开了帘子，抬头看了一眼王府上方的匾额。晏殊稍稍沉吟了片刻，先去叩门。容颜正要说话，大门忽然在这个时候开了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参见皇后陛下，千岁千岁。晏殊望着敞开的大门和大门外仅有的管家一名，晏殊抬脚拾阶而上，从容抬脚跨进了王府的门槛。一道道黑衣人影俯身跪立两旁，晏殊瞥了他们一眼，表情有些微妙。容隐，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古怪？主子说的是。参见皇后陛下，千岁。请皇后先在书房稍坐片刻，小人去给皇后娘娘沏茶。书房乃是私人重地，摄政王就一点防备都没有。是，摄政王是这么说的。行吧。晏殊随着小厮去了摄政王的书房。晏殊转头打量了一阵，摄政王的书房不算太大。晏殊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容隐，别跪了，你紧张。属下不敢。不敢什么？晏殊瞥他一眼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幽深难测的光芒，起身走到了后窗前站定。容隐，晏殊看着空荡荡的练武场，许久没见你展示身手，去练练。容隐应是，从雕窗一跃而出。晏殊眯眼看着，暗道还真是眼熟的很啊。晏殊嘴角扯了扯，忽然觉得这种被人蒙在鼓里的感觉很奇妙。就这么安静地站在窗前，静静地看着练武场上挥舞着长枪的身影，
应。不大一会儿，小厮去而复返。摄政王身体不适，今日不适合见客，请皇后陛下恕罪。看来本宫今天来的不是时候。行吧。晏殊站起身，稍后带个话给摄政王，让他改日有空进宫一趟。本宫想跟他谈一谈。是，小的一定把话带给摄政王。容隐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回宫的路上，容隐进马车。一身黑衣的容隐已经进了车厢。容隐，你可有话要与我说？属下应该提前了解摄政王的身体状况，免得主子白跑一趟。没别的了，请主子明示。马车里一阵安静，晏殊目光落在了他头顶，突然意识到容隐跟别的影卫是不一样的，他是整个玄隐殿的统领。行吧，你觉得摄政王府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？有，跟玄隐殿有几分相似。你的想法呢？摄政王府藏龙卧虎，本就是先皇留给主子的势力。跟玄隐殿不同的是，玄隐殿只负责训练影卫的个人能力，出来的影卫精通杀人和情报。摄政府里的高手更像是一支精锐兵马，他们钻研谋略和排兵布阵，机关阵法，各种兵器和暗器都使得得心应手。以后若是有需要，他们会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飞骑。你对摄政王府了解不少。是，所有跟主子有关的势力，不管是忠心的还是敌对的，属下都会派人去查清楚。以前怎么不说？主子一直没问。晏殊定定地看着他。容隐，你擅长易容术吗？会一点。你此时这张脸是你的本来面吗？是。那摄政王擅长易容术吗？容隐垂在身侧的手微紧，眼底浮现了些许异色。他应该？你什么时候也学会用这种不确定的词汇了？属下该死。还有件事，前阵子本宫做了个噩梦，梦中你不在身边，本宫很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你会离开本宫。属下不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属下都不会离开主子，除非属下死。晏殊微怔，除非死吗？人死后真的可以重活一次吗？马车一路抵达了宫门外，秦家连续2日气氛微妙。妖娆，那天你进宫，皇后娘娘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她为什么突然册封你做昭仪？其他女子呢？那天不是好多个贵女一起进宫赏花的吗？父亲问那么多干什么？那么多贵女一起进宫赏花，别人都是安安分分陪皇后，只有您这个女儿勾引皇上呗，不然怎么就被封为贵人？长得就是一副祸水容貌，难怪能被皇上看中。你给我闭嘴！妖娆啊，你看你是家中庶女，没怎么见过世面，进了宫万一有行事不周之处，皇后说不定会治你的罪的。父亲是想让我抗旨不遵吗？不是，为父的意思是，皇上到底是要你，还是要秦家的女儿啊？若是皇上只要秦家嫡女，为父觉得婉君进宫会比你合适。秦婉君听到这句话，面上浮现惊喜之色。父亲觉得秦家的女儿对皇上有什么帮助吗？秦如文一听，顿时沉默了下来。秦妖娆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怕我顶替了你的身份？皇后亲自点女儿进宫侍奉皇上，女儿不敢欺瞒父亲。秦如文若有所思，皇后亲自点她进宫，这么说来，看中妖娆的人其实是皇后，而不是皇上。而且那天的帖子，父亲也看到了，上面邀请的就是次女秦妖娆。那天被皇后邀请进宫的都是3品以上官员的女儿，还有郡主和王妃。女儿在那些贵女之中身份最低，除了父亲是个5品官，且在朝中不握实权之外，女儿还是庶女身份，连跟贵女们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。但是皇后去逛御花园的时候，只留了我一人说话。秦如文目光落在了他的脸上。是不是因为你这张脸生得好，皇后想用你顾宠啊？顾宠是什么意思？皇帝3宫6院72妃，皇上不可能独得皇上宠爱。皇后之下还有4妃，虽然4妃暂时还不完整，但早晚会晋升4妃。皇上妃子越多，心思分散的越厉害，以后谁得宠谁失宠，没人敢预料。秦妖娆哦了一声，似懂非懂。皇后身为中宫娘娘，需要端庄贤淑，自然不可能跟其他嫔妃一样争风吃醋，但是她又担心皇帝以后被其他妃子吸引，威胁到她的地位，所以就需要一个貌美听话的人帮她笼络住皇帝的心。原来如此。既然如此，你好好回去休息，让你母亲给你准备2身新衣裳。妖娆啊，为父的仕途前程可全靠你了，进宫之后一定要争气。皇后一上来就给你3品昭仪的位分，这可是要你获得圣宠啊，千万不能辜负皇后的期望。秦婉君眼神阴冷地盯着秦妖娆。父亲放心，我不会忘记父亲和母亲的养育教导之恩。不过也不用太着急，最近宫中不太平，你先不要惹皇后娘娘生气。如果皇后不让你靠近皇上，你就先安分一段时间。父亲放心，女儿知道该怎么做。卫士捏着帕子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明儿不，
今天晚上就把裁缝叫过来，给妖娆量身添置几身漂亮的衣裳，还有首饰也准备几套，别到了宫里让人看着寒酸。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皇上看了才喜欢。若是一副穷酸样，让人看得到胃口，以后还怎么获宠啊？老爷这话说得轻巧，添置衣裳不要钱，还是准备首饰不要钱？账上已经没多少银子。你这个当家主母就这么一点眼界？等妖娆以后进宫获得了皇上的宠爱，赏赐自会源源不断的送过来，谁还会在乎这点衣服首饰钱呢？父亲说的是，等女儿以后得了皇上宠爱，不管是漂亮的衣服还是珠宝首饰，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。以后有机会，我还会召大姐进宫，让大姐也见识见识皇上的后宫是什么样子。秦婉君顿时气得脸色铁青，谁稀罕？秦婉君气得拂袖而去。此后2日，秦瑶娆过得前所未有的舒畅，像是奴才翻身做了主子。唯有魏子恒还有些贼心不死。这日，魏子恒又到了秦瑶娆的院外，轻叩2声院门之后，径自推门而入，丝毫不管自己这个举动合不合宜。表妹，秦瑶娆在屋子里听到了动静，想也没想就起身走到了床前，摸出枕头下面一把生了锈的匕首，克制住心里的不安，转身走了出去。魏公子即将参加恩科，如果这个时候传出什么行为不端的名声，只怕纵有再多的学识也无济于事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父亲对我进宫的期望很大，你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一些不好听的传闻，到时候不止我倒霉，你会摊上更大的祸事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魏子恒脸色一变，盯着他那张美艳不可方物的脸，心痒难耐。秦瑶娆害怕至极，知道这个家里没人会给他撑腰做主。魏子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之后，不情不愿地转身离开。秦瑶娆松了口气，转身回到了屋里，把房门关了起来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无力地躺在了床上，脸色还是有些苍白。进宫这日，南哥和元宝公公亲自来接人。秦如文看着南哥和元宝，满脸堆笑。辛苦南姑娘亲自来接妖娆了。秦大人，南大人现在是皇后陛下身边的女使大人，是有官职在身的，您称呼她为姑娘不太合适。哎呦，瞧下官这记性，按照官衔品级，下官还应该跟南大人见礼。下官见过南大人。秦大人不必多礼，昭仪娘娘离家进宫，按规矩，秦大人应该率家人跪送。秦夫人脸色一变，妖娆是庶女，我们身为她的长辈，难道还要给她下跪？她是昭仪，已属皇族，若秦家礼仪不周，传到皇上和皇后娘娘耳朵里，只怕你们承受不起这个后果。秦夫人脸色煞白，顿时惊怒交加。南大人提醒的对啊，这是规矩。妖娆啊，快上马车，进宫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知道吗？秦瑶娆默然点头，随即转身往马车的方向走去。南姑娘，秦婉君上前一步，从容优雅的俯身行了个礼。母亲乃是秦家主母，妖娆妹妹只是庶女，只怕受不下母亲的大礼。何况历来只有庶女对嫡母恭敬的份儿，若是嫡母对庶女下跪，是否乱了纲常？还望南姑娘体谅妖娆一片孝心。说着，悄悄地从腕上拿下了一个镯子，塞到了南哥的手里，求南姑娘通融一下。你这镯子是要送给昭仪娘娘？南大人，南大人，皇后陛下还在宫里等着呢，别耽搁了时间。秦家人跪送昭仪，若有抗命者，我定禀明皇后娘娘，让皇后娘娘处置。丢下这句话，他转身示意工人把秦妖娆扶上马车，随后他就跟着走了过去。卫士僵立原地，死死地盯着秦妖娆和南哥的背影。都站着干什么呀？昭仪娘娘进宫，还不赶紧跪下恭送？说着，衣袍一撩，率先跪了下来。秦夫人哪里还敢反抗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在秦如文身后跪下。秦妖娆坐进了马车里，秦夫人母女跪在地上，那咬牙切齿的表情，像是恨不得咬下谁一块肉来。他那个为了前途可以把女儿当成礼物送人的父亲，显然并不介意跪在地上给自己的女儿行礼。这一刻，秦妖娆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。南哥登上马车，吩咐回宫。这是皇后娘娘的授意，算是给你的见面礼。金银珠宝以后都会有，华衣美裳也不会缺，唯独让秦妖娆出一口气的机会并不多。多谢皇后娘娘恩典，我今日才体会到仗势欺人的感觉，原来这么美妙。皇后娘娘真心帮你，你也该记得，进宫之后唯一需要忠诚的人只有皇后娘娘。奴婢会记得清清楚楚，绝不敢忘记。你现在是贵人，册封圣旨以下，不必自称奴婢，不管以前在家里是如何称呼，进了宫按着宫里的规矩即可。是，南姑娘进宫做了女官。为什么？以南姑娘的家世，嫁个皇子做王妃也绰绰有余，难道不比做女官好？我对
做王妃没兴趣。秦瑶娆顿时沉默，西鱼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马车很快抵达宫门口，穿过长长的宫道，往后宫方向而去。秦瑶娆跟着南哥抵达凤仪宫，走进正殿。娘娘千岁，皇后娘娘已是摄政皇后，以后要称皇后陛下。嫔妾秦妖娆参见皇后陛下。秦姑娘容貌生得很好，若是换上一身华美衣服，想来定能惊艳众生。妾身不敢。本宫今日有些忙，你且去安顿下来，今晚过来随本宫去见皇上。季嬷嬷把秦昭仪带去安置，给她准备昭仪该有的衣服首饰。是。把烟云殿收拾出来给她暂住吧。是。昭仪姑娘，请随奴婢走吧。嫔妾告退。娉娉婷婷地退出了凤仪宫，随季嬷嬷而去。稍后把吴正和宋清平都调到凤仪宫来，以后他们二人就在凤仪宫中听差。是。最近岸上多了很多弹劾沈尚书的折子，没出事时个个装聋作哑，只当不知；出了事就忙着撇清关系，迫不及待的落井下石。朝堂上这点伎俩还真是让他们玩明白了。大臣们也是人，害怕被牵连，弹劾沈尚书也算是变相的表忠心。陛下打算秋后处置沈氏一族。虽然秋后问斩是朝中惯例，但本宫现在需要的是雷霆手腕，给那些还想跟我玩心计的大臣一个阵势。武王应该会想办法阻止。他阻止不了，除非他想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南哥嗯了一声，没再多问。朝阳公主最近没什么动静，如此安静倒不太符合她的性子。臣倒是听说了一些，她最近好像经常混在御林军里。混在御林军？她想干什么？朝阳公主好像对表兄有点别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她喜欢大哥？应该是。表兄已过弱冠，尚未娶妻生子，朝阳公主若真心喜欢他，我觉得挺合适。朝阳公主是贵太妃的女儿，还是武王的妹妹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哥是什么想法。我让人留意了一下，表哥对她应该也不讨厌，只是顾忌着她是贵太妃的女儿，所以一直保持着距离。朝阳公主性子泼辣不饶人，若她真的嫁给了表哥，以后护国公府只怕有的热闹了。你很看好他们？朝阳公主虽然刁蛮任性，但本性不坏。若撇开身份不论，我觉得她和表兄挺合适，但她偏偏是贵太妃的女儿，有点难办。就是因为她是贵太妃的女儿，这会儿本宫倒是觉得把她许配给大哥正是。武王对这个妹妹可是相当疼爱的。陛下此时这般运筹帷幄的神态，跟先帝很像。南哥以前见过先帝，觉得他是历代帝王之中少有的英明神武。先帝，本宫确实从先帝身上学到了不少。元宝，奴才在。传燕统领和朝阳公主。是。燕离凤，你给本公主站住！卑职公务在身，无暇与公主闲聊，还望公主恕罪。谁跟你闲聊了？我在跟你说正事。卑职公务在身，我要让母妃给我们赐婚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再不成婚，等着孤独终老吗？请公主自重。自重个鬼！燕凌风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燕凌风沉默不语。我去让皇后赐婚。朝阳公主，元宝带着人走来时，迎面正好遇到一身男装打扮的朝阳公主。奴才参见公主殿下。元宝公公，你来干什么？皇后陛下有旨，请公主和燕统领去凤仪宫一趟。朝阳公主转头看向燕凌风，冷哼一声，率先往凤仪宫走去。抵达凤仪宫宫门外，元宝公公，我先去换身衣服吧，这样见皇后好像不太妥当。没事的，皇后陛下不在意这个细节。可是眼角余光瞥见燕凌风已经进了宫门，顿时顾不得换衣服这点小事。皇后陛下，朝阳公主和燕统领到了。朝阳参见皇后嫂嫂，皇后嫂嫂万福金安。臣参见皇后陛下。都免礼。公主什么时候混进了御林军中当差？就最近才混进去。御林军守卫宫廷安全，不是公主玩闹的场所，下不为例。多谢皇后嫂嫂教训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我有一事想求皇后嫂嫂答应。燕凌风转头看他，面色微沉，说说看。我想嫁给燕凌风，求皇后嫂嫂成全。你该知道，你的兄长跟本宫有一些过节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况且皇兄他只是嘴巴毒一点，脾气暴躁一点，以及脑瓜子蠢了一点，其实没坏心。皇后嫂嫂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吗？大哥怎么想的？你是否愿意娶朝阳公主为妻？燕凌风沉默片刻。皇族有规定，上公主不能再担任朝中任何职务。我下嫁给你不就行了？我不会耽误你的前程，也不会逼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。以后嫁去护国公府，相夫教子，侍奉公婆。不对，那个婆婆应该不用我侍奉，我只管相夫教子就行。你不必有任何顾忌。不会逼迫我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保证不会。如果我不想娶你呢？你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子是谁？告诉我，看我不扒了她的皮。朝阳公主想扒了谁的皮？我方才就是说着玩的，没有要扒谁的皮。大哥喜欢朝阳公主吗？听皇后陛下做主。皇后嫂嫂，她同意了。还
请皇后给我们赐婚。成亲之后，我一定把皇后嫂嫂当成亲妹妹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定天天来看望皇后嫂嫂，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朝阳喜欢燕凌风，他是眼瞎还是鬼迷心窍啊？居然喜欢那个毒妇的大哥。你别着急嘛，燕凌风一表人才，性情沉稳，府里又没有乱七八糟的女人，还不逛青楼，这样的男子打着灯笼都难找。朝阳喜欢他也正常。正常个鬼，他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朝阳也到了嫁人的年纪，燕凌风身份也配得上。不过在他嫁人之前，景儿，你的婚事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了？你有没有心悦的女子？没有。丞相家的孙女就不错，如果你能娶了她，娶了她还能坐上王位不成？母妃能不能别再考虑这些不切实际的事情？晏殊那个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会眼睁睁看着我娶了南家孙女。别说丞相会不会同意，就算他们同意，晏殊也不可能答应这件事情。母妃先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你都静了这么多天，还要怎么静？你先告诉我，燕凌风怎么样？他样样都好，但跟我是死对头。母妃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太妃娘娘，王爷，宫中刚传来消息，皇后给她的兄长和朝阳公主赐了婚事。这个该死的女人，她凭什么做主朝阳的婚事？皇后刚赐了婚事，朝阳怎么说？燕凌风同意吗？听说这门婚事是公主殿下求皇后赐下的，燕统领还不太愿意呢。他不愿意。晏殊是个蠢货，燕凌风也是个蠢货。朝阳要美貌有美貌，要身份有身份，哪一点配不上他？他居然敢嫌弃！就是他凭什么嫌弃我的女儿？我都没嫌弃他是个粗鲁的武将，他还敢嫌弃我家朝阳？不是嫌弃，燕统领说他配不上公主。这还不是嫌弃吗？燕凌风的妹妹是皇后，她就是国舅，国舅配公主，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怎么就配不上了？他分明就是嫌弃我女儿。管家闻言忍不住抹了抹额头的汗。你先出去吧。这一天天的真是晦气，那个女人真是恨不得把野心写在脸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想称王称霸，我早晚让她从那个位子上滚下来。景儿，你说我们还能扳倒她吗？武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里第一次没了底。要不我们就此认命，让朝阳嫁给燕凌风得了。如此一来，以后跟晏殊也算是一家人，他不就没理由对付你了？我怕他吗？母妃这分明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你要是他的对手，这会儿坐在太后位置上的人就是我了。不过除非他心甘情愿扶你坐上皇位，否则就算你夺了皇位过来，以后也无法摆脱谋权篡位的骂名。所以我们可以改弦易辙，先跟他示好，以后说不定他就把皇位让给了你呢。作为父皇后宫里的3大胜利者之一，我其实特别好奇，母妃如此天真，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贵太妃一僵，武王心情不佳，他讨厌晏殊，讨厌的恨不得一掌把他拍死。回宫之后，贵太妃换了衣服就去了凤仪宫。皇后，我女儿的婚事自己还没能做主，就轮得到你操心了。你凭什么把她赐婚给燕凌风？太妃这句质问应该去问你自己的女儿，跑来本宫面前问什么呀？婚事是你这个皇后赐下的，我不问你问谁？婚事是你自己的女儿亲自来本宫面前求的，而且朝阳公主违反宫规在先，女扮男装混进御林军，按照律令当以谋反之罪处死。本宫宅心仁厚，没给她治罪，反而是成全她一桩美好的婚事。贵太妃倒是有一些不知好歹了。她女扮男装混进御林军，需要我为你找几个证人？这倒不需要，我只是觉得，若太妃觉得不合适，也可以跟自己女儿商议商议。本宫还不是皇帝，偶尔朝令夕改一次也无妨。这桩婚事随时可以取消。那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晏殊低头看书，不再理会他。贵太妃非常想冷酷霸气的宣布一句：我的女儿绝不嫁给燕凌风那个男人。于是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愤然转身离去。武王和朝阳公主应该都是随了贵太妃的脾气，他们特别像一家3口。的确，虽然朝阳公主刁蛮任性，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她一定是心思单纯。该防的还是要防。贵太妃能在先帝的后宫生存至今，还护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安然无恙，绝不可能像表面上这般只有暴脾气，而无一点城府心机。陛下放心，待成亲那日，让嬷嬷多挑几个伶俐的工人陪嫁过去。晏殊嗯了一声，元宝走进来禀报：皇后陛下，秦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秦妖娆虽容貌娇美，但生性低调怯懦，陛下让她进宫，能起到什么作用吗？我原本是想让她进宫蛊惑皇上，她的容貌正合适，也
荣轩又是一个风流下贱坯子，抵挡不住她美貌的诱惑。谁知道她如此没用，还没等到美人蛊惑，就一头栽进了燕雪手里。本宫从前眼瞎，竟然看上这么一个愚蠢又无耻的人。不过蠢点也好，更容易对付。替本宫拟旨，招相中凤家长房幼子入宫，为太子做伴读，限他们1个月之内送过来，否则以抗旨之罪论处。是。秦妖娆进殿，未及行礼，晏殊就起身往外走去。不必多礼了，随本宫去见皇上吧。是。秦妖娆低头跟在了身后，一路无话。朕要见晏殊，你们听到没有？朕命令你们立刻去把皇后请过来。皇后陛下驾到！一袭华服的晏殊踏进了门槛。舒儿，远远就听到皇上中气十足的怒吼，看来皇上伤势已经有所好转，并且如此想念本宫。舒儿，我确实想你。嫔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叶荣轩转头看去，眼前这个女子容貌生得当真是出色。舒儿，这是刚进宫的秦家次女，闺名妖娆。皇上近来龙体欠安，身边没个贴心之人照顾，我放心不下。朕身体已经好多了，完全可以正常处理政务，不需要人贴身照顾，尤其是女子。皇上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晏殊走过来，在床沿坐下。妖娆是皇上的昭仪，事己本是分内之事。皇上和皇后这是闹僵了。舒儿，你已经杖杀了朕身边的林静，把你自己的妹妹也处死了，难道还不能让你消气吗？秦妖娆又是心头一沉，皇后杖杀皇帝身边的大总管，还杀了自己的妹妹。不，皇上不把自身安危放在心上，本宫自然也没有必要替你心疼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不该不顾自身安危，不该瞒着你去找晏雪，但我敢对天发誓，我那天晚上跟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晏殊冷笑，眼神凉薄。真的，我对天发誓。舒儿，我只是想安抚他，让他好好待在冷宫反省，别再兴风作浪。前后不到1盏茶的功夫我就离开了，没想到会半路遇袭。那个胆大包天的逆贼，待朕查到凶手，一定把他碎尸万段。哼，皇上没想到的事情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皇帝，在自己宫中遇袭，实乃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秦昭仪，晏殊站起身，抬眸看着秦妖娆。明天开始，你每日早上过来服侍皇上用早膳，早膳之后皇上说一会儿话，每次说话时间不得超过半个时辰，因为皇上还要养伤。是。中午过来服侍皇上用午膳，午睡之后也可以陪皇上半个时辰。每天早晚2次汤药，别忘了，会有人煎好了送过来，你服侍皇上喝下。嫔妾遵旨。记住，不许任何闲杂人等踏入崇明殿，若是扰了皇上静养，本宫会问你的罪，知道吗？是。舒儿，我不用静养。皇上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必勉强。晏殊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出去。叶荣轩走到殿门前，沉默地盯着晏殊的身影，那双垂在身侧的手也缓缓攥紧。晏殊，皇后娘娘千岁！翌日早朝，南哥在朝上宣读完皇后的懿旨，召相府凤家幼子进宫做太子伴读。大臣们表情有些呆滞，有些茫然。皇上和皇后尚未有一儿半女，哪来的太子伴读？凤王抬头看着坐在凤椅上的晏殊，还请皇后陛下明示。今日没有子嗣，难道以后也没有？凤家幼子年纪小，进宫还要学习一段时间宫中规矩，待适应了宫廷生活，正好太子也该出生。凤王几乎要被这荒唐的理由气笑了。皇后陛下，臣认为此事不妥。皇后陛下有孕，至少需要1年，就算现在怀，明年这个时候太子才出生，出生之后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学走路和说话，3岁开蒙，这前后就需要4年时间。臣以为2年之后再给太子选伴读也是来得及，还望皇后陛下明察。此事本宫心意已决，尔等不必多言，旨意就由凤王亲自去相州传达。如果凤家不把幼子送来，就是抗旨不遵。凤王应该明白抗旨不遵的后果。这个贱人妖妇！凤王气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当场让他滚。晏殊目光从凤王的面上掠过，接着把刑部尚书拎出来，询问了沈尚书的口供之后，例行召了几个人去勤政殿议事。太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脸色瞬间铁青。他让凤家幼子进宫做伴读，是那个孩子才2岁，他是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丢下这句话，他一刻也坐不住，带着人就去了凤仪宫。晏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太后难得有这么失控的时候。坐吧。哀家问你想干什么？凤家幼子才2岁，你让他进宫给谁做伴读？太子生出来了吗？太后稍安勿躁，
本宫也不是非要为难凤家，只是想让凤家配合一点罢了。配合什么？本宫派陈毅然去催收欠款，希望凤家乖乖的把欠款缴了，别让本宫难做。本宫这也是不得已的下策，还望太后理解。皇后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皇上的地位还没坐稳，你就急着跟各大家族为敌，就不担心他们联起手来拖垮皇帝的江山，或者直接施压换个人来做皇帝？如果是皇上在这里，他确实需要担心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我可以不择手段。太后可能不知道，我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在心上，谁跟我作对，我就让谁不好过。若各大世家联合起来，他们若不怕死，大可以联手。我不怕他们搞垮江山，不怕他们报复，只要他们敢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哼，你一个稳坐深宫的女子，能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？一条命够吗？凤家家主今年50余岁，离寿终正寝还早着呢。若他现在死了，凤家会不会陷入内乱？若是一条命不够，凤家主还有3个嫡子2个庶子，如果他们都暴毙而亡，凤家应该也不会乱。本宫愿意帮助凤家2房坐上家主之位，相信他们会比大房更忠诚于本宫。你吓唬谁？太后若不相信，半个月之内我让人把你那位好哥哥的首级送过来，或者我们不必舍近求远，今晚我就让人直接去凤王府，把凤王的首级取下来给你看看。疯子，你简直就是个疯子！本宫的确就是个疯子。他若不疯，如何会杖杀自己亲妹妹？他就是要做一个疯子，一个让所有人都惧怕的疯子。晏殊，是不是只要凤家还清欠款，你能收回旨意？凤家不但要还清欠款，还要老老实实保证陈毅然的安全。他们若生出灭口的心思，或者退一步说，哪怕凤家没有灭口的心思，但只要陈毅然发生意外，本宫也会认为这是凤家所为，是他们对本宫的挑衅。算你狠！仗着先帝留给你的玄隐殿，你想杀谁就杀谁，就不怕最后反噬到自己身上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若害怕，就不会这么疯了。何况太后说我狠，你就不狠吗？太后若不狠，能在后宫中安然活到现在？哀家再怎么狠，在你面前也是自叹弗如。太后既然明白这一点，那还是别跟我作对为好，否则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太后转身离去。太后请留步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本宫现在是摄政皇后，虽说在太后面前是个晚辈，却还是希望太后能守些规矩。以后不管是太后还是贵太妃，进出凤仪宫都需要提前通报，否则这凤仪宫若是丢了什么奏折或机密文书，后果只怕会很糟糕的。太后呼吸急促，恶狠狠地盯着他看了一眼，转身拂袖而去。晏殊屏退左右，独自走进了冬暖阁。晏殊合眼养神，不由自主地开始在心里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一双手搭上了他两边鬓角，轻轻给他揉按着，力道恰到好处。晏殊微微一怔，缓缓睁开眼。容隐身影瞬移，沉默无声地跪在他面前。别跪了，继续给我按按，按得很舒服。容隐应了一声，起身走到了他身后，继续给他缓解着疲惫。明天晚上你传摄政王进宫一趟，本宫要跟他谈一谈。是。晏殊嘴角微微上扬，在经过一整夜深思熟虑之后，凤王最终还是领了旨。去襄州之前，他主动抵达武王府。晏殊野心越来越大了。三弟有什么打算？户部刚被查抄，妹妹又被赐回给了燕凌风，我还能有什么打算？皇后现在是想逐个击破，她想一个一个的对付我们几个王爷，慢慢铲除我们的势力，让我们无计可施，她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女人。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已经折损了朝中势力，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可笑吗？真想跟他抗衡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三弟请说。大不了赔上一个凤家。凤王表情一僵，赔上一个凤家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凤家我赔不起，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办法。说说看。他不是把朝阳公主赐给了燕凌风，美人计我觉得应该可行，只要让朝阳公主擒获燕凌风，整个护国公府以后就是你的后盾。你在说笑？朝阳要是有这个脑子，根本就不会选择嫁给燕凌风。难道我们就这样任由他一个个对付，连被动反击都做不到？本王方才不是说了吗？赔上一个凤家跟他拼了就是了。我就不信他真敢对凤家如何。舍不得孩子就套不着狼，对付晏殊那样的狠人就应该跟他来狠的。
他手里有玄隐殿的势力，暗杀凤家几个主子根本不在话下。统治江山又不是光靠杀人，但是他现在做的就是把不听话的人通通杀掉，他根本不考虑后果，他就是要把不听话的人都铲除，然后再谈治理天下。悲哀的是，我们根本拿他没有办法。我现在忍不住怀疑，父皇到底为什么要把皇位传给叶荣轩这个贱种？此事越想就是越透着离奇。三弟怀疑这件事另有隐情，不是怀疑，而是笃定。父皇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清楚，别的帝王老年昏聩，父皇却没有，所以我越想越觉得此事蹊跷。就算蹊跷又如何？父皇已经驾崩，你也不能下去问他。武王没什么表情地瞥他一眼，眼底划过了一抹轻视。我今晚就启程去相州，晏殊只给了1个月的时间，我耽误不得。你好好休息吧，等我回来，你应该已经伤势痊愈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走了出去。武王没有起身送他，他在思索着叶荣轩和晏殊。请言。一个青衣劲装的男子走进来，躬身。王爷，别暗中查一下已故的那位雪才人，不是护国公府的次女晏雪，是叶荣轩那个已经死掉的生母。王爷，查这个需要进宫，可能会惊动皇后。武王沉默下来，思索了好一会儿。没事，尽管去查。是。武王起身在屋子里踱着步子，一遍遍思索着其中的隐情究竟是什么。襄州是西楚有名的富庶之地，凤家则是襄州赫赫有名的名门世家，在当地是个土皇帝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，拖欠的额度达到了800万两。只要把相州拖欠的税款要回来，边关军饷就不再是问题。军营里需要补给，粮草就是将士们的命，必须充足。盔甲和兵器也需要定期添置，还有战马，骑兵越多，我们的军队才能越强大。陛下考虑的周到，好在现在边关还算安稳，若是遇到战事，这些拖欠税款的世家就是最大的祸首。边关安稳也不能亏待了将士，没有战争时，将士也不能疏忽训练，他们每天操练很辛苦，若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，如何能训练出强大的兵马？南哥缓缓点头，皇后若是个男儿身多好。钦天监的折子该呈上来了。钦天监算出了最好的日子是6月初6、8月20、9月19，就定在9月19吧。让礼部准备公主出嫁事宜，一切按照皇族规矩办了就是了。是。贵太妃虽然看着生气，但臣总觉得她是乐见其成的，生气也只是虚张声势。确实是虚张声势。放眼整个帝都，优秀的世家公子不少，但拥有实权且不会被针对的却不多。贵太妃不是蠢人，她看得清局势。凤仪宫里一派安静，晏殊从午后开始看折子，一直看到傍晚，直到元宝进来禀报说摄政王来了。让摄政王进来。是。南哥，把批好的折子都送到各部去，你顺便去巡查一下各部官员的工作情况。是。南哥抱起了奏折转身，正好看见摄政王跨进殿门走了进来，他屈膝行礼，很快告退离去。宫人们跪地恭迎。臣参见皇后陛下。不必多礼。晏殊转身走到了凤塔前坐下，并抬手屏退了左右。本宫有些话想与摄政王单独谈谈，你们都退下。宫人们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摄政王请坐。不必拘谨。摄政王身体好些了，不知是受了伤还是染了风寒。练武时不是扭了腰。扭了腰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皇后关心。看来扭得很严重，本宫难得去一趟摄政王府，却没能见到人。晏殊嘴角微扬，单手支在了案桌上，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他。摄政王这张脸挺好看的，不过没有容颜好看。臣是男子，容貌并不重要。是吗？晏殊漫不经心的一笑，我倒是觉得挺重要。男子长得好看，也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。皇后召见臣，可是有重要的事情商议。没有重要的事情，本宫就不能召见你。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摄政王很忙。还好，摄政王府事务挺多，府中高手的训练一直需要盯着。这意思是若无必要，让本宫尽量别召见你。晏殊看着他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别有深意的笑意。看来今日打扰到摄政王了。臣不是这个意思。坐。本宫有个计划想实施，所以找摄政王过来商议决策。请皇后明示。听说你的摄政王府卧虎藏龙，可有擅长练兵之人？本宫想组建一支强悍的军队。若皇后需要，臣今晚就可以挑选出合适的人选。皇后想组建什么样的军队？初步计划是招2万人，训练3个月之后淘汰一半，剩下1万人全能训练，打造精锐铁骑。叶皇微微抬眸，随即缓缓点头。招3万吧，年龄控制在15到20
之间实行3轮淘汰制，每3人淘汰2人，留资质最好的一个。训练兵马方面，本宫不如摄政王在行，就听摄政王的。听说摄政王擅长易容术。叶皇嘴角抿起，摄政王还是有一些紧张，或者是心虚。没。听说摄政王易容术很精湛，我也想看看。叶皇僵了僵，隐约有种如坐针毡的不安。本宫能不能见见你的真容？不太方便。为什么？难道摄政王真容丑陋？叶皇站起身，如果没别的事，臣先告退。容易。晏殊忽然开口，叶皇神经一凛，猝然抬眸，替本宫送一送摄政王。不用，臣自己走。说罢，迫不及待地转身离开。晏殊拧眉盯着他的背影，待他完全消失在视线里，忽然轻笑出声。晏殊想着，忍不住又笑了一下。皇后陛下有开心的事情，很久没见皇后这么开心了。陛下，您是喜欢摄政王吗？何出此言？奴婢就是见摄政王离开之后，您笑得这么开心。不是，我心情好是因为一件趣事。什么趣事？揭开一个秘密的过程很有趣，像是猫系老鼠。不过这老鼠不但个头大，本事还特别强，但是它……如果老鼠真的那么厉害，怎么会任由猫戏弄？因为它对猫很忠诚。青雉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，很忠诚。晏殊琢磨着这3个字，忽然觉得自己不该享受这个有趣的过程。摄政王要身份有身份，容貌也生得好，年轻有本领。皇后陛下会不会什么？会不会喜欢摄政王？青雉弱弱的点头，应该不会。本宫是皇后，虽然跟皇帝没有夫妻之实，但名分还在，不会做出不该做的事。是，本宫眼下没有心思去抢儿女情长，满朝文武都在盯着本宫看。我要做的是将大权握在手里，而不是将把柄给他人。元宝，奴才在。去太医院一趟，把盛太医叫来。是。陛下可是身体不适？没有，添茶。是。晏殊安静地批阅着奏折，外面天色渐渐落下黑幕。盛太医很快应召而来，进来给皇后请安。不必多礼了，这2天是你给皇上开的方子。是。皇上最近体力不济，夜间总是休息不好，白天昏昏沉沉。安神助眠的方子多加一些剂量，让他好好休息几天。盛太医跪在地上，闻言似是想说些什么。臣遵旨。盛太医进太医院几年了？3年。年纪轻轻习得一身本事不容易。听说你师父待你恩重如山，比亲生爹娘还亲。是，恩师待臣恩重如山。挺好的，回去吧。是，臣告退。青雉转头看了眼盛太医，眉头拧了拧，总觉得皇后和盛太医的对话有点深奥，空气中隐约有一缕微风拂过。容颜回来了，他其实很想问问他，是不是已经忘了他也在玄隐殿学过5年。黑幕笼罩，星光暗淡，护国公府后门处悄悄迎进了一个戴着斗篷的身影。景王殿下，国公爷这2天一直在养伤，没能出门，今晚也无法起身迎接王爷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无妨。朝阳公主的蛮横跋扈人尽皆知，我绝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祖宗嫁进国公府。国公爷，景王到了，小人先告退。王爷快进来，今晚什么风把王爷给吹来了？国公爷受了伤，没能出去迎接景王，实在是失礼，还请王爷见谅。夫人不必客气，本王这么晚来打扰国公爷和夫人，才是失礼。不敢不敢。本王这几天一直忧心国公爷的身体，可外面眼线多，本王不好明目张胆的来探视，只能选在这个时候登门，给国公爷带来一些补品，还望夫人别嫌弃。多谢王爷关怀。景王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国公爷别胡思乱想，受了伤好好在家里养着，哪怕外面天崩地裂都不必理会。不必理会，有皇后在，我们想过一天安稳日子都难。其实本王一直想不通，皇后到底是国公爷的亲生女儿，她对国公爷的态度为何如此仇视呢？护国公神色微僵，他认为是我跟夫人害死了他的母亲，所以才仇视我们。可长辈的事情跟小辈无关，不管国公大人跟已故夫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，也改不了你是他父亲的事实啊。皇后母仪天下，更应该以自己为表率。以自己为表率？皇后现在位高权重，一意孤行，不但杖杀了皇上身边的林公公，连自己妹妹都不放过，如此狠辣手段，哪配做天下表率？护国公没说话，妾身先告退。
他这些日子心里难过，还望景王莫见怪。家门不幸是臣的悲哀。国公和夫人的心情，本王能够理解。只是皇后这般手段，国公大人就当真无动于衷吗？她是皇后，我能管得了她？以皇后的跋扈作风，只要皇帝掌大权在手，废后是早晚的事情。到时候护国公府作为他的娘家，国公爷觉得自己不会受到牵连吗？护国公脸色微变，皇上出身低微，登基之后一时示弱也是正常。但皇帝到底是皇帝，不可能永远受制于人。皇上一旦坐稳皇位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废了跋扈皇后，不仅仅是废，或许还有更凄惨的下场。国公大人还是早些做好准备比较好。护国公脸色一点点变了。景王可是有什么好计策？办法倒是有一个。朝阳公主不是要嫁给燕凌风了吗？从明儿开始，让夫人跟朝阳打好关系，算是提前培养婆媳感情，同时也跟贵太妃走近一点。到时候利用朝阳公主拿捏燕凌风，这能行得通吗？实不相瞒，皇后已经在逐个对付亲王，我们兄弟几个若不做出反击，谁都难逃被削权的命运。所以只要国公大人主动跟武王靠拢，贵太妃母子应该会很乐意与国公大人合作。王爷的话我会好好想想。护国公府现在是凌风当家做主，他悄悄调了不少人守在主院，王爷还是早些离开为上，免得人多眼杂，惹麻烦上身。好，本王先告辞，国公大人好好休息。夜深人静，凌风院书房里一片灯火通明。今晚的不速之客是景王，跟国公爷谈了一盏茶时间就离开了，还要继续盯着吗？暂时不必理会，府里盯好了就行。是。5月过去，很快到了炎热的6月中，叶荣轩静养了1个月，朝中某些大臣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。臣等挂怀着皇上龙体，日夜担心，迫切想知道皇上龙体状况，还望皇后陛下允许臣等前往探视问安。皇后陛下一人主持朝政，难免心有不足，且男女之别会带来很多不便，臣等盼着皇上早日康健，以安天下。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该以家国为重，若龙体痊愈，应早日恢复早朝，主持朝政，以安臣心呐。主持朝政，以安臣心。各位爱卿忧国忧民，本宫深感欣慰。昨晚本宫去探望皇上，询问他恢复状况，皇上说还有一点头晕，大概是遇袭时被打坏了头部。打坏了头部？这……不过诸位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太医说了无碍，皇上的精神恢复的挺不错的，想来明日一早皇上就能主持朝会了。皇后这么干脆就答应了，这好像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。今日有事先奏，若无事要奏就退朝吧。皇后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丞相出列，躬身开口。昨晚接到边关来报，说是粮草已经开始短缺，夏季天热，将士们训练辛苦，时常有中暑现象，需要跟当地采购一些冰块以抵御酷暑，还望皇上和皇后陛下能拨款解边关夏季炎热之苦。丞相大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眼下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，皇上刚登基，诸事呆办，样样都要钱。购买冰块这点事情，要跟朝廷要钱吗？南家军就这么不懂事吗？他们是去边关享福的，还是去打仗的？将士是去打仗，可打仗的前提是能够保住自己的命。6月天气有多热，景王应该知道吧？别说日夜操练，挥汗如雨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只在太阳底下站上个1天，景王大概都会受不住。此时这番话倒是说得轻飘飘的。本王与他们身份不同，怎能一概而论？确实身份不同，所以景王只会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南丞相难得如此冷面，多年威压让人心悸。若景王能够在太阳暴晒的天气里独自在阳光下站上半个月，而无需用到冰块，并不许侍女扇扇，本相就收回今日说的话，驳回边关无理所求。丞相大人太过无礼，本王与他们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？景王想说自己身份尊贵，边关将士都是低贱之人，若无他们保家卫国，以景王这般只知养尊处优而无丝毫体恤将士辛苦之情的王爷，只怕早晚沦为他国阶下囚，从此也体会一下身份卑微任人践踏的滋味。景王表情骤然阴沉下来，死死地握着拳。边关将士的军饷和粮草确实应该准备起来。天气炎热，将士们操练格外辛苦，想办法让他们度过炎热的夏天，是当前最需要考虑的问题。若真的热得受不了，为什么非得在太阳暴晒的天气里训练？他们就不能早晚训练，中午休息吗？或者夜间训练，白天休息？景王果然是不解世事到了让人耻笑的地步啊！且不说夏季夜晚也燥热难耐，就单说晚间黑漆漆一片，需要点燃照亮的火把，景王养尊
孙楚幽可知道火把是怎么制作而成的？可知道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军队每晚操练需要多少火把吗？需要浪费多少人力和财力去寻找、购买、制造火把吗？可知道夜间的蚊子靠什么消灭吗？将士们一边训练，一边忍受蚊虫叮咬，他们的训练成果能有多少？本相虽身为文臣，却时刻关注着边疆大事，而景王身为皇族子嗣，却对着自己的家国江山漠不关心，真是让人心寒。话音落地，大殿上静得落针可闻。边关将士相比一般人能吃苦，何况保家卫国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。景王殿下不了解边关情况，说错一两句话也是情有可原。丞相大人何必如此动怒啊？景王也是担心国库空虚，并非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。不了解情况就要虚心下问，而不是漠视将士们的生死，这不仅仅是无知，更是自私凉薄、愚蠢下作。景王脸色难堪中夹杂着愤怒。兵部负责粮草和军饷事宜，户部拨钱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户部存银已所剩不多，若紧着边关，那么今年的千秋宴、太后寿诞和公主陪嫁都会捉襟见肘，还望皇后示下。千秋宴和太后寿宴都可以从简，公主陪嫁也要视情况而定。若国库没钱，难道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不成？左侍郎连道不敢，他之所以斗胆问清楚，只是因为朝阳公主要嫁的人是皇后的大哥。昨日本宫已经接收到陈毅然的来信，凤家缴税银400万两，待这些银子运送抵京，不但边关粮草可以解决，今年一切代办的事宜都不必再发愁。凤家还欠银400万余两，已经承诺3个月之内还完，其余各地拖欠款项之家族，赶紧催他们还钱。若有故意赖账不还者，别怪本宫心狠手辣。景王沉默的抬眸，对上了那一双寒冰尖刀似的眸子。退朝，丞相和户部、兵部官员先商讨一下粮草军饷事宜，午后至勤政殿议事。臣遵旨。皇后娘娘。丞相等人应下，并恭送皇后陛下离开太极殿。晏殊没有立即回凤仪宫，而是去了叶荣轩的崇明殿。秦妖娆正在服侍皇上喝药，叶荣轩靠在了床头，神色萎靡，喝药喝得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。皇后陛下，妾身不必多礼，继续服侍皇上。皇上今日龙体如何？不太好。皇上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偶尔有清醒时，总是痴痴地盯着妾身，让人觉得怪怪的。皇上伤势已经痊愈，大臣们都在等着皇上明日如期早朝亲政，皇上还是早一些振作起来吧。叶荣轩睁开了眼，眼下一片轻盈。早朝亲政？是啊，皇上看起来一副茫然的样子，难不成连自己身份都忘了？满朝文武对皇上可是抱有很大期待。叶荣轩摇了摇头，想甩开脑子里的晕眩感。我好困。晏殊定定地看着他，眼神平静无波。这2天的药里有助眠成分，让皇上好好睡一觉吧，明日恢复早朝。是。你伺候皇上也累了，先回燕云殿休息，这里让工人看着就行了。妾身遵旨。元宝，即日开始，本宫提你做御前大总管，随身照顾皇上生活起居，每日随侍左右，不得懈怠，听到没有？奴才遵旨。林英的前车之鉴你记住，别再跟他犯一样的错误。是。晏殊没再多说什么，举步离开。回到凤仪宫，晏殊独自走到了案前坐下来。容隐，凤家当真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吗？不是，大笔的银两运送比较麻烦，按照规定至少应该是布政使负责押送这批官银，数额越大风险越大，凤家是要把风险分担成2次。另外他们也确实存在着拖延的意思，虽然凤家富甲一方，但是短时间内筹集这么多现银并送至京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们能一次拿出400余万两，足见陛下的威胁对他们起了作用。晏殊抬眸看着他，目光清透，带着一点深思。容隐抿了抿唇，难得听你一次说这么长的话，不错。银子送过来之后，不止南家军的军饷跟粮草有了，重新组建军队的钱也有了着落。本宫打算举办一次武状元比赛，你从摄政王府挑一个合适的人出来，到时走个流程，我们名正言顺地将这件事情办了。属下知罪。知什么罪？属下不敢瞒主子自己的身份，属下该死。你为什么会有双重身份？是先皇的意思。又是先皇的意思。看来先皇驾崩之时带走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是。这件事非常不合理，就算先皇如何喜欢他的母亲，也不至于拿江山冒险。秘密是什么？容隐沉默片刻，欲言又止，不能说。还没到时候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叶荣轩魂归黄泉，等到主子心思坚定，还有
时机成熟。行吧，本宫先不问。翌日早朝，帝后一起驾临太极殿，被杖打之后，武王居然也罕见的出现了。臣等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皇后陛下，千岁千岁千岁！皇上还有些精神不济，今日早朝先适应一下，若有错处，诸位大人也别放在心上，给皇上一点适应的时间。正卿平身，谢皇上。依本王看，皇上今日这副模样，看起来并不像是受伤出狱，反而更像是纵欲过度。听说皇上最近刚得了一美人，可得悠着点，别年纪轻轻的就折腾得自己英年早。武王，皇上和皇后面前说话怎能如此大不敬？武王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身上的伤都好全乎了。本王仰上月语，听说皇后娘娘成了皇后陛下，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。不但要刮目相看，还要认清尊卑之别。本宫相信武王经过廷杖的教育之后，应该不会再犯口无遮拦的毛病。恰恰相反，若是被区区50廷杖就打怕了，显然不是本王的风格。武王有骨气，本宫佩服。武王咬牙，把他的举动视作讽刺。昨日诸位爱卿请求皇上早日上朝，今日皇上就来了。诸位大人有什么事儿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商讨议论。皇上，你说是吗？叶荣轩一脸茫然地看着他。对，皇后说的是。满朝文武一脸莫名其妙。皇上果然是纵欲过度，大概还沉浸在昨日的温柔乡里没出来吧。伺候皇上的太监和宫女是谁？简直罪该万死！这天还没亮呢，怎么就让皇上起身了？皇上一国之君，龙体尊贵，怎么也得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能出来见人吧？武王，王爷还请慎言，简直是放肆放肆！皇上是君，武王是臣，君臣尊卑规矩不可忘啊！武王怎么能够在皇上和皇后面前如此大不敬？不但不敬君上，言语还如此粗俗，简直枉读圣贤书，不堪入耳，不堪入耳！于是，好好的一场早朝成了对武王的弹劾大会。来人！皇后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武王伤势刚愈，经不起再次杖打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会让人认为皇后手段冷酷，与您名声不利呀！求皇后陛下三思啊！武王转头看了一眼方才还弹劾他的大臣们，这会儿态度转变得这么快，着实出乎他意料。武王咆哮大殿，影响议事，把他带出去，让他在殿外跪到下朝。是。武王表情微僵，冷冷地盯着晏殊。武王最好不要反抗，本宫着实是不想在大殿上对你出手，有损本宫气度，也折了你的颜面。武王很快被御林军带了出去，景王神色晦暗，始终不发一语。大臣们有条不紊地上奏要事，启禀皇上。然而叶荣轩就像魂游天外似的，今天的早朝注定暗潮汹涌，各怀鬼胎。顾御史有话想说。回皇后陛下，臣只是担心皇上的龙体状况。皇上龙体无碍，只是此前受伤有一些重，外伤恢复得快，精神状态却还不好，大概还需要一段恢复期。不知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自然是建议静养。本宫忙于朝政，无法亲力亲为照顾皇上，只安排几个贴心之人精心伺候着。不过诸位爱卿一个劲儿的催促，本宫也只能让皇上强撑着精神过来。臣等该死！皇上伤势严重，臣等不该心急，当务之急还是让皇上静养为主。朝政大事，皇后陛下处理得井井有条，皇上想来也十分欣慰。臣附议，皇后殿下英明果决，聪慧敏锐，朝政大事处理得得心应手。臣等不该心急于让皇上早早上朝，还请皇后陛下恕罪。诸位爱卿忧国忧民，本宫跟皇上都颇为欣慰。诸位请起吧。谢皇后陛下。景王不动声色地抬眸，打量着坐在龙椅上的叶荣轩。接下来的议事时间格外的长，叶荣轩坐在椅子上频频打哈欠，晏殊才终于起身宣布退朝。恭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送皇后陛下千岁千岁千岁！武王气得咬牙切齿，该死的晏殊！大臣们从殿内出来，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幕。看什么看？一群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屈服于一个女人，真是丢尽了男人的脸。丢下这句话，他转身离开。丞相大人，皇后陛下大权在握，虽然对南家多有宠容，但丞相经营朝堂数十载，应该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景王误会了，本相一直安分守己，忠于职守，只做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。自打皇上登基封了皇后，本相可曾做过一件让景王觉得越了规矩
矩的事情。本王的意思是，丞相大人可以劝劝皇后，让她做事稍微温和一点，别得罪太多的人，否则她是皇后，本相是臣子。景王觉得本相应该去劝。景王一致。况且君王本该雷厉风行，杀伐果断，皇上龙体抱恙，皇后陛下暂摄朝政，身为女子本就让人看低了一些，若不使出雷霆手段，满朝文武会服管吗？丞相大人，景王会服吗？南丞相直视着他。若皇后温柔贤淑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景王会把她当回事吗？凤王会心甘情愿地前往襄州凤家，拖欠了3年税款的凤家会心甘情愿把欠朝廷的钱还了？景王脸色僵住，彻底无言以对。6月17烈日炎炎，奉旨办差的陈毅然终于从襄州回来。凤家少主凤清河和襄州布政使崔元涛押送银两，安然抵京。进宫面见皇后，当面禀报了此行进展之后，晏殊当即提拔他做了户部尚书。400万两白银清点入库，下午休息一会儿，晚间跟兵部官员交接，拨银给他们补发军饷。陈毅然先是行礼谢恩，随即领旨退了下去。勤政殿里，晏殊看着跪在地上的凤王、凤家家主和襄州布政使，此次追缴欠款，凤家诚意十足，本宫很是欣慰。回禀皇后陛下，800万两白银数额太大，1月期限内着实无法凑齐。凤家家主和臣已经竭尽全力，还望皇后能够通融3月。臣回去之后一定督办此事，多谢皇后陛下恩典。崔大人言重了，诸位都平身吧。多谢皇后陛下。都坐。多谢皇后陛下。襄州这些年经济繁荣，风调雨顺，按照道理来说，本不该拖欠朝廷税款。国库是西楚的国库，不是皇上跟本宫私人的国库。这些银子都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凤少主应该明白才是。凤清河站起身，是，一切都是臣等不该，就算有困难，也该尽力克服。身为西楚臣民，应时刻以大局为重。多谢皇后陛下训责。数10万将士守在边关，每日忍受风沙侵蚀也就罢了，军饷粮草却是一日也拖延不得。若各地世家都像凤家这般行事，皇上还如何治理国家？朝中各项事务还如何进展下去？边关将士都吃不饱饭，兵器都是钝，战马皆是老弱病残。试问这疆土还如何守护？臣知错。既然方才崔大人说3个月期限，本宫就容你们3个月。10月之前，本宫要看到剩下来的400余万白银。凤少主可明白？凤清河垂眸看着宫砖地面，他想杀了眼前这个女人。凤少主在想什么？本宫与你说话时都能走神。回禀皇后陛下，臣方才是在想，该如何在3个月之内筹集剩下的400余万两白银，一时有些出神了，还望皇后恕罪。听说凤少主已经有了2个儿子。是，长子7岁，幼子年方2岁。本宫跟皇上成亲数月，想来年前会有个孩子，原是想着将凤家幼子接过来养上一段时间，给太子做伴读的。可太后说孩子太小，经不起长途跋涉。本宫想了想，也确实是这个道理。能给将来的太子当伴读，是犬子的荣幸。只是犬子年纪尚小，这时候送过来什么都不懂，若是哭闹耍性子，只怕会吵着皇后。太后应该是会顾虑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才多有犹豫。臣想着可以等他再长上2岁，到时候更懂事一些，再送进宫一时不迟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此番凤家主动还钱，也是解了本宫的燃眉之急。空虚的国库暂时算是可以喘口气了，但皇上登基之初尚有许多事情要办，这也要花钱，那也要花钱。400万两其实只是杯水车薪。臣明白，请皇后陛下放心，臣会尽快筹集银子送过来，绝不让皇后为了银子忧心烦恼。本宫相信凤少主的承诺。起来吧。多谢皇后陛下。凤王坐在一旁，脸色隐隐泛青。南哥，命御膳房准备丰盛一些。今日皇上要设宴招待凤家少主，给办差有功的凤王和陈尚书接风洗尘。是。皇上龙体已安康。皇上龙体健愈，精神比从前大好，不过伤筋动骨100天，比起以往还是有一些不如的。凤王心头若有所思。此次进京，臣还有一事想求皇后同意。小女今年28年华，容姿出色，才情出众，被人捧为相州第1才女。若是有机会进宫侍奉皇上，便是臣和小女的荣幸。布政使大人想让女儿进宫，全凭皇后陛下做主。皇后陛下，按照历代帝王选秀的规矩，今年下半年就该是天下各地送秀女入宫的时候。崔姑娘既然已经来了，臣以为可以让皇上提前见见，希
欢就留下，不喜欢就让他跟崔大人回去，对皇上和崔姑娘都不会有什么影响。选秀是皇帝的权利，崔姑娘作为大臣之女，进宫选秀本就应该按照流程来。凤王今日求本宫为他破例，已经是坏了规矩，合着这坏了，还有担心他名节受损的意思。凤王脸色微变，站起身道：“臣不敢，请皇后明察。”凤清河眉头微皱，这皇后果然是个难缠的女人，怪不得短短几个月内就从皇后娘娘变成了皇后陛下，果然是狼子野心啊！西楚若一直有这样的女人掌权，后果定不堪设想。凤王身为一等亲王，皇族子嗣，话语出口之前应该再三斟酌，深思熟虑，否则有损的是皇族颜面。下不为例。凤王表情一点点僵住。既然崔大人将女儿带来，本宫先见见也无妨。明日一早让她进宫吧。是，多谢皇后陛下。他们谈话时间并不长，南哥回复说午膳已备好，晏殊命人去把丞相、武王、景王和成王都叫了过来。皇上龙体已愈，是不是应该把皇上也请过来？凤家主和崔大人千里迢迢押送银子抵京，理该当面拜见皇上，否则便是犯了大不敬之罪。皇上早朝上精神不济，这会儿刚歇下。凤王压下心中的思绪，不大一会儿，丞相和几位王爷相继而来拜见皇后。除了丞相大人真心行君臣之礼之外，其他几人见礼时多少有点敷衍。人来齐了就坐吧。陈毅然这个功臣正携户部官员将税银清点入库，暂时没空过来，否则本宫最应该设宴招待的人是他才对。凤家少主亲自送来400万两白银，虽解一时之急，但国库空虚问题依旧是未能彻底得到解决。本宫8月千秋宴，诸位不必费心给本宫准备什么贺礼，只要通知谢家、程家跟华家把欠朝廷的银子还上就行。若他们还要找借口继续拖延，别怪本宫不念旧情，使出非常手段。武王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御膳珍馐，我说皇后陛下今日怎么会纡尊降贵将我们请过来用膳？原来今天是摆了场鸿门宴呢。武王此言差矣，世家拖欠税款本就是他们理亏在先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何况他们欠的数额巨大，严重影响了国库运转。我们该庆幸西楚眼下战事已停，否则若因为国库空虚而导致边关江山粮草供应不足，甚至致使战事受到影响，所有拖欠税款的世家皆是罪人，按律令都该抄家灭族，谢罪天下。一顿宫宴吃得暗潮汹涌，各怀鬼胎。宫宴结束之后，晏殊以累了为由，先回凤仪宫休息。走出勤政殿之后，景王神色不愉：有凤家开了这个口子，谢家、程家和华家还敢借口拖延吗？真是个阴险狡诈的女人。武王没说话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凤家妥协的原因是什么？晏殊之前下旨招凤家幼子进宫做太子伴读一事，你忘了？你自信好像都没怎么过问朝政，怎么也想着跟他妥协啊？妥协？本王看起来就那么没有骨气？丢下这句话，他似乎连解释都没有，径自快步而去。他是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他在告诉你，他很有骨气，绝不可能跟皇后妥协。武王眯了眯眼，盯着成王的背影，像是若有所思，随即也加快了脚步离开。一个个的走得那么快干什么？赶着去投胎啊！翌日一早下了早朝，崔姑娘就在凤仪宫候着了。此女容颜秀美，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崔姑娘，你应该喊的是皇后陛下。进宫之前，崔大人没有教过你拜见皇后陛下的规矩。不，臣女喊皇后娘娘才是对的。江山只有一个主子，除了坐在龙椅上的皇上能被称为陛下，其他人皆无这个资格。此言一出，凤仪宫里气氛一凝。大胆，你想以下犯上？崔姑娘在本宫面前玩宁死不屈这一套，其实并不好使。本宫敬佩胆子大不怕死的人，但是并不代表本宫可以容忍你这种不合时宜的胆大包天。皇后娘娘这是听不得真话。天子受命于天，臣受命于君，妻受命于夫，不可乱。清脆的耳光声骤然响起，她不敢置信的捂住脸，抬头看着打她的清雉。我方才已经提醒过你一次，崔姑娘把凤仪宫当成是辩论场吗？如果崔大人不曾教过你规矩，凤仪宫的几位嬷嬷都可以代劳。你的大不敬则是口口声声劝本宫做一个贤后。贤后，本宫听到这2个字就生气。本宫也不多罚你，带出去跪2个时辰。左右侍立的2位嬷嬷走过来，崔娇究竟是丝毫没反抗，一声不吭的被拖了出去。陛下，这崔姑娘看起来怎么那么像一个妖言惑众的神棍，而且还是个脑子不太好使的神棍，自以为聪明，故作高深，想让皇后对他另眼相看吗？神棍？晏殊思忖片刻，确实像，不过应该只是个半吊子的神棍。
归族2个时辰之后，把他送去见皇上。晏殊忽然觉得挺有趣的，死气沉沉的深宫里，难得出现这么一个妖言惑众的女子。2个时辰着实漫长。皇后娘娘宅心仁厚，宽容大度，会成为西楚史上第一贤后，圣贤之名还会载入史册。皇后娘娘不在天下，便能辅佐皇上开创西楚盛世。站在殿门处的2个嬷嬷对视一眼，表情看起来都是一副无语的样子。南哥，我对于成为第一贤后没有兴趣。这位崔姑娘的马屁似乎拍错了地方。家父忠君为国，自然也会教臣女忠君之道。皇后娘娘聪慧敏捷，行端仪雅，性情温良，是皇上最佳贤内助，亦是皇上贵人，将来还会成为史上第一贤后。待皇上来日掌权，便是最受人崇敬羡慕的恩爱帝后。晏殊眉梢微挑，饶有兴味地盯着这个面不改色、胡说八道的女子。臣女今日所言句句肺腑，还求皇后娘娘恕罪。你如何确定本宫会成为第一贤后？难不成你还会占卜将来之事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女确实略知一二。皇后娘娘最爱皇上，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皇上的地位筹谋。朝中大臣不解皇后娘娘用心良苦，几位王爷也对皇后误会颇深。臣女深知皇后心里委屈，却心甘情愿为了皇上而隐忍，这正是皇后娘娘心胸宽广、宽容温良之处。来日皇上掌了大权，定会对皇后的一片心意敏感妩内，敬重皇后娘娘，深爱皇后娘娘，夫妻相敬如宾，做天底下让人羡慕的传奇帝后。说的真好听啊！旁人大不敬，只说本宫狼子野心、强势霸道、嚣张跋扈。陛下说的是，她这等自以为是的凡人之女，根本无法理解陛下的雄心壮志。伴随着眼前一阵黑雾袭来，她晃了晃身体，终于晕了过去。皇后陛下，崔姑娘晕了过去，把她送去崇明殿，召太医过去看看。直接送去皇上那儿吗？你没听错，直接送去皇上那儿。是。青雉，你陪着崔姑娘去吧，别让她迷了路。是。崇明殿里，叶荣轩正靠在榻前看书，秦妖娆跪坐一旁，给他捏着肩膀，捏得他很舒服。皇上舒服吗？妾身手法不太精湛，唯恐使得手劲大了，让皇上不适。舒服。叶荣轩抬手轻抚着他的脸颊。美人儿，皇后这些日子有没有找你说话？自打妾身进了宫，皇后娘娘好像忘记了妾身的存在。真忘记了倒好。皇后善妒，却主动把你这样一个绝色美人送到朕身边，究竟打的什么主？真以为朕不知道吗？秦瑶娆闻言惶恐的起身跪下。妾身该死。皇后给了你什么任务？用美色来蛊惑朕，还是故意想考验朕？妾身真的不知，求皇上明察。皇后只让妾身好好服侍皇上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，真的求皇上明鉴。叶荣轩冷笑，明鉴？晏殊那样的手段，他会相信他？晏殊只是暂时得势罢了，这宫里的主子是朕。晏殊这个皇后当得多威风凛凛，也永远只能是皇帝的附庸。先有皇帝，才有皇后，你明白吗？是，妾身明白。继续按。是。正当他要睡着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慢点儿。把崔姑娘放到那边榻上。叶荣轩瞬间被惊醒。皇上，襄州布政使崔大人进了宫，主动要把他的女儿送进宫服侍皇上。皇后说此女擅长一些别人不擅长的本领，所以让奴婢带她过来见见皇上。叶荣轩眯了眯眼，她怎么了？崔姑娘冲中了皇后陛下，被罚跪了一会儿。崔姑娘身体看起来有些弱，没跪一会儿就晕了过去。可怜崔姑娘一片忠君之心，自己跪不住了，还说皇后陛下会成为载入史册的一代贤后。皇后陛下怜她语气真诚，一片赤子之心，便吩咐把她送过来见见皇上。她真这么说？奴婢不敢欺骗皇上，崔姑娘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你先下去吧。奴婢让人去请了太医，要等太医过来给崔姑娘诊脉之后才能离开，否则没法回复皇后陛下。叶荣轩眉头微皱，听着他一口一个皇后陛下。不大一会儿，太医抵达行礼，简单诊脉之后说：崔姑娘中了暑气，臣给她开2贴解暑药服下就行。有劳太医。青雉姑娘不必客气，这是老夫分内之事，老臣这就去配解暑药。皇上，奴婢告退。叶荣轩不置可否，眉心微拧。太医和青雉前脚刚踏出殿门，躲在矮榻上的崔姑娘便悠悠转醒。崔姑娘醒了，这里是皇上寝宫，你要起来拜见皇上才行。崔娇娇一个机灵，猛地坐起身。崔姑娘小心，喝点这个解解暑吧。冰冰凉凉的感觉入体，她才终于好受一些。皇上，崔娇娇起身走到叶荣轩的面前。臣女乃是襄州布政使之女，
崔娇娇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在皇后面前说她会成为第一贤后，皇后娘娘会成为西楚第一贤后，辅佐皇上成为英明神武的一国之君。你们都退下！宫人们恍若未闻，低眉垂眼的站着。皇上，您龙体未愈，身边离不开人，奴才们若是擅自离开，只怕皇后陛下要剥了奴才的皮。叶荣轩脸色一沉，这个该死的奴才，连皇上都敢忤逆。皇上息怒，皇后娘娘一心为了皇上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的地位筹谋，还望皇上千万别误会了皇后娘娘的好意。这些都是皇后让你说给朕听的话。臣女冤枉，臣女有句话想说给皇上一个人听。叶荣轩沉默片刻，嗯了一声，于是崔娇娇站起身，附在叶荣轩的耳边。臣女会一点未卜先知之术。前些日子，臣女占了一卦，卦象显示皇后娘娘会辅佐皇上成为一代明君，但皇后自己会在3年之内因为难产而故去。叶荣轩一震，瞳眸微微睁大。你说什么？臣女所言句句属实。崔娇娇重新跪了下来，请皇上耐心等待，一切机会都会有的。叶荣轩心脏剧烈跳动，过度的震惊很快转化为惊喜。叶荣轩站起身，在殿内不停地踱着步子。你父亲和谁一起来的？凤家少主，他们还带来了400万两白银。你去告诉皇后，就说封家少主千里迢迢来一趟，地经难得，朕应该亲自设宴招待他。是。元宝应下，退出了崇明殿，加快脚步抵达凤仪宫。奴才虽然没有听清楚崔姑娘跟皇上说了些什么，但是皇上听完之后很是激动，面上有着压抑不住的欣喜之色。皇上确实应该高兴。晏殊嘴角微扬，对崔娇娇的来历忽然有些兴趣。你先回去吧。起身走向了东暖阁，告诉叶荣轩，就说他身体不好，还需要静养几天。设宴招待凤家主一事，本宫会好好操办，不劳他费心了。是。进入暖阁，晏殊在案前坐下。崔娇娇是生来就擅长未卜先知，以前未曾听说过。容颜跪坐一旁。从凤王和陈毅然前往相州开始，属下就派人盯住了凤家。经过1个月的观察，崔娇娇身上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她半年前大病过一场，进来之后说话就有些神神叨叨的。崔夫人请道士给她相命，那道士算出崔娇娇是个凤凰命格。凤凰命格，听起来倒挺有趣的。看来那道士也是个半吊子的神棍。凤王抵达相州之后，崔娇娇主动找上他，两人密谈过一次，谈话内容大多是关于皇上和皇后。横霸一方的世家对女子的约束不会太过严苛，因此崔娇娇和凤王稍显密切的往来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。所以崔娇娇此番跟来帝都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叶荣轩。他跟凤王达成了协议，先以未卜先知之能取得皇上的信任，让皇帝主动靠近凤王，信任凤王，促成皇帝和凤王联手，让叶荣轩以为他的地位已经坐得安稳，到时候他们会联手除掉皇后。本宫3年之内难产而死，这个消息会让叶荣轩生出无限的希望。只要他信了崔娇娇，就会迫不及待利用这3年时间坐稳皇位。在崔娇娇唆使之下，与凤王合作是最佳选择。晏殊说着，轻轻闭了下眼。只要叶荣轩相信崔娇娇所言，认定自己是真龙天子，计划就成功了一大步。计划能够成功一大半，只是他自己的以为。叶荣轩总是蠢到忽略自己一无所有的身份。这个计划听着还挺缜密，只是实现的希望有多大，还要拭目以待才行。有主子在，他们连1成机会都没有。主子不必理会他们这出拙劣的计划。只是他们费了这么多心思，我们若是不接，似乎有一些过意不去呢。可以将计就计。英雄所见略同，上赶着找死的人，本宫自然要成全他。英雄所见略同，这句话换一种说法，是不是就是心有灵犀？直到户部和兵部准备好粮草，军饷事宜，准备离开帝都当日，晏殊早朝上命人去把摄政王请了过来。本宫打算让摄政王亲自护送粮草去边关。诸位爱卿觉得这个决定妥当吗？众人惊疑。摄政王亲自护送粮草，这摄政王应该不会答应吧？堂堂摄政王沦为跑腿的，他会愿意？凤王眉目微深，心里笃定晏殊是担心粮草在路上发生意外。臣以为这个决定万分妥当。摄政王武功深不可测，手底下更是高手如云，随便安排一些人都能护得粮草军饷万无一失。晏殊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翘，却没说话。凤王说的在理，前往边关路途遥远，若指派不靠谱官员，军饷层层下发，不知道要被克扣多少。有摄政王在，没人敢打军饷的主意。皇后陛下考虑周到紧密，是真心为了边关将士，老臣心中深感欣慰。皇后陛下虽为女子，却拥有远比男人更广阔的胸襟气度，体恤边关将士，爱护西楚子民，是我西楚开国以来最贤惠圣明的皇后。
皇后陛下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文武百官不约而同的转头，眼神微妙的看着跪在地上的陈毅然。陈尚书请起。多谢皇后陛下。没多会儿，一袭黑衣玄袍的摄政王走进了大殿。皇后陛下，边关粮草紧缺，将士们的军饷拖延2月未发。这批粮草跟军饷对边关将士来说至关重要，所以本宫想请摄政王辛苦一趟，亲自挑选一些高手，务必安然顺利的护送军饷前往边关，速度尽可能快一点。虽然会有一些辛苦，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希望摄政王多多体谅。臣必当完成任务，请皇后陛下放心。大臣们威亚不约而同地看着摄政王。还有件事儿，本宫计划组建一支特殊的军队，暂时缺个将领，所以打算在7月底举办一次武状元比赛，年龄要求20岁以下。摄政王觉得合适吗？武状元比赛，大臣们面面相觑。皇后陛下，皇上如今龙体抱恙，组建军队这样的大事，是否应该等皇上龙体彻底康愈之后再做决定？何况练武绝非速成之事，需要多年苦练，把年纪控制在20岁以下，不合适吧？武王微微抬眸，目光落在了晏殊那张清冷精致的脸上。组建军队，他还真是明目张胆，毫不避讳。练武不是一朝一夕能成，况且10几岁的少年，大多数毛毛躁躁，带兵打仗需要的是性情沉稳之人，还请皇后陛下三思。组建一支新的军队，除了需要招兵买马，更需要耗费财力，国库眼下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请皇后陛下三思啊！请皇后三思啊！合适，西楚军队还不够强大，除了镇守边关的南家军，几乎拿不出其他战斗力强悍的主将和军队。眼下若是有另外野心之国挑起战事，西楚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。适宜组建军队是个可靠并且迫在眉睫的计划。待臣从边关回来，会提供皇后陛下最大的帮助。凤王表情一瞬间僵硬无比。摄政王有所不知，皇上龙体已经安康，朝政大事，皇上和皇后可以商议着再做决断。叶荣轩就是个扶不上墙的草包，他能决断什么？他的皇位都是靠着皇后才坐下来的。林尚书还真是把他当成了一颗葱了。三弟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你身为臣子，至少应该懂得君臣尊卑，怎能如此大不敬？瞧皇兄这一副知晓大义明事理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对那个贱种多忠心耿耿呢。三弟，行了，别喊我。皇后既然想组建军队，那就组呗，跟那个贱种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凤王脸色阴沉，死死地攥着手。那个蠢货对家国大事一窍不通，问了也是白问，不信可以把他叫来考一考。本王敢打赌，西楚疆土有多大，军队有多少，几座城几座州，多少官员，周边各国与西楚的关系如何，国库每年存银多少，你去问问叶荣轩，看他能答出来几个。皇上登基之前没有接触过朝政，一知半解也是正常，只要以后用心辅佐。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有什么好辅佐的？皇兄难不成还打算做个千古忠臣？三弟，你怎可如此肆无忌惮？上次因为口不择言而被杖打一事，这么快就忘了？你吵够了没有？既然皇上扶不上墙，皇后又有摄政大权，为何不能全权做主朝政大事？难道要让皇上成为傀儡？本王只是在问，既然皇上扶不上墙，皇后又有摄政大权，朝政大事为何不能全权做主？组建军队是为了日后抵御外敌，为了国家的强大。如果叶荣轩一窍不通，此事是不是就做不得了？凤王被他盯得全身发冷。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就别再多说废话。辛苦摄政王亲自去一趟边疆，回来之后，本宫定好好设宴，为摄政王接风洗尘。臣告退。大殿上短暂安静，凤王表情难看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计划落空，武王在立场上的转变。选拔武状元一事就这么定了，时间定在7月底，圣旨昭告天下，所有符合条件的20岁以下年轻男子都可以报名参加，不许任何人从中作梗。既然选拔武状元的目的是为了组建军队，就该选拔真正优秀之人。南丞相开口提出建议，除了年纪和武功卓绝之外，还需要擅长骑射以及精通兵法谋略，否则亦不足以领兵做主将。详细比试项目和规则就由丞相协同兵部一起负责制定。臣遵旨。南哥，明日拟旨昭告天下。是。选拔武状元一事就这么定了下来，谁反对都没用。景王今日难得安静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。皇后娘娘千岁！下朝之后，晏殊照例去了一趟崇明殿，叶荣轩正在用早膳，身侧有2名美人相伴。然而一声皇后陛下驾到，秦妖娆连忙起身离开了膳桌，走到了外殿跪下。
宫人们早已跪地恭迎。崔娇娇不疾不徐地起身，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跪下！朕还没死呢，轮得到你个奴才在这里发威？严嬷嬷低声告罪：回禀皇后娘娘，不是臣女不愿意跪，而是皇上特意给了臣女恩典，恩准臣女以后见君不跪，臣女不敢抗旨。空气一静，该死的刁奴，你在干什么？朕的面前容不得你撒野！来人！殿内殿外一片安静，没有人动。皇上到现在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处境，或者皇上以为有了这位崔姑娘给你撑腰，未卜先知算出你以后会掌权，所以让你有了底气。皇后娘娘，您是一代贤后，职责就是辅佐皇上，成为一代明君。一代贤后？晏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3年之内暴毙而亡的贤后。叶荣轩和崔娇娇脸上血色尽退。舒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会长命百岁，跟朕一起享受盛世繁华，怎么会暴毙呢？不许胡说！崔娇娇心头已经开始慌乱，直到此时，她心里才终于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皇上这会儿装什么呢？这个结果不是你所期待的吗？皇上巴不得我帮你稳固皇位之后随时暴毙吧？晏殊，朕何曾有过这样的想法？你莫要血口喷人！到底是谁在你面前谗人挑拨，竟让你以为朕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？朕什么时候想过让你死？朕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。晏殊一瞬不瞬地看着他，舒儿，朕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这么喜欢你，这么爱你，怎么可能舍得让你出一点意外呢？既然崔姑娘这么喜欢皇上，那么今晚侍寝吧。元宝，奴才在。你今晚守在这里，务必让崔姑娘如愿成为皇上的女人，并把侍寝时间记录在册，不得有误。奴才遵旨。皇后娘娘，臣女不……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晏殊低头看他，难道崔姑娘进宫不是为了侍奉皇上，而是别有所图？臣女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进宫有别的目的？没有，臣女真的没有。臣女是真心想侍奉皇上，万万没有别的心思。既然如此，今晚侍寝吧。这个女子是我亲自安排给皇上的，皇上不用担心我会争风吃醋。祝皇上今晚有个愉快的洞房花烛。元宝，稍后将红烛点上，给皇上添置一些助兴的，务必让皇上今晚尽兴。是。崔娇娇无力地跌跪在地，眼前一片茫然。晏殊冷冷地看他一眼，转身带着人离开。既然皇上龙体渐愈，秦昭仪今晚便不必留在这里侍疾了，回你自己的寝宫去吧。秦妖娆恭敬应是，随即朝皇帝告退，便起身离开。叶荣轩缓缓地转头，咬牙切齿地看着崔娇娇。你不是说她温顺贤淑吗？你不是说她的强势霸道都是为了帮朕稳固地位吗？为什么她在别人面前强势，在朕面前也这么强势霸道？皇上息怒，臣女说的都是真的。皇后确实会在生产之夜暴毙，可是现在离3年之期还有2年多。对了，玄隐殿。玄隐殿？对，就是玄隐殿。只要皇上顺利拿到玄隐殿的大权，玄隐殿掌握在皇后手里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以朕现在的处境，应该如何拿到玄隐殿大权？去偷去抢吗？崔娇娇顿时哑口无言。奴才不打扰皇上和崔姑娘休息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元宝，你给朕站住！你现在是朕的奴才，却样样听皇后指挥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的存在？皇上息怒。皇后陛下也是为了皇上好。崔姑娘是相州布政使的女儿，家世好，人长得也美，聪慧灵透。若是能早日给皇上诞下一儿半女，不正是皇上的大喜事儿吗？元宝公公，皇族嫡长子应该由皇后诞下才是。臣女无名无分，实在不敢在皇后之前诞下皇嗣，求元宝公公去转禀皇后娘娘，臣女一定安分守己。崔姑娘，今晚好好的侍奉皇上，名分该有的都会有的，这是皇后陛下的命令。崔姑娘若是敢抗旨，后果只怕是你不能承受的。说完，躬身退出了崇明殿。他要怎么做才能从晏殊的手里把玄隐殿拿过来？皇上，父亲是襄州布政使，襄州是凤家的势力所在。皇上想要坐稳帝位，必须先拉拢人心。凤家是眼下最可用的棋子。你此番进宫，到底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凤王所使？皇上请明察，此番是臣女自己要来。父亲在襄州的地位跟皇上的处境极为相似，堂堂一州高官，很多事情却做不了主，还得看凤家的脸色行事。所以臣女才自请入宫，想协助皇上一起除掉凤家这个心腹大患。凤家也是皇上的心头大患，眼下我们可以先利用他，等皇上坐稳皇位，凤家的死期也就到了。叶荣轩眸光幽暗，既然如此，你应该是愿意侍寝的。他若失了身，以后叶荣轩死了，他该怎么办？如果这一世的事情还是跟之前一样，皇后早逝，皇帝驾崩。崔娇娇，你在想什么？
臣女只是在想，皇后说她不吃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臣女心甘情愿服侍皇上，却也知道皇上和皇后夫妻情深，臣女心中惶恐。夫妻情深？眼睛瞎了？方才没看见他怎么对待朕的，朕何曾跟他夫妻情深了？皇上和皇后之间是不是有误会？说是有误会，臣妾可以去跟皇后解释。不需要你解释。叶荣轩抓着他的手，强行拉他走进了内殿。既然皇后如此贤惠大德，朕不成全她，都对不起她的用心良苦。今晚朕就灵性了你，看她什么反应。皇上，您冷静一下。崔娇娇，你想让朕信你，就用行动证明，否则朕只会认为你别有用心。臣女没有，臣女真心实意进宫服侍皇上，只是还没有做好侍寝的心理准备。何况臣女现在没有名分。今晚失了寝，明天皇后就会给你名分，不用担心这个。崔娇娇被他强行拉着，心里又惊又怕又恨。不成为朕的人，朕如何相信你的忠诚？叶荣轩手上一个大力，猛地把崔娇娇拉入自己的怀里。让一个女子死心塌地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要了她的身子，你说呢？近距离的接触之下，崔娇娇眉头一皱，恶心的想吐。皇上！叶荣轩没有防备之下，被崔娇娇推了一个趔趄。崔娇娇，你放肆！皇上恕罪。崔娇娇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当场跪下。臣女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就寝之前，臣女想沐浴一下，把自己洗得干净一点。皇上知道现在天气热，臣女长途跋涉而来，路上都没能好好沐浴，昨晚也只是简单洗了洗。臣女只是想好好沐浴一下，换身寝衣，还求皇上答应。皇上身上好臭，又酸又臭，不知道几天没沐浴了。崔娇娇，你嫌弃朕？抬手就把他甩到了床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连朕都敢嫌弃！崔娇娇被他摔得一阵晕眩，刚回过神，就感觉到一个重物压了上来。皇上，现在还是白天，等晚上行吗？皇上，白天还是晚上，对朕来说有区别吗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不要！滚开！你给我滚开！闭嘴！崔娇娇被打得一猛，叶荣轩此时看着床上这个女子，眼底尽是浓烈的色泽。不要！崔娇娇真的怕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人！店内声音凄厉痛苦，店外元宝带着工人们如石雕一般站着，一个个像是没听见似的。这会儿离天黑还早着呢，应该足够皇上和崔姑娘尽兴了。此时的凤仪宫里，晏殊沉眉，安静地批阅着奏折。如果崔姑娘真的有了身孕，皇后会让她生下来吗？若有了孩子，可能会很麻烦。本宫既然不打算让叶荣轩做皇帝，他自然无需子嗣。之前让秦妖娆为他侍疾之时，每日服喂的药中加了一些东西，他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诞下子嗣的。会不会觉得我太狠？不会，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，何况叶荣轩根本没有做皇帝的能力。这江山若真让他坐稳了，反而是对天下苍生的不公。至于那崔家姑娘，她本就是居心叵测而来，此番也是自作自受。晏殊深深地看着他，南哥比自己更理智。这些折子你多看看，最近给皇上请安的奏折越来越多，你能看得出这是什么风向吗？大臣们以前看不上皇上，是因为皇上出身低，且不是他们扶持的主子。但比起扶持一个傀儡皇帝，他们更不愿意看到女子掌权，尤其是像皇后陛下这样强势果断的女子，会让他们觉得难以掌控。说得对，可事实证明，女子有强者，男人也有弱者。所以试图以男儿身来压制女子的人，不过是男尊女卑制度之下最腐朽不堪的一群蠢货罢了。以后每天下朝之后，你去6部多转转，就当是带本宫巡视。看看各部大臣们在忙什么，多观察他们做事的态度以及做事效率。哪位大臣行事公正，作风严谨，哪些人心术不正，哪些人圆滑世故，哪些人耿直不懂变通，都可以记在心里，对你以后有一些好处。是，朝中大臣党派林立，除了少部分人一心为国为民，其实大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为了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，但有些人有底线，有些人则不择手段。经常观察，学着自行分辨。100个人有100种性情，圆滑或者耿直倒不是特别重要，毕竟圆滑有圆滑的好处，耿直有耿直的弊端。只要他们懂得在其位谋其政，能做好自己分内之事，偶尔有些出格也不算什么。他眉目微皱，想到护送粮草去边关的摄政王，接下来至少有2个月的时间，容野都不在身边。青雉，奴婢在。你去崇明殿看看，若是需要水，就让工人勤快一点，别偷懒。陛下不说，奴婢都快忘了。这些日子天气热，元宝也不知道有没有安排
排工人们好好伺候。皇上需要每天沐浴更衣，殿内冰快要供上，瓜果酸梅汁不能少，否则那股子闷热还不得委屈了皇上龙体。要不安排你去伺候2天？啊，奴婢不去，我就喜欢跟着皇后陛下，威风凛凛，霸气十足，跟着皇上一点面子都没有。你一个小丫鬟要什么面子？主子给你安排到哪儿，你就得去哪儿，由得你选择。我就是要跟着皇后，为皇后赴汤蹈火，死而后已，我都愿意。伺候皇上那种没本事还狐假虎威薄情寡义的东西，我就是觉得丢面。真是惯的你，在外面要是敢说这话，当心被人拔了舌头。在外面奴婢才不会乱说话呢，虽说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但奴婢若是太过嚣张跋扈，有损的是主子形象，奴婢不会放肆的。晏殊原本想说他知道就好，奴婢先去崇明宫看看，陛下等我好消息。等他好消息，他能带来什么好消息？总不可能是崔姑娘当晚就有了身孕吧？晏殊微默，这种感觉挺奇妙，但是很不错。崔姑娘侍寝之后，是不是该给个名分？她的父亲是布政使，名分不好太低。名分高低又没有什么区别，封他个妃子又何妨？无非就是多一些阅历。南哥嗯了一声，这倒是。崇明殿连午膳都没送，叶荣轩和崔姑娘从上午站到了傍晚。元宝吩咐工人进来伺候皇上和崔姑娘沐浴。皇上，奴才伺候您沐浴。朕先睡一会儿。皇上还是先沐浴吧，奴才让人把床褥都换上干净的，皇上会睡得舒服些。崔娇娇浑身酸软，像是破布娃娃一般躺在床上，她的清白身子没了，被床上这个男人糟蹋。叶荣轩披衣起身，抬脚跨进浴池里。元宝，奴才在。皇后有没有说要给崔姑娘什么位分？皇上，怎么？皇后主持6宫，嫔妃分封不都是她的事儿吗？元宝表情微妙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皇上想给崔姑娘什么封号？朕想给她封号有什么用啊？虽然她的父亲是相州布政使，理该给个妃位，可皇后要是不同意，朕想也是白想。皇上，崔姑娘，您醒了。元宝，你带他们下去。是。下来陪朕一起洗。应了声是，走到浴池边时，水花四溅。腿软了，是朕不好，朕太粗暴了。陈女士初次，皇上确实太粗暴了。实不相瞒，朕也是第一次。皇上说笑了。朕没和你说笑。别看后宫这么多嫔妃，朕一个都没碰着，连皇后都跟朕从未有过肌肤之亲。说这句话时，叶荣轩像是浑然忘了燕雪怀过他的孩子，也忘了跟凌云珠翻云覆雨那次。崔娇娇努力回想着前世发生的事情，皇后为什么跟前世换了一个人似的？难道如今坐在凤仪宫里的那个人根本不是晏殊？崔娇娇，你在想什么？皇上，你想说什么？臣女已经是皇上的人，皇上会保护臣女吧？皇后看起来很凶，她会不会？不会，她不敢。可是臣妾听说皇后心狠手辣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就这么怕她？臣女该死。你先起来，你今晚先留在朕的寝宫休息，明日一早皇后应该会派人过来给你名分和赐主的宫定。是。在皇后面前多顺着她，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先忍一时委屈。夜间，叶荣轩和崔娇娇一同躺在床上。你之前说皇后会在3年之内难产而亡，这究竟是你算出来的，还是故意蒙骗朕的谎言？臣女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什么？臣女算出的卦象显示皇后温柔娴熟，知书达理，是皇上的最佳贤内助。可臣妾进宫之后见到的这个皇后却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？跟臣女卦象中显示的不一样。臣女总觉得皇后像是换了个人。你说什么？臣女该死！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皇上难道没有怀疑过吗？虽然臣女之前未曾见过皇后，却也听说过皇上登基之前，皇后对您百依百顺，体贴入微。可封后大典后，皇后却像是突然间变了一个人。叶荣轩心头危急，一时沉默不语。臣妾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证据，证明这个皇后是假的。若能证明皇后是假的，皇上是不是就可以？不，皇后不可能是假的。与其找证据证明她是假晏殊，不如弄清楚她性情大变的原因。皇上真的确定？再确定不过。崔娇娇有些恍惚的点头。如果皇后是真的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。然而这个可能性或许比皇后是假的更可怕。崔娇娇，朕不管你进宫是自己心甘情愿，还是受别人指使，眼下你都已经是朕的女人，朕以后好过，你才能好过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若你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，他将是朕第一个子嗣，极有可能就是皇族长子，甚至是地位继承人。倘若你能成为皇后，这个孩子就是嫡长子。皇后？崔娇娇心头一动。有了位分以后，你还会有自己的寝宫，比朕自由多了。
白天你说可以笼络凤家，取得凤王和凤家的信任，让他们为朕所有。朕现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你应该能做到。翌日一早，晏殊就派人来宣读了旨意。崔娇娇性情温柔贤良，聪慧敏捷，特封为良妃，赐驻云霞殿。臣妾叩谢皇后陛下恩典。听到他的称呼，前来宣读旨意的南哥瞥了他一眼。今日就搬过去吧，稍后会有人去云霞殿给良妃娘娘量身裁衣。妾身谨遵皇后陛下懿旨。崔娇娇很快在宫人的带领下前往云霞殿。南家嫡女南哥。皇上，朕以前就听闻南家嫡女聪慧通透，从容有度，拥有难得一见的大家风范。丞相在朝忠心耿耿，一心为国为民，更是千古难见的忠臣。祖父身为丞相，心怀天下，为国为民乃是分内之事，不敢当一声千古难见。皇上言重了。朕以后会重用南家，信任南家。叶荣轩走到他跟前，南姑娘应该明白朕的意思。皇上，臣现在是皇后身边的女使。皇后身边的女使在朕面前应该自称奴婢。南姑娘乃是堂堂丞相家的孙女，正儿八经高门贵女，你难道想做奴婢不成？回禀皇上，此女使非彼女使，所以臣只需要称作臣，而非奴婢。臣是外女官，可以出入朝堂，可以带皇后陛下巡视六部，可以起草诏书，可以。住口！南姑娘可知道皇后现在在做什么？巡视六部，起草诏书。晏殊只差没把造反2个字写在脸上了吧？皇后陛下正在朝上听政，如果皇上没别的事，臣先告退。朕要见皇后，臣会把皇上的话带到。南哥屈膝行礼，很快转身离开。该死的晏殊，该死的南哥，你们如此野心勃勃，绝不会有好下场。叶荣轩靠着龙榻，忍不住开始回味昨日那种美妙的感觉。想到南家嫡女那般清丽骄傲的女子，真恨不得现在就把她的衣服撕碎。南姑娘，回去凤仪宫的路上，南哥被一个面生的女子拦住了去路。请南姑娘留步，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你是谁？我似乎没见过你。妾身名叫楚音，是景王府的人。景王府的人？是。妾身想跟南姑娘单独谈谈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南姑娘应该会想知道。你先告诉我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只要想进来，总能找到办法的。比如说，随着舒太妃一起进宫，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去那边坐下来谈吧。多谢南姑娘。南哥和楚音两人一前一后的往凉亭走去。楚姑娘想跟我谈什么？我时间有限，不能聊得太长。景王殿下爱慕南姑娘已久，此前曾去南家求娶，丞相大人不答应这门婚事。景王回去之后，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没打算成亲。景王早已经过了成亲的年纪，却迟迟不肯娶妻。舒太妃很是忧愁，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满足儿子的愿望。这与我无关。我知道景王的事情跟南姑娘无关，可皇后的秘密，南姑娘一定想知道。先皇英明神武，有皇子5人，凤王嫡出，身份最为尊贵。皇太妃母子和舒太妃母子分庭抗衡，先皇临终前却将皇位传给叶荣轩，这个最卑微的皇子。南姑娘可知道是为什么？南哥心头微凛，这才正色打量起眼前这个女子。皇后身上能有什么秘密？众所周知，皇后是护国公府嫡长女，虽然跟国公关系不太好。不是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说皇后不是护国公的亲生女儿，南姑娘应该不会相信的，但我说的是事实。真是可笑，皇后不是护国公的女儿，难道还能是别人的女儿？这是个惊天秘密，我如何相信你说的话？南姑娘可以选择不信，但是若我将这个秘密告诉旁人，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，南姑娘只怕想象不到。我有证据。南哥思忖着对方话里的意思，南姑娘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头绪？我今日进宫只是想告诉南姑娘，不管皇后娘娘想做什么，她最终肯定都做不成的，因为她的身份不允许。楚姑娘既然知道这个秘密，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你完全可以直接公之于众，让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秘密，不是更好吗？因为我对皇后没有敌意，如果我真的把她的秘密告诉旁人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一旦皇后成了众矢之的，凤王争夺皇位的几率会比景王更大。但你今天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了，是因为景王殿下喜欢南姑娘，我又没有别的办法让南姑娘答应景王的提亲，只能出此下策，还请南姑娘理解。此事容我考虑一下。可以，只是希望南姑娘别考虑太久，秘密暴露出去的风险很大，会让我感到不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南姑娘想问，这个秘密还有谁知道？朝中无人知晓，景王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自有我的法子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俯身告退。南哥坐在凉亭里，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眸色微深。南大人。
皇后陛下下朝了，正往勤政殿而去。我有一点事情需要去找丞相询问，你回禀皇后，我等会儿回来。是。南哥转身往前殿的方向而去，大臣们已陆陆续续的从大殿出来。南哥站在殿阶的一侧静候，待看到熟悉的身影从殿内出来。祖父，哥儿，你不是应该在皇后身边伺候着吗？昨日崔姑娘侍寝，一大早孙女儿去崇明殿传皇后懿旨了，封崔姑娘为良妃。有件事我想跟祖父聊一聊，祖父现在忙吗？还好，正好我也有事要跟皇后说，我们边走边聊。祖父，姑母除了跟护国公有过夫妻之实，还跟其他人有过感情牵扯吗？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什么？有人提起皇后陛下的身世，并以此作为条件，想让我嫁给景王。真是自作聪明，不必理会的。祖父知道这件事，我要跟皇后说的正是这件事。最近有人在宫中私自查探已故雪才人的事情。皇上的生母。南丞相点头。晏殊正在就选拔武状元一事跟兵部官员讨论。南家孙女从小接受丞相大人教导，果然气度不凡，年纪轻轻就有了不输男子的沉稳风范。沉稳气度并不专属于男子，就像皇后陛下身为女子，同样有着决策江山的能力，这不是男女性别决定的。孙大人这句话说的未免有失偏颇。南姑娘说的是。晏殊用了半个时辰跟兵部议事结束，待兵部官员陆续离开之后，臣有件事想跟皇后陛下说一说。都退下。是。外祖父请坐。给外祖父倒茶。是。外祖父有话但说无妨。这几天我得到消息，有人在宫里查探皇上生母雪才人的生前，正好今天又有人找上南哥，想以皇后的身世秘密逼迫南哥嫁给景王为妃，因此老臣决定把一些事情告诉皇后陛下知道。身世秘密。是。外祖父的意思是，我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女儿。在说这个秘密之前，老臣想问问皇后陛下，叶荣轩可还有翻身的机会？等他彻底失去利用价值，死期也就到了。翻身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那皇后陛下可会扶持其他王爷登基为帝？扶持谁都不如扶持我自己。既然如此，老臣就告诉皇后，你的母亲南静不是老臣的亲生女儿。此言一出，晏殊和南哥齐齐一怔。怎么会？南静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姬南静，她原本姓姬。40年前我去过边关，在边关捡到的这个女婴，带回来当成自己女儿养着，一养了16年，直到她出阁。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性情不同，她很有想法。20年前皇上说喜欢她，想让她进宫为妃，甚至一度许以后位。但是南静说不与旁人共侍一夫，坚决不同意皇上的求娶。南静及笄那会儿，我已经是丞相，几个儿子都在军中历练，年纪轻轻就有了军功，因此南静的婚事很抢手。帝京媒婆几乎踏破了南家门槛，谁也没想到南静会看上晏家这么个没本事还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可能因为父亲长得好看，晏家当初家世什么都比不得南家，母亲大概认为这样的人会懂得感恩。然而事实证明，高举和低价与感恩没有半点关系，只跟人品有关。皇后说的没错，高举低价只是女子委曲求全的一种方式，跟男人是否感恩毫无关系。祖父，您方才说姑母姓姬，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事？姑母过世之后，有人来找她回去认祖归宗。她姓姬，最尊贵的姓氏。南哥一怔，南诏国皇姓。晏殊亦是一怔，九州最强大的南诏国，南诏一直是女皇当政。既然他们这么厉害，姑母又是来自南诏国皇族，怎么会没有人过来给姑母报仇？难道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不在了？不是，你姑母没死。南哥彻底呆住，姑母没死。晏殊表情微变，也忍不住面露惊疑之色。母亲没死？没死，不但没死，她现在还成了南诏国女帝，坐拥3宫6院，享尽天下富贵，主宰着天下11国的存亡。晏殊沉默下来，一时有些无法消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。祖父，既然姑母也安然无恙回到南诏国，还做了九五之尊，那他当年为什么没有把表哥表姐一起接到南诏国去？表姐当年那么小，在护国公府过得一塌糊涂，整日受那云氏母女欺压。虽然后来去了战场，但从小到大的生活比起金尊玉贵的公主差的实在有点多。这是先皇和南静的条件，站在家国立场上谈的条件。
晏殊缓缓地靠在了椅背上，沉默不发一语。皇后其实是先皇的女儿，方才我说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性情，南靖骨子里刚烈，没那么多三从四德的规矩。得知丈夫背叛她时，她就跟护国公决裂了，之后一气之下跑到宫里跟皇上喝酒，然后那一夜两人发生了一点不该发生的事情。南哥顿时沉默下来，原来如此，原来这才是先皇一直对他特殊的原因，而真真切切就是因为自己是先皇的女儿。当年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跟皇后无关，皇后不必多想。事实上，南靖那时候一心就想跟护国公和离，但因凌风还小，所以只独居在一房小院，跟那姓晏的早就没了夫妻之实了。我并不在意，祖父不必为我担心。南靖应该没想到自己会怀孕，回到护国公府之后就跟护国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没想到后来肚子一天天大了，事实瞒不住。护国公知道此事之后，觉得颜面无光，以后对待南靖的态度越来越差。但因为猜到孩子是先皇的，他没胆子宣扬，此事就一直是秘密。南哥抿唇不语。南靖离开西楚之前，才把他的身份告诉给先皇和我的。哎呀，他当年算是楚魏争夺战下的受害者，只是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当初害他的那些人自食恶果。他母亲和舅舅家的人早就悄悄潜入西楚，告诉了他真相。回去南诏之前，南靖想过要带走一双儿女，但先皇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南诏太强大了，先皇担心南靖会因为对护国公的恨意，做出对西楚不利的事情。当年南家也没少从中说话，我跟你父亲都劝过他，因为镇守边关的将军最能明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。如果南诏跟西楚为敌，西楚百姓将会迎来灭顶之灾。当年这些事情中，先皇与南家想到了边关将士，想到了家国百姓，想到了南靖以后会成为人上人，却唯独对不起你和凌风。外祖父在此跟你赔罪。说着深深一揖。外祖父。晏殊起身绕过了书案。别这样，是我们对不起你呀。南家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我也没有怨怪任何人。母亲当年跟护国公之间的事情，我只看到了表面，但事实确实是他背叛了母亲。外祖父、外祖母将母亲养大，本已经是恩情难报，劝他把儿女留下来，也是为了大局考虑，何来对不起一说呢？既然我是先皇的女儿，那叶荣轩又是怎么回事？亲兄妹不可能成亲，所以叶荣轩应该不是先皇的儿子。你母亲答应把你留下，但有个条件，就是皇位必须传给你。她是南诏人，南诏一直都是女皇当政，所以她认为让你称帝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，全然不顾西楚制度与南诏不同，非要先皇答应不可。晏殊皱眉，爷爷明白了前因后果。我顶着晏家的姓氏，又无法恢复公主的身份，传位一事名不正言不顺。况且就算我是公主，西楚也断然没有传位给公主的道理，所以先皇无奈之下，就让我嫁给了一个名义上的皇子。雪才人当年怀的根本不是皇子，所以早早就被灭了口。叶荣轩的身份只有先皇和南家人知道，所以我的人生其实早就被人安排好了。南丞相闻言，面上越发愧疚。晏殊转身走到案前，看着月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，忽然觉得可笑。既然这些都是秘密，为什么景王府会有人知道这事儿？他应该并不知道所有的真相，虽然不知从何处听到了一点风声，但不会影响到大局。他可能只是想以此来威胁南哥。晏殊转头看向南哥，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？楚音。晏殊缓缓点头，记下了这个名字。倘若他真的知道些什么，并将真相公之于众，皇后陛下索性就恢复公主身份，名正言顺地登基为帝。南家会全力支持皇后陛下的任何决定。晏殊眼底划过了一道淡潮，他不想再按着任何人的计划走下去，他只想走那条自己想走的路。让我先想想吧，这些真相来得太过突然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是。回凤仪宫的路上，南哥数次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？有话就说。陛下心里难过吗？难过？为什么要难过？
南哥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本宫只是心情有点复杂，但说不上难过。何况本宫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用来对付敌人，压根儿就不会有这种难过的情绪存在。南哥抿唇，良久才嗯了一声。回到凤仪宫，晏殊屏退了所有人，独自一人走进了东暖阁，心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容颜。何言躺在榻上，晏殊心头一片纷乱，耳畔一道细微的声音划过：“容颜在。”你不是去送粮草了吗？怎么回来？属下安排了可靠之人护送，出了皇城就回来了。属下自作主张，愿受主子责罚。晏殊沉默地盯着他，容忍眉眼微垂，嘴角抿紧。容颜，属下在。你还记得幼时之事吗？不是你在玄隐殿，也不是教我功夫那会儿，而是更早之前，先皇带你回来之前。容颜一震，垂在身侧的手微紧，看来是记得的。你是南诏国的人。容颜脸色刷白。是。晏殊闭上了眼，许久不再说话。他甚至开始怀疑，他曾经跟叶荣轩爱得那么深，究竟是真是假？南诏国没有传言中那么厉害。晏殊没说话。南诏国厉不厉害是重点吗？主子不用担心，没有人可以掌控您的人生，就算是您的母亲也不能。属下不会背叛主子，不会做任何惹您不高兴的事情。属下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把主子的事情告诉过任何人。属下没跟他们联系，虽然他们来了很多情报，但属下都销毁了，从未回过一封。晏殊抬手揉了揉眉心，本宫没有担心你。容颜在。抬起头，容颜俊颜微微抬起，神色紧绷。你方才说这些年他们一直给你递情报，他们是谁？南诏国皇族？是，就是那个号称天下最神秘最可怕的死神营，属下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你被先皇带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，怎么会从死神营里出来？属下在死神营待过一段时间，具体发生过什么属下不清楚。死神营有些手段外人无从得知，他们会让很小的孩子服用某种药物，或者用特殊的方法打开武学天赋，甚至是以身体养毒，即将会死很多人，身体受不住的就死了。晏殊闻言，表情一点点冷了下来。属下被先皇带回来之后，就进了玄隐殿，武功天赋和用毒都远远高于其他人，所以出师很早。所以你10几岁就能给本宫做师傅了？容颜沉默片刻，缓缓点头。先皇说，属下以后唯一的主子就是您，此生不能背叛，必须以主子为天，整个玄隐殿都将成为主子的利器。晏殊脸眸不语。南诏国经常传来情报，询问主子的情况，属下没回过他们。他们没有给你别的指令？属下谁的指令都不听，只听主子的。晏殊不乏一言地看着他。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，你替本宫去一趟景王府，杀了那个叫楚音的女子。是。退下之际，他抬头看了晏殊一眼，容颜黯然离去。这一天过得似乎极为漫长。晏殊起身走出暖阁。皇后陛下可要备膳？让崔娇娇过来。梁妃娘娘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南哥让人去传梁妃进来时，目光落在了晏殊脸上。皇后陛下想通了？没什么想不通的，本宫不是悲秋伤春的性子，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，钻牛角尖毫无意义。是。崔娇娇从外面走进来。臣妾崔氏拜见皇后陛下。崔娇娇，你进宫应该是奉了凤王指示而来，对吗？皇后陛下，臣妾已经是皇上的人了，臣妾绝不会有二心。不管凤王让臣妾做什么，臣妾都绝不会答应他。只怕你身不由己。如果凤王用你爹娘的性命威胁你，你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臣妾的父亲是朝廷命官，臣妾现在进宫做了妃子，凤王不可能做那么过分的事情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，就是触犯朝廷律令，按规矩应该被治罪的。如果本宫让你继续跟他周旋，你会不会答应？皇后陛下，梁妃，你的父亲虽然是襄州布政使，可襄州是凤家说了算，只要你听话，本宫就让襄州由你父亲当家做主。崔娇娇心头一跳，皇后陛下容禀，臣妾是皇后的人，父亲则是朝廷的臣子，皇后陛下但有所命，臣妾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只要你听话，本宫不会亏待你。多谢皇后陛下。这几天你可以经常去崇明殿看望皇上，不过在皇上面前别乱说话，万一让他知道你跟凤王还在联系，只怕会认为你居心叵测。臣妾谨记皇后教训。你过来。起身走到晏殊的面前，低下头。晏殊附耳在他的耳畔说了句话：皇后陛下。本宫怎么说你怎么做，其他的不必多问。是，臣妾遵旨。退下吧。臣妾告退。崔娇娇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。梁妃娘娘，您回云霞殿还是去皇上那儿？去皇上那儿。说着转身往崇明殿走去。陛下觉得崔娇娇可用吗？暂时来说是一颗不错的棋子，自以为有点小聪明，但又不那么聪明，会审时度势，知道谁才是这宫中的主子，能适时的替本宫透露一些信号出去便足够了。南哥似解非解，透露一点信号出去，透露给谁？南哥，吃完饭去勤政殿将奏折搬过来，还有那么多奏折没批呢。是。
是，陛下，这是兵部呈上来的武状元选拔流程，请您先过目一下。晏殊展开奏折细细看完，拿笔做了批注，忽然有些心神不宁。容隐一直没回来，晏殊抬眸朝外面望了望，忽然见到严嬷嬷走进来。皇后陛下，贵太妃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进殿之后，她微微欠身。皇后陛下，贵太妃请坐吧。多谢皇后陛下，我今天过来是想跟皇后商议一下朝阳和凌风的婚事。燕凌风是我大哥，朝阳公主是太妃的女儿，本宫与贵太妃都关心他们的婚事，自然是会将这场大婚办得风风光光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让婚礼在公主府办，让凌风以后住进公主府，皇后觉得如何？贵太妃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这样的想法很奇怪。按身份，朝阳是公主，凌风只是臣子，他住进公主府也没什么不妥吧？这场婚事是男娶女嫁，跟贵太妃说的情况不一样。朝阳公主愿意以公主身份下嫁，才有了这门婚事。本宫是不会同意大哥入住公主府的。为什么？皇后应该知道，你那位父亲和夫人云氏根本不是好相处之人。凌风待在护国公府反而憋屈，分开了住不是更好吗？护国公夫妇好不好相处重要吗？燕家现在是大哥当家做主，他们夫妻俩还能蹦得出什么来？何况住在哪儿确实很重要。大哥现在掌御林军大权，一旦住进公主府就等于入赘做了驸马。贵太妃应该明白，驸马是没有资格掌军政大权的。难道你不想让自己女儿嫁一个手握大权的夫君，反而希望他默默无闻，待在家中吃软饭？贵太妃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朝阳公主性情彪悍，其实也不怕云氏不好相与，跟大哥成了亲，朝阳公主就是本宫的大嫂。本宫以前跟云氏有过节，若他们二人有了冲突，大哥能解决的，自然会替自己妻子解决。若实在不行，本宫到时会护着谁，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太妃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贵太妃听到这番话，有心反驳，自己竟无法反驳一句。耳畔有细微熟悉的声音传来：若没别的事情，太妃请回吧。怎么，太妃还有别的事儿？贵太妃想到武王一次被杖打，一次被罚跪，总觉得晏殊是在针对她。既然朝阳嫁给凌风之后就成了一家人，那皇后能不能别再针对景儿？贵太妃误会了，本宫从未针对武王。贵太妃不信。多谢皇后宽容，我先告辞。晏殊嗯了一声，让南哥去送贵太妃，他自己则疾步前往东暖阁。心智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容隐现身，依然是俯身跪地的姿势。晏殊眉头紧蹙：你方才去了何处？景王府，楚音已死。景王府之后呢？走到他身侧，俯视着他如磐石般沉吟冷峭的身躯，忽然伸手探上他的脊背。衣服脱了，需要我帮你？不过摄政王衣服这种事情，想来只有本宫有这个荣幸吧。容隐双手攥紧，属下不敢。脱。晏殊收回手，走到一旁榻上坐了下来。容隐沉默低眉，终于缓缓地抬手解开了身上的黑衣，线条流畅的脊背上一道道凌乱交叠的血痕，触目惊心。为什么？属下该死，属下不该隐瞒主子真相，所以该罚。晏殊闭上了眼，脏腑里剧烈翻滚的情绪让他恨不得给他一巴掌趴过去。这点伤不要紧。说着，竟是自顾自地把衣服穿好。本宫不是在跟你商议。容隐动作微僵，唇角抿紧，起身走到了长榻前，趴了下来。秦志在，你去太医院走一趟，跟他们要最好的金疮药。陛下受了伤，不是我，快去。是。秦志转身跑了出去。锦溪，让人打盆温水过来，多放几条锦帕。是。简单两个命令交代下去，晏殊转身看着容隐，容隐是影卫，忠诚早已刻入了骨子里。下次不许这样了，我没有怪你。容隐低声应了。属下不会再欺瞒主子任何事情。这也不算欺瞒，毕竟本宫从来没有问过你。不过稍后我要跟你聊一下。是。锦溪很快打来了温水过来，晏殊从他的手里接过了水盆，转身放在了长榻前的案上。皇后陛下，金疮药来了，奴婢给您送进来。晏殊起身走过去，把手探出了帘子外，直接掐灭了他的好奇心。容隐动也不动地趴着，却明显感到不安。属下自己来就可以，不敢麻烦主子。你自己可以给背后上药，好歹做了几个月的摄政王，享受一下被人服侍的感觉又如何？容隐脊背绷得紧紧的，不知是因为疼还是紧张。你倒是对自己狠得下手。我记得隐卫还有个规矩，主子不发话，隐卫不得私自做主，哪怕这是你的身体，你也无权伤害。属下有错。有没有错你说了算。不是。暖阁里自始至终很安静。景王府没闹出什么动静？没有，楚音只是景王的一个通房侍妾，连名分都没有。
只是略善计谋，暗中会帮景王出谋划策，但是他的存在对景王来说无关紧要。一个通房妾室竟然能察觉到本宫的身世秘密，倒是出人意料。有没有顺便查一查他的来处？此女是程家3年前送给景王的生辰礼，送来的时候仅有14岁，是程家精心调教过的人。可惜还是太心急了，景王有一些不安分。燕陵程家拖欠税款一事，最近似乎没有筹款的迹象，连折子都没见一本。属下已经派人去了程家，谢家的钱应该容易收回，本宫或许应该招武王过来一趟，亲自跟他谈谈。容易，你早上说南诏国没有那么厉害。是。属下这几年一直在暗中调查南诏国，也做了许多准备。摄政王府里面养出来的人跟南诏死神营相似，只是方式不同。如果你以摄政王的身份谋权篡位，成功的几率应该很大。属下不敢，就算属下有谋权篡位的能力，也没有治理天下的本事。晏殊瞥了他一眼，不置可否。南诏实力确实比其他国家强大，但是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神秘可怕。主子不必太把他们放在心上。神武帝驾崩之后，九州大地还到处流传着千古一帝的功绩，甚至有文人写了数百篇歌颂他功绩的文章，广为流传。是，事实却是神武帝过世之后，南诏迅速内乱，死神营里面出现了高手叛乱。只是当年神武帝征战天下时，惊人的战斗力让人心悸胆寒，以至于各个国家闻南诏变色，不敢轻举妄动罢了。所以从神武帝开始之后，南诏就一直由公主继位。神武帝的长女继承了其父的天赋谋略，心狠手辣，有着不输于男子的野心。他登基之后制定的规矩，以后南诏正统必须由嫡公主继位，以此来弱化其他几个姬氏君王的权力。以后有空，本宫或许应该经常去藏书阁看看，多了解一下各国历史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主子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属下，属下不会隐瞒主子任何事情。以后我不忙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主动与我讲一讲外面发生的事情，大到家国大事，小到坊间言论，都可以说。是。本宫待在深宫，少有机会能出去，不像你能得到情报的速度极快。以后多说一些事情与我听，别总是那么沉默寡言，听到没有？容颜眉眼更温柔了一些。是。这药吸收的差不多了，我让人给你送一些吃的过来。属下不用，这是命令，你要抗命。属下不敢。晏殊转身走了出去。相较于凤仪宫的一片祥和，此时的景王府一片阴霾笼罩。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，竟让人潜入王府杀人，你们都是饭桶吗？属下该死，求王爷饶命！还敢求饶？今天所有当值护卫每人杖20，拖下去。王爷，管家匆匆而来。凤王求见。不见，本王今天没空，谁都不见。是。景王闭了闭眼。等等，王爷，让凤王去书房等我。是。景王冷冷瞪了一眼这些侍卫，转身去往书房，半路却遇见了侍女簇拥下匆匆而来的贵妇人。母妃，怎么回事？听说楚音死了？谁动的手？他早上才跟我去了宫里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他早上去了宫里，母妃带他进宫了。他进宫之后见了谁？他一早跟我说有办法让你娶到南家姑娘，但他需要进宫当面跟南哥谈，我就借着给太后请安的机会带他进了宫。母妃为什么自作主张？如此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不跟我商议一下？楚音信誓旦旦，我看你又那么着急，就答应了他。要不是丞相府油盐不进，我至于冒这个险吗？既然人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舒太妃看出了他的怒火，这件事南家一定脱不了干系。此事我会弄清楚，敢动景王府的人，不管是皇后还是南丞相，我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往书房方向走去。大皇兄这个时候来找我，就不担心引起宫里那位的注意吗？引起注意又怎么了？我就不信他真敢杀了我们。我府里有个女子刚刚死于一招毙命。你说什么？我府里有个女子今早随母妃一起进了宫，回来之后就悄无声息的被人一招毙了命。本王猜测应该跟皇后或者南家有关。那女子在你府里是什么身份？侍妾。一个小小的侍妾也值得皇后动手？值不值得暂时还不得而知，但晏殊最近越来越不安分了，他想把我们几个王爷一个个除掉，自己独揽大权吗？凤王眸光一闪，独揽大权。大皇兄在想什么？想着怎么对付晏殊？我觉得我们几个应该联起手来，不能让晏殊继续做大。现在联手还来得及吗？昭阳公主都快要嫁给燕凌风了，武王早晚也会站到晏殊那边去，他会跟我们联手？我只是觉得我们在朝堂上不能继续做隐形人。二弟，明日由你牵头，我们一起逼他还政于皇上，你看如何？为什么由我牵头？我前阵子刚从相州回来，凤家还欠银子400余万两，我
好不容易请他宽限2个月，这个时候如果带头跟他对着干，只怕凤家没有好果子吃。景王没说话，却已经明白了凤王今天过来找他的用意。晏殊行事越来越猖狂，想要遏制他的野心，我们确实应该联手起来，可以给朝中几位御史投个口信，让他们在朝堂上开口，要求皇后还政于皇上，或者我们一起去崇明殿见皇上，从皇上身上下功夫。趁着眼下晏殊羽翼未丰，我们若是联手，定能从他手里把权力夺过来。若是继续放任下去，只怕……皇兄想如何联手？我们亲自出马，我们一起写信给各自的朝中心腹，今晚天黑之后，让母后去凤仪宫拖着晏殊，我们带人去崇明殿求见皇上。没问题，再带上几个太医吧，给皇上几个脉。若皇上龙体无恙，就算是皇后也无权阻止皇上上朝去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回去安排人。好，我也让人给出去送帖子，联系朝中几位同僚。凤王很满意他的配合，很快告辞离开。景王送他到书房外，一瞬不瞬地注视着他的背影，冷冷一笑。来人！景王喊来手下，转身走进书房，把于先生叫过来。是。夜幕降临时分，太后驾临凤仪宫。晏殊听闻太后驾到，这次不硬闯了。太后看起来很客气，态度很好，像是过来跟皇后陛下叙旧似的。这倒是怪了，太后无缘无故会主动过来跟皇后叙旧。让太后进来吧，太后态度温和，本宫也不能失了礼数。是。晏殊走出殿门迎接太后。天色已晚，什么风将太后吹了过来？太后请上座。皇后，哀家有件事儿想跟皇后单独说，是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还请皇后能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你们留在外面。是。进了殿，两人在主位两侧坐了下来。哀家这个时候来，是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，原本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哀家本来不太喜欢你，但事到如今，哀家也想通了，与其跟你为敌，不如帮着你稳住江山社稷。这样做只是为了保住哀家的儿子和娘家，还望皇后心慈手软，以后能善待他们。太后大可放心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安分守己，不违背律令法规，不做有损西楚社稷的事情，本宫都不会刻意针对。哀家相信皇后。是这样的，哀家听说今晚朝中会有几个大臣去崇明殿求见皇上，甚至还会请几个太医一并过去给皇上请脉。若皇上龙体无恙，他们会要求皇后还政于皇上。听说是景王的主意。这句话落音，晏殊表情有一瞬间的微妙，也没想到崔娇娇一句话就能让凤王如此心急的表态示好。景王让太医去给皇上请脉。是。皇上最近可好？皇上挺好的。那皇后不担心，万一太医在崇明殿外闹着给皇上诊脉？太医给皇上请脉是分内之事，倒也没什么不妥。南哥，你去一趟崇明殿，稍后如果有太医给皇上请脉，你让守在崇明殿外的御林军放行，不许阻拦太医。是。太后神色微变，皇上最近在干什么？襄州布政使的女儿不是刚进宫了吗？就是刚被封为良妃的那个。最近皇上很宠她，一连2日留她宿在崇明殿。真是不像话！中宫皇后至今未曾有孕，皇上却一再沉迷女色，先是独宠秦昭仪，这又来了个崔良妃，他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你这个正妻的存在？晏殊神色淡漠，脸眸不语。不行！太后站起身，哀家定要去问问皇上，为什么对结发妻子如此不尊重？他也不想想自己的皇位是怎么得来的，就算过河拆桥也不能拆这么快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人家演戏演得这么卖力，晏殊也不好干坐着。是我太强势了，皇上不喜欢也正常。皇后，哀家会为你做主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太后率先走了出去。如果真有人在宫里乱来，哀家一定让他好看。晏殊嘴角扯了扯，不发一语的随太后一起往崇明殿而去。然而渐渐抵达崇明殿外，望着眼前严谨安静的守卫，沉默而严密的防守，漆黑的宫院中没有一个大臣前来的画面。南哥带着2个宫女走了出来，南哥过来屈膝行礼。可有人过来给皇上请脉？回皇后陛下，刚才臣进殿给皇上请了安，皇上说并无太医过来。那是否有朝中大臣过来求见皇上？也没有。太后脸色铁青，该死的景王竟然摆了他们一道。皇上现在在干什么？崔良妃可在？皇上正在教崔良妃画画。太后在想什么？今晚好像并没有大臣跟太医过来，我们回去吧。
皇后，皇上整日不务正业，哀家现在就去问问他，看他到底还想不想做这个皇帝。扶着嬷嬷的手就朝崇明殿走去。晏殊当然不会反对。皇上简直太不像话了，光天化日之下不思朝政，整日沉迷女色，哪还有一点君王的样子？晏殊挑眉，今天太后难得有机会在叶荣轩面前发一次威，他似乎不该去打扰。太后娘娘，臣妾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怎么有空到崇明殿来？皇上登基不足半年，上朝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太后面罩寒霜，把今晚对景王的不满全部发泄在叶荣轩身上。皇后整日替你处理朝政，日理万机，你倒好，在这里跟别的女人厮混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叶荣轩此时并不知道晏殊就在外面。太后何出此言呢？明明是晏殊把朕关在这里，朕想出去都做不到，他日理万机，简直是笑话。那个女人根本就是野心勃勃，妄图谋朝篡位。皇上，别忘了你的皇位是谁帮你争取来的。太后今日是特地来教训朕的。放肆！哀家是太后，是你的嫡母，你竟敢对哀家如此不敬！西楚一直以孝治天下，皇上如此态度，如何做天下表率？是朕不对，请太后恕罪。皇上是天子，理该。太后有所不知，并不是朕故意沉溺女色，也不是朕不思朝政，朕有苦衷啊。不管皇上有什么苦衷，都不该辜负皇后对你的一片情深。皇后对你用情至深，满朝文武都看在眼里，你怎么忍心背叛她？叶荣轩自嘲一笑，面上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。皇后可能是对朕有误会吧？成亲至今，她至今人还是什么？至今还是完璧，她一直拒绝朕的触碰。太后心头大惊，下意识的想转头看向外面。怎么可能？皇上切不可因为最近与皇后不和就随意编排她。朕没有编排她，皇后主动提出要给朕选妃，可后宫连续进了几个女子，她却一个都不让朕碰，一边故作贤惠让朕充盈后宫，一边又要求朕做个柳下惠。太后觉得朕是个圣人吗？太后心头如波浪翻滚，既是震惊又是狂喜。太后，这个天下是叶氏的天下，不是晏殊的天下，朕需要凤王的帮助，还请太后为大局考虑，替朕想一想办法。太后回神，正要说话，皇上让太后给你想办法，是想让太后帮你一起对付我吗？叶荣轩脸色骤变，不敢置信的抬眼看去。皇上自己风流好色，见异思迁，却无耻的将所有责任都推到本宫身上，真是让本宫失望透顶。淑儿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太后先回去吧，我有些话想跟皇上单独谈谈。太后今天有了意外之喜，此时自然不愿跟晏殊对着来。你跟皇上好好说，毕竟是夫妻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梁妃，你送太后回宫。是，臣妾告退。皇上刚才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帮皇上夺位，皇上却要联合旁人一起对付我。淑儿，朕只是不想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。就像太后所说，夫妻之间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太后所说，皇上倒是将太后之言奉为圭臬，却忘了当年你是如何在他手底下苟延残喘。叶殊，我说的不对，本宫算是看明白了，皇上对旁人心胸大度，大度到即使别人把你当狗，你可以说忘就忘，而本宫掏心掏肺对你，你从始至终对本宫却没有一点感情。但凡有一点不如意之处，你就牢牢记在心里，恨不得将本宫除之而后快。叶荣轩不知是不是突然良心发现，眼底一点点浮现出悔恨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淑儿，我知道错了。晏殊冷眼看着，神色漠然，无动于衷。我该死，我真的该死。眼看着叶荣轩像是石雕一般僵滞不语，皇上这是后悔了，真心的认错。叶荣轩抬眸，对上了晏殊冷漠无情的眸子。叶荣轩，世上并无后悔药。我不是故意要躲。淑儿，你要是想打就打吧。皇上误会了。晏殊拍了拍他的脸，力道不大，羞辱意味更重。我只是想告诉你的悔恨，于此时来说一文不值。叶荣轩脸色煞白，脸上血色褪尽。皇上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你态度大变？从封后大典那天晚上开始，本宫就跟以前的态度不一样了。你想知道原因吗？是因为晏雪有孕一事被你知道了，可是淑儿之前跟你解释过。本宫那天做了个梦，跟崔娇娇告诉你的一样。本宫梦见自己3年后有孕，却在临产时暴毙，一尸两命。叶荣轩瞳眸骤缩，淑儿，本宫死了，皇上犹不解恨，像是情绪失控一般疯狂地扇本宫的耳光。皇上那个恨呐，就像是本宫与你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一样。
燕雪带着她3岁的儿子进宫来见皇上，你们庆祝着本宫的暴毙，皇上还许诺封她为贵妃。就因为一个梦？舒儿，梦都是假的。就算我负心薄情、风流好色，也断然不可能对你下如此狠手啊！绝不可能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。不可能吗？如果燕雪没死，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也未曾被发现，再过几个月，她的孩子就应该出生了吧？叶荣轩僵住，再过3年，她的孩子也差不多该3岁了吧？皇上难道没有承诺过燕雪以后会许她至高无上的身份？舒儿，我……皇上当然可以否认，只是本宫今日告诉你这些，并不是想替你辩解，本宫只是想让皇上死个明白而已。话音落地，叶荣轩顿时如坠冰窖。既然人上人的身份满足不了你，那就坐回楼也好了。晏殊说着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即日开始封锁崇明殿，除了元宝之外，任何人不得再踏入此地半步。是。舒儿，叶荣轩抬头望着他决绝的背影，心里慌乱而恐惧。我知道错了，这次是真的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我只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？舒儿，求你了。晏殊脚步微顿，眼底一抹寒光划过，却并未回头。你想弥补？是，只要是舒儿的要求，我一定做到。舒儿，你相信我。那皇上是否愿意去净身房走一趟？什么？既然皇上说想弥补，那就成为跟元宝一样的人。本宫可以高抬贵手，给你一个当牛做马的机会。丢下这句话，晏殊径自举步离开。即日开始，崇明殿外的防守将如铁桶一般。回到凤仪宫，南哥安排几个可靠之人散布消息出去，就说本宫跟皇上已经翻脸，接下来极有可能废帝重立，但是皇后必须是本宫。是，皇后陛下真的要？晏殊眸光清冷，平静地瞥了他一眼。哦，假的。本宫还需要一个孩子，因为本宫需要稳固自己的后位，所以子嗣是摆在面前最不可忽视的问题。这个消息也传出去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本宫现在需要子嗣，这样一来，废帝重立的可信度才会大大的增加。是，臣这就去安排。晏殊交代了几件该交代的事情，安静的合眼靠在了榻上。或许他真的需要一个子嗣。夜晚，星罗棋布，景王府书房里，太后娘娘去了凤仪宫，跟皇后单独密谈不足1炷香的时间，随后两人一并去了崇明殿。有太医去给皇上请脉？没有。太后和皇后抵达崇明殿，除了崇明殿外重重防守的御林军之外，没见到一个闲杂人等的影子。果然不出本王所料。哼，凤王是想让他去做这个出头鸟，他和太后好坐收渔翁之利吧。太后没有见到太医和大臣，恼羞成怒之下，把皇上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训斥皇上？训斥皇上什么？太后指责皇上沉迷女色，不务正业，辜负皇后一番情深意重，还说皇上见异思迁，薄情寡义。他倒是会在皇后面前摆谱啊。有没有查到楚英是怎么死的？属下暂时还不得而知，只知道楚姑娘进宫之后见了南家孙女南哥，两人在凉亭中说了一会儿话，之后楚英离开，南姑娘去见了丞相。本王当然知道她去见了丞相，这还用你说？属下该死，属下无能。景王表情阴沉下来，他安静地望着窗外夜色。王爷，凤王府那边还要盯着吗？盯他干什么？即日开始，景王府谢绝凤王踏入，不管何时何地，只要凤王府来人，一律说本王没空。是。黑衣人起身离去。同一时刻，凤王府里却是不一样的风景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景王竟然敢摆我一道，真是翅膀硬了。经此一晚，凤王和景王翻脸却成了事实。翌日早朝时，凤王和景王在宫门外相遇。与人谋事，诚信最重要。二弟却似乎极擅长敷衍算计之术。不是皇兄先算计我，想让我成为出头鸟吗？你就这么想我？不是我这么想你，而是皇兄确实这么做了。景王说完这句话，转身跨进宫门。算计人者，人恒算之。凤王望着他越走越快的背影，眼神阴冷下来。皇宫里开始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，有人说皇上沉迷女色，被秦家女子迷惑了心神，更有人说皇后对皇帝失望透顶，甚至废帝重立。成王府里年轻幕僚神情谨慎。听说皇后迫切的想要一个子嗣，可是她跟皇上已经闹翻了，子嗣从何而来啊？如果一直没有子嗣，皇后只怕保不住以后的后位呀。就算有了子嗣，一旦以后废帝重立，皇后就能确保
自己还是皇后？是啊，如果皇后眼下怀了皇上的孩子，以后的新帝不可能容下他们母子啊。武王府里，几个幕僚心腹同样在讨论此事。晏殊那个骄傲强势的女人，根本不可能会生下叶荣轩的孩子。真不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在担心什么。还新帝容不下他的母子，真是一群自以为是又愚蠢到可笑的东西。王爷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叶荣轩身份低贱，不配拥有子嗣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谁能让皇后有孕，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？武王抬眸，谁能让皇后怀孕，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。私语落到凤王的耳朵里，皇后还是完璧之身。太后是这么说的，以皇后刚烈的性情，谁能让她有孕，以后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可能性会很大，但前提是要皇后心甘情愿。凤王眉眼阴郁，他已经成了亲，不但有了正妃，还有了个侧妃。王爷，妾身能进来吗？凤王一凛，连忙屏退说话的属下。进来。凤王府正妃萧迎夏走了进来。王爷，妾身是不是打扰了王爷谈正事？无妨，只是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妾身有事想跟王爷说，听说宫中局势有变，妾身有些心里话，想跟王爷说一说。你听到了什么风声？听说皇后娘娘还是完璧之身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本王不是凤仪宫宫女内侍，怎么会知道这种私密事情？按理说宫中应该有事情记录的。皇后独揽大权，事情记录完全可以伪造。不过这是皇上和皇后之间的事情，外人谁敢干涉？王爷这么说也不对，皇上和皇后的感情关乎着社稷稳定，皇后能否有事情记录，则关乎着子嗣传承问题。倘若皇后至今还是完璧之身，自然是不可能孕育子嗣的。子嗣乃是皇族大事，满朝文武都有责任关心这个问题。何况王爷还是皇族正统，进宫半年还是完璧，只能证明皇后从来未喜欢过皇上，甚至随时都有废帝换人的可能。凤王眉心越发凝紧，皇后的心思谁又能搞得懂呢？我是女人，我自然懂一点女人的心思。女人只有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才会全心全意地付出一切，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身子交出去。皇上是一国之君，可即便如此，皇后对他还是没有真心，那只能证明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皇后对皇上压根儿没有感情，甚至结合这些日子皇后的态度来看，她甚至是恨着皇上的，原因不得而知。那怎么办？江山总不能一直后继无人。皇后若有心，自然会有子嗣，但子嗣肯定不会是这位皇上的。迎夏，事关皇后名节之事，不可胡说。此处没有别人，那也不能乱说。皇上和皇后感情笃深，就算有不和也是暂时的，以后早晚会有子嗣。皇后若有身孕，那定然是帝王子嗣，可皇帝是哪位，只怕就不好说了。凤王默然，神色一时晦暗不明。王爷，为了王爷的大业，妾身愿意自降为侧妃。什么？迎夏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王爷听我说完，若皇后真有这般废帝重立的想法，那人选必定是从4位王爷里挑选。景王一直想娶南家姑娘，此事皇后应该是知道的，心中必定是对她不满，认为她野心勃勃，所以皇后考虑她的几率很小。武王跟皇后闹僵过，不止一次辱骂皇上皇后，皇后也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命人杖打过武王。皇后是个聪明人，心中清楚武王必定是会记恨，所以武王应该也不在皇后的考虑范围之中。成王跟王爷一样成了亲，但是王爷您比他更有优势。优势在何处？王爷难道忘了相府凤家刚送来了400万两白银？虽说在银子上吃了一些亏，但带来的好处却是无法估计的。如果我是皇后，我肯定是会选择一个让自己舒心的王爷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王爷可以在皇后面前展示一下君子风度，以及在家中的不如意。在家里的不如意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要让所有人知道，王爷为了谋夺地位，不惜把自己的王妃降为侧妃？自然是营造出夫妻不和、家宅不宁、王爷整日烦躁不堪的假象。这样一来，日后妾身被降为侧妃才能顺理成章啊！你要本王怎么做？王爷以前也是争过储位的，妾身明白王爷的雄心抱负，更理解王爷不愿意屈居于人下的孤傲。可是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，别说不一定能成，就算真的能如愿，为了那个位子而委屈了你，本王也不忍心呐。王爷对妾身的心意，妾身心中明白，只要能为王爷达成所愿，妾身委屈一时又何妨？可是王爷来日方长。夏夏，凤王心疼地把他拥入怀里。我们另想一个办法吧，我实在是不想这么委屈你。只要王爷心愿达成，我不觉得这是委屈。
况且就算是降为侧妃，之后王爷登基为帝，妾身至少也是一个贵妃，这个位分不算太低的。拥着萧营下，眼底色泽一点点幽深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崇明殿里再无消息传来，朝堂上再有人提到皇上，晏殊只会回一句：皇上纵欲过度，伤了身体，需要精心调养一段时间。荒唐，皇上真是荒唐。与此同时，宫里也渐渐传出了凤王和王妃夫妻不和的传闻。没过多久，这阵风就刮到了凤仪宫。凤王和王妃夫妻不和，本宫听到这个消息，竟一点都没觉得意外。奴婢已经打听过了，听说是正妃和侧妃两人经常争风吃醋，凤王大多时候都护着侧妃，以至于正妃萧氏每每不满，夫妻之间才渐渐出现了裂痕。坑里有太后在，凤王府里的事情还能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让宫女们大肆议论。皇后陛下的意思是，这是有人故意而为之，不过你能及时探听到外面的动静也是好事。青雉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。宫中有关凤王的传言暂时不必理会，若有人议论的过分，就制止一下。武举即将开始，本宫没兴趣关注这些内宅之事。是，然而即使他不关注，凤王的变化也是肉眼可见。早朝上，他开始赞同晏殊的政见，不管什么事儿都不再抱着偏见，甚至会主动支持维护皇后，有意无意的给晏殊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。凤王这是让鬼附身了，还是被什么东西给蛊惑住了？短短数日竟然如此脱胎换骨，倒是让人忍不住怀疑你是否打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三弟，忠于皇族，为西楚出力，是皇族子嗣和满朝文武的职责所在。你怎会说出如此混账的话来？不知凤家拖欠的税款什么时候还完呢？原本皇后陛下宽容，给了3个月，但我已经多次催促他们尽快筹钱，猜想这次武举结束之后，就可以把银子送过来。这样一来，正好能赶上皇后组建军队。武王望着凤王那张自信满满的脸，转头再看坐在凤椅上的皇后，神色平静。凤王真是好高的觉悟，本王自愧不如。三弟，我们都是叶氏皇族的皇子，本该为皇族繁盛和国家强大出一份力。谢家拖欠的税款，你也尽快督促他们还了吧。皇兄说的对，叶氏皇族的繁荣昌盛就交给凤王兄，本王能力有限，实在无能为力。晏殊平静地听着二人争执。本宫有些日子没见凤王妃了，午膳之后让她来凤仪宫陪本宫喝个茶吧，本宫有些事情想与她聊一聊。臣遵旨。皇后娘娘下朝之后，在回勤政殿的路上，武王拦住了晏殊的去路。虽然本王不知道凤王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皇后可要懂得分辨忠奸才行。那不知武王是忠是奸？武王神情微僵，冷冷一哼，转身离去。武王态度真是不敬，确实不敬。晏殊神色幽深，继续往勤政殿走去。不过没什么恶毒心思，也就嘴巴毒一点罢了。晏殊嘴角微扬，武王今日主动过来提醒他凤王的态度有问题，算不算是一种变相的示好？午时之后，萧营下如约抵达了凤仪宫。晏殊在东暖阁小憩了一会儿，青雉禀报说凤王妃到了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晏殊起身走到外殿，在凤榻上坐下，把小厨房的冰镇酸梅汁拿过来，给凤王妃解解暑。是。妾身参见皇后陛下，陛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不必多礼，坐吧。谢皇后。听说你最近跟侧妃有些不和，本宫有所听闻，特意请你进宫说说话。凤王忙于朝政，王妃身为他的正妻，理应贤惠大度，有包容之心才是。皇后陛下教训的是，妾身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是脾气暴躁，看到无事就难受，心里就像是有几十几百只蚂蚁在撕咬，极恨难耐，恨不得让他从凤王府消失才好。天气热，情绪难免暴躁，是妾身会尽量克制自己情绪。只是什么？王爷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，妾身想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无事每嚣张跋扈，在妾身面前趾高气傲。妾身以前忍他是不希望王爷难做，没曾想却惯得他无法无天，恨不得凌驾于妾身之上。妾身心里委屈，然而王爷却总是听信吴侧妃一面之词，以为妾身心胸狭窄，没有容人之量。妾身可真是有口难言，妻妾之间还是要和睦相处，凤王在外才能安心谋事。是。萧营下低眉苦笑，妾身嫁给王爷至今，尚无一儿半女，心中总是不安。子嗣一事急不得，本宫不也至今无子吗？萧营下嘴上应是，心里却忍不住腹诽：皇后至今还是完璧，
若能有子，才真是出了轨了。吴氏是太后的侄女，凤王就算是看在太后的面子上，也不会跟吴氏撕破脸。作为正妃，你还是得多多体谅才是。是，妾身知道该怎么做。晏殊跟萧营夏并没有聊太多，萧营夏告退离开之际，晏殊已经在心中计算着凤王的死期。8月是个好日子，他的千秋宴要到了。夏季烈日炎炎，转眼到了7月底，宫中越发忙碌，兵部忙着武举，礼部忙着准备皇后的千秋宴。天下各地练武天赋高且符合武举报名条件的少年们陆续抵达皇城，为期7天的武状元选拔正式开始。与此同时，晏殊接连收到了2份重要情报。武举选拔已经进入第2轮，陛下不去看看吗？没有去的必要。精良战马、精良兵器和盔甲，训练期间的军需消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晏殊此时压根儿没想到这个问题，到了晚间就迎刃而解。兰北司徒家给主子准备的千秋宴贺礼是1等战马1万匹，精良银白盔甲1万套，精良白鹰枪1万件，上等弓1万副，精良箭矢10万支，还有1万铁骑训练期间所需要的所有军需损耗都归他们负责。兰北司徒家，司徒家是西楚最大的商贾，早已赚取了颇天财富。是。晏殊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属下什么也没做，只是派人给他们透了几句话。商贾之家地位低下，这一代的司徒家主纵横商界，雷厉风行，是个有野心之人。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皇商。属下曾让人给他们透了底，西楚要强大，必须先有强大的军队。只要司徒家愿意提供军队所需，成为皇商指日可待。容易，属下在。或许本宫应该叫你叶皇，你此时所表现出来的，完全是一个摄政王才应该有的气度跟谋略。属下逾越，请主子降罪。不算逾越，你又没有给他们确切的承诺，充其量只是一个谈判的可能性罢了。是，不过司徒家确实可用，坐吧。属下不敢。那就把衣服脱了，趴下，正好给你上药。属下伤势已愈，不敢继续麻烦主子。这是命令。晏殊平静地看着他，除非你觉得自己这个摄政王位高权重，不需要听我这个摄政皇后的命令。褪去黑色上衣，容颜抿着唇，不发一语的在长榻上趴了下来。司徒家确实可用，他们想做皇商，国库需要钱，正好合作双赢。司徒家每年上交给朝廷的税在600万两左右，几乎是整个西楚1年的税收的1半。属下算过了，若是能让他们成为皇商，司徒家的财富会迅速扩大，很多只有朝廷或者世家涉及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司徒家手上，我们可以以此跟司徒家谈条件。朝廷负责的盐铁付了无数官员的腰包，盐这一块不能给，铁倒是可以，但是也必须严格管控，不能让他们乱来。是。司徒家可有自己的马场？是。战马品相如何？司徒家拥有最肥沃广袤的草原，掌控最精良的司马之术。下个月等他们的战马送过来，主子可以亲自去查看一番。既然如此，战马、兵器、盔甲这一块以后就由司徒家来负责，朝廷直接从他们手中购买。若是出了问题，责任由他们一力承担。另外，皇商势力渐渐做大之后，同样会有脱出掌控的时候。所以除了每年上缴的税收之外，司徒家负责战马这一块的管事，必须有一个让本宫信得过的人。是，此事属下会暗中做好安排。暂时先初步定一个计划，待司徒家的人抵京之后，本宫再与他们当面详谈。是，这几天你盯一下武举，远道而来参加选拔的少年，资质不错的都可以留下来，以后好好培养。是。另外，明日开始，你以摄政王的身份进宫上朝，与本宫议事，可以随时出入凤仪宫。是。晏殊抬眸盯着容隐，容隐，本宫想要一个子嗣。容隐一怔，要不择个良辰吉日，有你侍寝。要容貌有容貌，要气度有气度。有你侍寝之后生下的孩子，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容隐整个人僵在榻上，怎么不愿意？属下不敢。不敢什么？不敢侍寝，还是不敢抗旨？属下不敢冒犯主子。胆子这么小。容隐抿唇不语，心头早已慌乱一片。此事容后再说吧，你去看看武举进行到哪个阶段了，明天能不能出个结果？是。眼前人影已经鬼魅般消失，晏殊忍不住扬起了嘴角，心情愉悦。晏殊走了出去。南哥，清至随本宫去崇明殿走一趟。是。里三重外三重的御林军齐刷刷跪下。晏殊看着跪在地上的中副统领，中副统领今日在此当值。回皇后陛下。是。给皇上请安了吗？皇上龙体欠安，卑职不敢打扰。哼，倒是乖犬。话落，没再说什么，径自跨进了殿门。叶荣轩正在睡觉，准确来说，他是在梦魇。不是我，别来找我，滚开！晏殊，你去死！
死吧！你去死！去死！去死啊！该死的贱人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别来找我！不是我害你！青雉惊骇地站在晏殊身后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陷入梦魇中正在胡言乱语的叶荣轩。青雉，让人端一盆凉水过来。是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看起来像是陷入噩梦中出不来的样子，大概是做了亏心事，被鬼敲门了吧。青雉很快端来了一盆凉水。青雉吓了一跳，谁？叶荣轩瞬间惊醒。下雨了，皇上醒了，方才在做噩梦吗？我朕方才说梦话了，这说了什么？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跟崔娇娇说的一模一样。皇上这是做了什么噩梦？怎么吓成这样？别说，你滚！朕不想看到你，滚！你给我滚！晏殊冷冷一笑，转身离开。皇上得了癔症，看来是没办法继续做这个皇帝。也说朕没得癔症，朕好好的，什么病都没有。你别走，你不许走！晏殊头也不回地离开崇明殿。也说！外面当值的御林军都听见了，却无一人敢吭声。殿内又只剩下叶荣轩独自一个人，他眼前一黑，身体软软的滑跌在了床沿地上。武状元选拔进行得如火如荼，摄政王坐镇全场，兵部尚书和几位官员陪坐两侧。他们都好厉害，那长枪舞得虎虎生风，一杆长枪在手里都能转出花来。还有一个白衣少年，好像叫什么青梧，独门秘技是暗器，他自个儿独创的暗器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举着靶子的把手不管怎么躲，那暗器都能稳稳地射中靶心。还有那几个弓箭手，唰唰唰，不管怎么比，他们的箭矢都像是长了眼睛似的，准确无误地射中靶心。不过其中最厉害的还是那个黑衣少年，看起来也就17、18岁的样子，然而身姿那个矫健，动作那个迅猛，明明一张脸长得挺好看，偏偏冷的像是生人勿近似的。跟他一起比试的那些对手，不但要忍受他神乎其技的本领，还要承受扑面而来的寒气逼人。奴婢看了一会儿，着实替那些上场比试的选手们捏一把汗。晏殊听他兴奋地说完，面上不由浮现几许笑意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看来这次武状元选拔确实是人才济起，精彩万分呢。好多人去围观呢，不过还是摄政王看起来更冷峻沉稳，兵部尚书和那几个官员在摄政王跟前连大气都不太敢喘的样子。晏殊沉默的脸眸沉思。皇后陛下，摄政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一袭黑色袍服的摄政王很快跨进殿门。臣参见皇后陛下。摄政王不必多礼，请坐。叶皇沉默着，显然有些犹豫。怎么，摄政王不敢坐？叶皇抿了抿唇，僵硬地走到椅子前坐了下来。武局已近尾声，最后一场决出了3位获胜者，5时之后还有最后一轮比试。晏殊眸光微抬，视线落在他冷峻的眉眼，没来由的觉得他此时看着好似更顺眼了一些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本宫跟摄政王单独聊聊。是。南哥，摄政王在凤仪宫一事不必瞒着跑。是。宫人全部退了出去。凡事都要习惯，以后摄政王要经常出入凤仪宫，待时机成熟，外面可能还会传出一些闲言碎语，早晚都要面对。这句话听着好像没什么，可想起此前晏殊提到的事情，你说皇后在宫中养男宠的传言一旦被流传出去，满朝文武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晏殊没料到他会回答的一本正经。陛下掌权时间不长，凤王和景王党的大臣还在虎视眈眈等着抓陛下的把柄，除非朝中有1半以上的重臣顺服陛下。如果这个传言改为皇后跟摄政王过从甚密呢？叶皇一静，抿唇不语。本宫说笑的，本宫不会这么任性。这次报名参加武举的少年挺多的，虽然我没有去看，但是听青雉回来禀报，天赋资质不错的少年应该不少。你对他们的评价如何？跟正规训练过的武者有些差距，但是胜在心性纯正，反应灵活，身姿矫健，尤其是决胜到最后阶段的几个少年，大多是武艺全能，总体表现有点超出预料。晏殊嗯了一声，确实超出预料。在教场外，全城围观了武举比试的武王。午膳之后，武王主动抵达凤仪宫求见皇后。叶皇被留在凤仪宫用午膳，所以武王求见时，摄政王尚未离开。让他进来。难得武王主动求见，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是。不大一会儿，一袭锦袍的武王跨进了门槛，然而一抬头就看见坐在椅子上的摄政王。摄政王也在。叶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臣参见皇后陛下。
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摄政王和皇后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？本宫面前行礼是你作为臣子最基本的礼节。武王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臣不敢，臣给皇后陛下行礼是分内之事，不敢不高兴。免礼，你求见本宫有何要事？臣是为了武举一事而来，皇后应该没有亲自去看，所以不知道最终得胜的3个人身手有多好，臣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来历。因为身手好，所以你就怀疑他们的来历？那个黑衣少年身手厉害的有些不同寻常，根本不是正常的习武之人。臣不是无的放矢，皇后可以亲自去看一看。一个寻常的少年，就算从会走路开始就练武，也不可能练出那种出神入化的身手。他的来历绝对不同寻常。你的妹妹嫁人在即，你这个做哥哥的就没什么意见？她自己的选择，余生是好是坏自己承担，我又不能替她嫁过去。燕凌风也没有特殊癖好，不需要你替嫁。武王抬眸，眼神微妙地看着他。没想到皇后陛下如此会说笑。护国公府现在是本宫的大哥当家做主，你妹妹嫁过去不会受委屈。皇后怎么知道她的委屈不是燕凌风带给她的？如果你觉得燕凌风不是良配，可以及时提醒朝阳公主退婚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我要是能劝得动她，还需要等到现在。还有，臣今天过来不是为了说朝阳的婚事，而是想告诉皇后陛下，参加武举的那些少年来历古怪，不得不防。难得你如此上心，本宫颇为欣慰。武王脸色青了青，真想破口大骂。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武王可以跪安了。后宫之地往后尽量少来。武王非常想问他一句：摄政王既然知道这是后宫之地，为什么还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？难道摄政王就不需要避嫌？朝晏殊行礼告退。武王走出凤仪宫之际，如果摄政王眼中没有男女之防，他就不可能提醒自己这是后宫之地。他眸心微细，脚下一转，竟改道往崇明殿而去。燕凌风再次巡视，四目相对。皇上龙体欠安，作为臣子间兄弟，本王理该来给他请个安。燕统领应该不会阻止吧？没有皇后陛下手谕，谁都不能进去打扰皇上。如果非要进去呢？燕凌风没说话，就这么不发一语地站在他面前。本王只是进去跟他叙叙旧，保证不做任何过分的事情。燕统领倒也不必跟防贼似的防着本王，除非有皇后陛下手谕。本王刚从凤仪宫出来，况且本王孤身一人堂而皇之的过来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若真出了什么事儿，燕统领随时可以去禀报皇后陛下，到时候只会是本王吃不了兜着走，就不会牵连到你和这些御林军。燕凌风还是拒绝。武王气得真想敲开他的榆木脑袋看一看。我们即将成为一家人，妹婿不需要这么公事公办吧？在其位谋其政，请武王恕罪。果然是榆木脑袋。转身离开之际，心里越发确定，先皇传位给这个贱种，一定另有隐情。出宫回到王府，武王把此前被派去查雪才人的青云叫了过来。有没有查到有用的线索？雪才人在生下当今皇帝之后就死了，关于他留存的所有痕迹都被抹去，找不到线索。属下无能。武王沉默地站在窗前，眸心微沉。下午最后一场比试，决胜出了武状元、武榜眼和武探花。兵部尚书心里嘀咕，暗暗记下了这个人。兵部尚书在勤政殿求见皇后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摄政王已带着决胜出来的结果抵达凤仪宫。摄政王又去了凤仪宫，他去凤仪宫干什么？应该是为了跟皇后禀报武举一事吧。摄政王最近出现的似乎太频繁了一些。凤王此时终于忍不住生出了怀疑，摄政王跟皇后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武王今日也去过凤仪宫。凤仪宫是后宫，男子止步，摄政王和武王一点分寸都没有。手下没有说话。谁没有分寸？凤王是不是也想去凤仪宫转转？碍于规矩而止步，所以才如此愤愤不平。凤王转头看着武王踩着悠闲的步子走过来。三弟，后宫之地本就男子止步，你我又没做什么。摄政王坐镇凤仪宫，本王说几句话就被赶了出来。凤王眉头微皱，心头生出了一个念头来，既然武王和摄政王都能去，那他应该也可以去。凤王也想去凤仪宫，怎么想靠女人上位？三弟在胡说些什么？那个女人可是剧毒，皇兄当心死无葬身之地。丢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走。既然知道那个女人有毒，为什么三弟还去？不怕被她毒死？
傍晚时分，状元容衍、榜眼阮清吴和探花陈潇抵达了勤政殿，拜见皇后。晏殊坐在案前，抬眸打量着眼前三人。你们是这次5状元之中的佼佼者，也将成为本宫新建的铁骑统领，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西楚最强悍的护国神将。是，谢皇后陛下赞誉，草民必将竭尽所能，为皇后陛下效忠，为皇后陛下肝脑涂地，是草民的荣幸。晏殊定定地注视着三人。你们以后效忠的人是谁？皇后，草民誓死效忠皇后陛下，护佑西楚社稷。草民愿受皇后陛下驱使，效忠皇后，护佑苍生。记得你们今日所说，本宫不喜欢言行不一之人。是，本宫会让户部拨出20万两白银，由摄政王负责招兵事宜。即日起，任命容衍为主将，阮清吴为左副将，陈潇为右副将，一起协助摄政王完成招兵事宜。是，这支兵命为黑羽旗，只听从本宫与摄政王之命。本宫会给你们比其他军队更高的军饷，让你们拥有最好的伙食、最锋利的兵器、最坚硬的铠甲、最健壮的战马，以及最辛苦的训练。本宫给你们3年时间，3年后的这个时候，本宫希望看到一支无坚不摧的精锐之师，能做到吧？能。没有信心？回皇后陛下，不是，草民只是觉得5状元言简意赅，看起来更有气势，所以。晏殊默了默，表情顿时微妙。摄政王抵达勤政殿时，正好也听见了这句话。陛下，摄政王来的正好，即刻带他们3人去兵部办理入职，制作腰牌、官印跟虎符。是。比武落选之人，问他们是否自愿留下，若愿意，就按照规矩为他们置办行头；不愿意留下的，也不必勉强，给一些盘缠让他回去吧。是。于是3人就此奉旨告退。晏殊坐在椅子上，目送着几人走出勤政殿，望着宫廷里鳞次栉比的殿宇楼阁，眼底清晰地浮现出志在必得的野心。摄政王近日频频出入勤政殿和凤仪宫，消息在宫里不胫而走。虽然摄政王奉的是新帝遗诏，可他毕竟是个男子，出入后宫还是要避嫌那样。若有朝政大事跟皇后商议，可以去勤政殿，如此才不会落人口实。皇后最近对男女之嫌确实没有避讳，武王偶尔也会去凤仪宫见皇后，可这不合规矩。本王会去跟皇后谈一谈，诸位大人请放心，还请凤王多劝劝皇后，她毕竟是个女子。傍晚时分，凤王抵达凤仪宫。陛下，凤王求见。让他先候着。是。凤王在凤仪宫外这一等就等了半个时辰。凤王，皇后陛下说了什么？皇后说要看王爷您的诚意，王爷心里应该明白。凤王皱眉，诚意不就是凤家的银子和他的正妃之位？请南大人转禀皇后，就说凤家的税银已经在送来的路上，最多在2日时间就可抵达，其他的本王心里有数。南哥颔首，转身回去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很担心被人捷足先登。8月初8，襄州凤家送来了剩下的460万两白银。晏殊命户部清账入库之后，在勤政殿召来了武王、景王和成王。凤家所欠税款已经缴齐，谢家、程家跟华家是要本宫亲自派人去催，还是你们3个给他们施个压？若在以往，武王绝对会冷嘲热讽一番。你有本事自己去，跟本王有什么关系？程家和华家应该有钱吧？若朝廷追究起来，故意拖欠税款可是死罪。景王脸色微变，冷冷看着他。谢家不是也拖欠了银子吗？谢家其实已经筹备好了银子了，还有半个月就到了皇后陛下千秋宴，谢家的银子应该会在千秋宴之前送来。话音落地，景王和成王脸色骤然一沉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谢家之前出了点事儿，最近好不容易才缓了过来。新上任的家主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把拖欠国库的税款缴齐，并且把之前恶意拖欠税款的那人以家法处置了。本王觉得他做得不错，程家和华家可以效仿。谢家此番已经表明了态度，程家和华家还是抓紧一点比较好。若本宫失了耐心，到时候别怪本宫心狠手辣，按章办事。景王攥紧双手，不由想起最近宫里宫外沸沸扬扬的传闻。皇后陛下，凤王府出事了。何事？凤王把王妃降为侧妃，消息已经传进了萧家和太后宫里。太后震怒，正紧急召凤王夫妇进宫说话。武王表情骤冷，目光微转，看向坐在案后的晏殊。成王和景王眉头皱紧，表情说不出来的难看。凤王这是当萧家人全死了？我看他是疯了。基础律法明文规定，上至达官贵胄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不得
得无故休妻，不得苛待妻子。凤王身为皇子子嗣，竟知法犯法，简直是陷入了魔障。三皇兄这么气急败坏的做什么？大皇兄只是想把正妃降为侧妃，又不是休妻。把正妃降为侧妃，难道不是羞辱？这比休妻还过分。成王转头看向晏殊，不知皇后如何看待此事？不顾休妻，确实不该。一个连自己结发妻子都不能善待之人，必定是自私薄情、冷酷寡义，毫无信用可言。此言一出，武王、景王和成王皆是一愣。皇后真是这么想的？皇后真这么想？不然呢？本宫还需要赐块牌匾给她不成？这倒不用。臣只觉得凤王把王妃萧氏降为侧妃一事蹊跷，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缘由。譬如他想再娶一人，或者萧氏是他3媒6聘8抬大轿娶过来的正妻，如今他也不说一声就将正妻降为侧妃，这算什么行为？停妻再娶？武王没说话，景王和成王倒是松了口气。周易安，命凤王午膳之后进宫，本宫要跟他好好谈一谈。是。既然谢家已经筹齐了欠款，本宫希望程家和华家也抓紧一点，否则本宫会采取一些手段，到时候别怪本宫没有事先提醒你。景王闻言恶狠狠地剜了武王一眼，随即僵硬地躬身告退。成王心里不悦，朝晏殊行了个礼，便转身离去。凤王太蠢太贪婪，皇后陛下应该看不上这种人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还望皇后三思。多谢提醒，跪安吧。武王噎了噎，躬身告退。午膳之后，凤王抵达勤政殿求见皇后陛下，却被宫人告知皇后已回了凤仪宫。凤王脚下一转，竟丝毫没有犹豫的就去凤仪宫。晏殊正在批阅奏折，皇后陛下，凤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凤王踏进殿门，恭敬的行礼。凤王可知本宫召你过来所谓何事？应该是为了萧氏。方才母后已经训斥了臣，并责令臣不许胡闹。然而臣跟萧氏之间感情已经破裂，为时无法再维持正常的夫妻关系，还望皇后陛下明鉴。感情破裂？萧王妃还未曾有身孕吧？这么快就感情破裂了？凤王今日能为了一己之私而苛待自己的结发妻子，来日为了利益也能再舍弃再娶之妻，甚至连自己的母后子嗣都可以舍弃。凤王猝然抬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皇后在说什么？身为丈夫不能尊重自己妻子，身为臣子不顾尊卑之别男女之防，僭越踏足凤仪宫，实在不可饶恕。来人，把凤王拖出去杖打50，降为郡王，幽禁王府。凤王怔住，完全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待到外面有侍卫进来，把他往外拖时，皇后，明明是你自己说要看看本王的诚意，本王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一大块帕子塞进他的嘴里，阻止了他的叫嚣。随即没过一会儿，就听到了痛苦的闷哼声传来。晏殊清冷如霜，为了他，当真是可笑。50杖责执行完之后，晏殊站在了殿阶上。凤王擅闯后宫，意图对本宫行非礼之举，罪责当诛。本宫看在太后跟皇上的面上饶你死罪，日后待在凤王府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外出。就这样，一句辩解说不出来的凤王被御林军押了出去。接到消息，匆匆赶来的太后，皇后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凤王乃是哀家的儿子，先皇嫡长子，堂堂西楚1等亲王，你竟敢对他动用私刑！太后可知凤仪宫是什么地方？凤王先是贬自己正妃为侧妃，后又擅自踏足凤仪宫，其行不轨，其心可诛。太后怒火中烧，明明是你！外面沸沸扬扬传言本宫上世完璧之身，太后敢说自己不知？凤王意欲何为？太后心知肚明。太后气得浑身发抖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晏殊这个贱人大卸8块。晏殊，哀家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你给哀家等着！丢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要离开。太后若想保住太后的尊荣，让自己活得体面一些，最好安分守己。本宫今日可以将凤王降为郡王，明日也可以将他贬为庶人，太后好自为之。太后僵住了脚步，转头望着他的背影，垂在身侧的双手狠狠攥紧。凤王擅闯凤仪宫，还试图冒犯皇后。消息一出，整个皇城权贵都跟着剧烈一震，跪在勤政殿外求见皇上和皇后。皇后陛下，凤王冤枉呢！凤王冤枉！臣等求见皇后，求皇后还凤王一个公道。你说什么？武王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呆了呆。凤王冒犯皇后被杖打，贵太妃和昭阳公主
同样呆若木鸡。是，而且还被降为了郡王，幽禁王府，无诏不得出来。武王表情青白交错，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。皇后这是真打算逐一对付你们几个亲王，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。母妃放心啦，皇后跟燕凌风兄妹感情很好，我嫁给燕凌风之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皇后应该不会对付我们的。你懂什么？皇族没有亲情，只有权力。武王沉默的负手踱着步子，细想着其中隐情。晏殊手段确实够狠，我怀疑这段时间那些小道消息都是他故意放出来的。凤王正妃是先帝所赐婚，当年先帝亲口说出秀玉名门，性秉柔贤8个字，而今凤王却因感情不和而把正妻降为侧妃，朝中那些御史们绝不可能放过这个弹劾的机会，宫里只怕有的热闹了。武王没说话。王爷，太妃娘娘，管家匆匆而来，递上请帖一份。护国公命人送来请帖，说是请王爷过府一叙，他想就着朝阳公主和燕公子的婚事跟王爷详谈。这个时候约我谈婚事，谁信他谁是傻子？那王爷去吗？当然要去，本王倒要看看他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。回帖子告诉他，就说我明日一早过去拜访。是。果然不出贵太妃所料，朝中几位御史弹劾凤王违逆先帝旨意，一派胡言。凤王进入后宫，乃是有事当面与皇后禀报，何来意图不轨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老臣愿以死证明凤王清白。臣也愿意以死证明凤王清白。传本宫旨意，若有想死谏、抹脖子碰柱子的，悉听尊便，本宫绝不阻拦。有想辞官的，亦可随时脱下那身官服，本宫绝不挽留。南哥领命而去，把晏殊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勤政殿外的大臣。勤政殿外两派大臣已经吵了起来。太后坐在宫里想了半日，傍晚时分再次来到了凤仪宫。晏殊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，是不是？本宫不明白太后的意思。你不明白？太后甩袖在一旁坐了下来。你分明比谁都明白。本宫给凤王罗列的罪名，哪一项是冤枉了他？西楚国律禁止妻为妾，妾为妻，更何况凤王夫妇还是先帝亲赐的婚事，如此草率的就将正妃贬为侧妃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这件事是萧氏同意了的，他心甘情愿。他是不是心甘情愿，跟凤王是否犯法毫无关系。太后在宫中这么多年，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这是什么行为。就是因为你故意算计他，否则凤王绝不可能无缘无故贬妻为妾。太后这话说的可真可笑，分明是你的儿子利欲熏心，反倒成了本宫的不是。本宫何曾让他贬妻为妾，何曾让他擅闯凤仪宫，又何曾让他对本宫抱有非分之想？太后气得脸色铁青，晏殊这个贱人，他从一开始就纵容着谎言的发酵。太后回去吧，你是太后，本宫暂时不会对你如何，但是太后若插手了不该插手之事，只怕本宫在哀家面前一口一个本宫。你现在是连伪装都不屑了？皇后，你能不能如实告诉哀家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本宫想要的东西，太后给不了，又何必多问呢？哀家给不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要皇位？晏殊淡然一笑，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？晏殊，这是大逆不道，按律要诛灭九族的。你荒谬，简直是荒谬！太后这么激动做什么？太后汲汲营营这么多年，不也是为了权力吗？哀家跟你不同，确实不同。你为自己和儿子筹谋，我为自己筹谋，不就这点区别？后宫不得干政，历代女子不可做的事情多的是，本宫就算做了又能如何？太后暂且看看规矩组织能不能约束得了本宫的行为，本宫的胆大妄想和大逆不道到底能不能实现？来人，晏殊，太后还是多想想被幽禁在郡王府的儿子吧。若太后行事不安分，本宫随时将凤王的首级送到太后的面前，以为太后思儿心切。你敢？你可以看看本宫敢不敢。把太后送回仁寿宫，即日开始不许太后随意在宫中走动。是。南哥，你亲自去一趟仁寿宫，让宫人都乖一点，别让本宫有机会大开杀戒。是。晏殊，你这般大逆不道，先皇陛下有知，绝不可能放过你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太后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强行拖了出去。晏殊从容地在案前坐下来。容仪，你觉得本宫会有报应吗？不会，主子会得偿如愿。本宫之前的提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属下没什么需要考虑的。这意思是同意还是拒绝？属下生是主子的人，死是主子的鬼，属下任由主子处置。听着倒像是本宫要把你送上刑场似的。
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要不要挑个良辰吉日？算了，今天对付了凤王和太后，本该庆祝庆祝。晏殊放下奏折，起身往外走去。走吧，本宫去跟皇上谈谈。很快抵达崇明殿。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。晏殊一袭凤袍往内殿走去。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。皇上看起来像是得了癔症，是受过什么刺激吗？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。不，就是皇上杀的我。皇上不但杀了我，还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本宫死的时候是一尸两命，皇上不记得？不是我，你别来找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滚！你给我滚开！皇上真可怜。今日凤王来见本宫，原本是想借着本宫的势力上位，可惜本宫对扶持另外一个男人做皇帝没兴趣，毕竟被人辜负的经历有一次就够了，多了可遭受不住。叶荣轩缓缓抬眸，凤王已经被幽禁，为了庆祝计划顺利，本宫今晚决定招个人侍寝，看能不能一举怀个皇子或者公主。皇上觉得怎么样？挑红杏出墙？怎么能叫红杏出墙呢？皇上现在就是个废，只等着本宫的一纸废帝诏书而已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本宫的丈夫了？叶叔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混淆了皇族血脉，皇室列祖列宗不会放过你的。从本宫肚子里出生的孩儿，就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血脉。晏殊并无情地转身离去。皇上待在这里继续梦魇吧。叶叔，你丧心病狂，祸乱朝纲，你会遭到天打雷劈！眼前一道黑影如闪电划过，叶荣轩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踹飞。晏殊面无表情地跨出殿门。皇后陛下。燕凌风从不远处走来，卑职参见皇后。大哥不必多礼，本宫过来看看皇上，他最近精神不太好，癔症有一些厉害。卑职明白，卑职会让皇上好好静养，绝不让任何闲杂人等打扰到皇上清静。此处安排可靠的人守着就行了，大哥还是多将精力放在自己的婚事上。是。晏殊举步离开，回到凤仪宫。晏殊先在宫人的伺候下精细沐浴了一番，换了身宽松闲适的衣服。南哥，晚膳结束之后，你回家休息一天，后天再进宫当值。是，谢皇后陛下。不用多礼了，自打进宫你就没有休息过，本宫也不能把你当铁人用。南哥摇头浅笑，朕每日要负责的事情不太多，其实算不上累。累不累的也该回去陪陪舅母，尽尽女儿的孝心，顺便带本宫跟舅母问好。是。晚膳比往常更早一些，结束之后黑幕尚未落下，这些带回去给外祖父跟外祖母补补身子，2套头面都是适合外祖母和舅母的款式，你带回去给他们。多谢皇后陛下。青雉，你和锦溪一起送南哥出宫，定要让南大人安然回到府里。是。晏殊把南哥整理出来的重要折子抱上，走去了东暖阁。沐浴过了？是。用了香？是。晏殊嘴角扬了扬，虽然味道好闻，但下次别用了，不安全。是。紧张吗？不紧张。本宫不信，替我将这些折子看完。批了半天折子，本宫累了。先皇遗诏，属下不得干政。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后宫不得干政，先皇是不是早早就把你当成后宫来培养？属下不知。晏殊盯着他此时像是少年一般纯情的反应，把这几本折子看一看，我们就去休息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坐着宫中马车出宫的南哥，在宫门外意外的遇见了景王。南姑娘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出宫？见过景王，皇后陛下特许臣回家休息一日。本王明日正好有空，可有幸约南姑娘去马场赛马？抱歉，臣难得放假，想留在家中照顾外祖母和母亲。本王有一件事情想跟南姑娘确认一下。景王但说无妨。楚英你应该认识，有过一面之缘。他进宫那日专程去见了南姑娘，本王想知道他跟南姑娘说了什么。楚姑娘说她是王爷府上的人，她跟我说什么，王爷难道不知道？本王确实不知。他回王府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刺杀，那真是遗憾。景王可曾查到凶手？就是因为没查到，所以才想问问南姑娘。抱歉，景王这个问题问错人了，臣无法给你答案。随即转身回了马车里坐下来。走吧。南姑娘，本王好歹也是亲王，三番两次想跟南姑娘谈谈，南姑娘当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景王殿下还请自重，南姑娘不但是丞相府嫡孙女，更是皇后陛下身边官员，您这般无状举止，若是传到皇后面前，只怕很难解释。景王请回吧，臣已经进宫做了女官，此生断绝姻缘，对景王更是无任何非分之想，多谢景王厚爱。话音落下，马车缓缓行驶起来，眼看着马车渐行渐远，他的脸色一点点阴沉下来。
不识好歹的女人。天色渐渐落下了黑幕，夏季的夜晚亦是阵阵闷热难耐。容易有些无措的跪在一旁，晏殊倚着床头，定定的望着他笑。没学过，来吧，本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是让本宫亲手来帮你。主子真的决定了吗？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本宫难道就不能有鱼水之欢？晏殊递给他一本册子，先自己观摩一下。不用，当真不用？缓缓褪去身上的黑袍。此时的凤王府里却是一阵乌云翻滚，阴霾笼罩。本王咒她不得好死！这个该死的狡诈的女人，她竟然敢如此愚弄本王！王爷息怒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你别动怒，先躺下。滚！身后的伤疼得他脸色惨白。王爷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暂时的挫折不算什么，王爷还有机会的。本王堂堂先帝嫡子，竟栽在一个女辈之流的手里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王爷有伤在身，还是先养伤要紧，暂时别想那么多了。同为女子，晏殊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15岁开始替叶荣轩筹谋，18岁就扶持他做了皇位。本王忍不住怀疑，到底是这个低贱之人福气好，还是老天瞎了眼，竟然让一个宫女生的儿子登上9天？叶荣轩福气好，王爷这是说他自己没这么好的福气吗？萧阳夏忽然感到些许悲哀。王妃，王爷的药熬好了，奴婢可以现在端过来吗？端过来吧。是。婢女走了出去。萧姐姐，还是我服侍王爷服药吧，正好有些事我想跟王爷说说，还请萧姐姐回避一下。妹妹有事但说无妨，我又不是外人。可我想跟王爷单独说。放肆！怎么跟王妃说话呢？王爷忘了吗？萧姐姐现在跟我一样是个侧妃了，我喊她一声姐姐，是因为她比我稍长1岁，可不是因为我身份比她低。此言一出，萧阳夏脸色顿时僵住。你是过来耀武扬威的？王爷心情不好，就往我身上撒气。本来我还打算让父亲帮一帮王爷的，既然王爷不需要，妾身何必自作多情？说着转身就走。妹妹请稍等。不必理会他说的话，凤家到现在都没辙，一个仗着凤家势力横行霸道的吴家又能有什么办法？吴成若是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牵连的还不是本王？王爷先把伤养好，其他的以后慢慢图谋吧。皇后不可能一直得势，我们先韬光养晦。凤王没说话，不韬光养晦还能怎么办？晏殊和容隐皆是第一次开荤，10岁之位欲罢不能。直到此时，云雨方歇。容隐，主子是不是想沐浴？属下。你的体力跟你的武功一样强悍，本宫甘拜下风。备水，本宫要沐浴，稍后把床褥都换了。是。锦汐领着众宫女服侍皇后沐浴，夜风从敞开的雕窗拂进，很快驱散了内殿靡靡气息。沐浴结束之后，晏殊回到寝殿躺下。容易过来陪我躺一会儿。属下不。亲密的事情都做了，现在又开始谨慎本分。历代帝王的嫔妃在侍寝之后都会借机骄纵一番，你怎么还是像个木头一样无趣啊？